曲服。妄称求得长生仙药，欺君10载，空耗国库，必夺官身，打入黑牢，择日问斩。是你？怎么会是你？这么多年，你的脸怎么一点没变？不老的不是仙药，是你！你不是人，你是妖怪！这100年，像你这样的人，我送走的太多了，你不是第一个。压下去。林守安，3个月的房租再不交，明天就给我滚出去！就为这点房租急成这样，他们要是知道我手里攥着的是连皇帝都求不来的长生，该是什么脸色？可这世道以武为尊，我偏偏天生没有武脉，练不了武。光会长生有什么用？照样被人一刀捅死，只能眼睁睁地挨着。拜师要天赋要银子，我一样没有。可黑牢里关的全是身负绝技的江洋大盗、武林败类。我混进去当差，这满牢的高手，不就成了我一个人不花钱的师傅？只是这进牢当差的铁饭碗，我一个没爹没势的破落户，还得低头求人，才端得上。哪儿来的破落户？这门是你能进的？哼！早说是来寻刘管事的嘛，里边请。坐近些。放着大好年华，为何偏要去干黑牢这等贱业？我已经成年，不能再让长姐操心。世道艰难，这差事虽贱，好歹能安身立命。2品武者的妻子，舍不得，我的命才刚开刀。我乏了，你回去等消息吧。是。打从前，可有哪个男人扛得住本太太的撩拨？从没有过。那些人个个像色中恶鬼，不堪入目，唯独这个林守安是例外。偏就是他，面对本太太纹丝不动，此子将来必非池中之物。林家与平江侯府早出了武堂，帮了也落不着好处，不如不帮。不过一句话的事儿，帮就帮了。万一哪天侯府里有谁落了难，关进黑牢，里头有他照应，也是好的。乌鸦嘴！侯府富贵100年，谁会把这句随口的万一当真？却没人想到，日后竟真有那么一天。你的事情太太已经办成了，等你将来有了钱，再备一份更体面的来，才显诚意。先回去吧，拿着，在外头傍身。姐，我去衙门当差，1日3餐都管，4季还发制服，根本没处花钱。等领了俸禄，我请同僚吃酒，头一个想着你。大姐在苏家做小，一文钱一文钱攒得多难，我看在眼里，这钱我一个铜板都不能要。许叔我和你爹是手足兄弟。大姐说过，当年父亲过世，上门吊唁的人里，压根儿没这位许叔。玉立的缺没了，你先在牢差位置上干着。在这种地方，真把客套话当真，才要倒霉。在这里头一档事情就是清点人数，人数出岔子，当值的全得吃挂类。其次，留神犯人内外串通，暗中闹事。再有，得会分辨死活。如何分辨？瞧见没？这就是活。黑牢里死个把人不稀奇，可不能不明不白的死，得先报上去，让上官晓得这人快不行了。往后真死了，大伙儿才好交差。丙区上百间牢房住得满满当当，关的全是江洋大盗、武林败类。
满满一牢身怀绝技之辈，这哪里是牢房，分明是一座专为我一人敞开的活体武库。别处也就罢了，唯独最里头那一间，每日都要仔细查看，半点不敢懈怠，除了是谁都担待不起。看一眼就够了，快走！满牢的高手任我许用，这条命我守得住了。至于最深处那一个，是宝库还是凶兽，我迟早要会一会。这满牢的高手，我会一个一个全学过来。夜里没人盯着，我做那银堂最好也没人盯着。小哥，小哥，何事？小哥帮个忙，替我往外头带句话。100两，150，实在不行200两。小哥，你倒是给句实在话呀！小哥，帮个忙，弄点茶水酒菜来，我给钱。小哥，等等，要什么条件，尽管开口。为何是我？旁人太黑心了，一壶酒水敢要我10两，一只烧鸡张口就是20两。只要小哥要价公道，我绝无二话。我没钱。小哥早说啊！我有相熟的铺子，小哥上门报我的名后，酒菜白拿，另有跑腿的钱拿，如何？我不要钱。小哥不要钱，那是想要？我想习武。我看小哥的体魄似乎没有武脉，在黑牢当差，没点防身的本事睡不安稳。我这儿倒有一门外练的，叫烈阳拳，最适合没武脉的寻常人。只是什么？烈阳拳至刚至阳，修炼时燃烧气血，有损寿元。练至第1层，损1个月寿数；若练至9层，至少要折5年。损寿元，这不是专门为我准备的吗？就没有些别了？旁的功夫都得配着内功心法才有成效，可小哥没有武脉，练不得内功。这罢了，你先把烈阳拳传我，改日我自会给你送酒菜来。小哥可想清楚了，这是……少废话！好兄弟10赌9输。放心，我有分寸。我这群混账，看看时辰，滚去当差！烧鸡没有，卤肉将就着吃吧。他奶奶的，多久没沾过酒了？不过这卤肉的味儿不像我说的那家手艺。路上顺道在街边买的。林小哥放心，我懂规矩，烧花的事我不开口。烈阳拳多久就能练至1层？寻常人少说7、8天，像我3天入门，2月练至1层。3天，我只用了3个时辰，老天爷为何偏不给我一条武脉？有没有内功心法？林小哥，没有武脉，强练内功，轻则废人，重则爆体而亡。内功我有，可若给了你，便是害你，那是取死之道，寿不过30。你是说有损寿元？何也损寿元？分明是拿命换。不必劝我，你只管叫我。难得长生，以后用笔记记录下这生活吧。大夏太东45年，鲁大壮又输了。5月初1发饷当贺。5月14右眼跳灾，心里头总不太踏实。
出事了。恭迎堂主。叶无影，他被潜入狱，分明是有意为之。长生未半，我绝不能当炮灰。牢内值班室的人都死了，独留我一个活蹦乱跳的新丁，上头必定以我勾结劫匪，怎么办？在黑牢这地方，能苟住，就是天大的本事。小安有伤在身，可不许由着他喝酒。蒋长河没了，没了？怎么回事？说是喝多了酒掉河里淹死的，你信吗？死了这么多人，也不知几时是个头。上头对劫狱一事，到底打算怎么处置？这往后的事儿就不是咱们这个层面有资格搭话的了。你倒是个厚道人，听说凡是死了人的人家，你都送了一份丧礼钱。毕竟同僚一场，能帮就帮嘛。那帮王八蛋，人没了连面都不露，真叫人寒心。哪天我要是蹬了腿，还得靠老弟你替我张罗张罗。呸！大家都长命百岁。哎，行，不提这些了。好兄弟，往后有了好处，哥哥我绝忘不了你。你赌输了别来找我借钱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我又不是回回都输，下次定能翻本。小安啊，有人反映你不守规矩，不光给犯人带吃带喝，还爱替他们往外头捎话。徐叔，您是看着我长大的，我是什么样的人您还不清楚？说我给犯人带点吃食我认，可说我替犯人往外捎话，这话我死也不认。是什么人安得歹心，编排这等谣言？徐叔，这分明是有人想借着我来攻击您呢，不可不防。你串通内外的事儿，我自然信你做不出。只是这回摆明了是有人要整治你，近来你最好低调些。多谢许叔，晚辈记下了。呸！准是张二牛那杂碎。张二牛怎么个说法？这张二牛瞧着大方，骨子里却最是记仇小气。上回你帮我翻本，他输惨了，能不记恨你？你别慌，我去替你说和，断没有他这般坑人的道理。当真是他？除了他，再没第二个。怎么样？还活着，劳林小哥挂记。你不是在外头使了银子托人活动吗？先前看你当你有几分把握，如今判都判了，往后你作何打算？将死之人还能有什么打算？只放心不下我那一家老小。你为何倒定？你家人走不出京城，你先前花钱在外头托的那个人呢？答应我！帮你的人就是害你的人。帮我！桂花树下埋着一本功法，是我机缘巧合得来的。我钻研至今，门径都摸不着，据说害死过数百人，真没骗你。高深的武学，成箱的银子，那本害死上百人的功法，桂花树下究竟是泼天的机缘，还是一本催命符？这世上，难不成真藏着一个修仙问道的天地？就他一个？老板尽管放心，这位可是我们武行顶尖的好手。万一对方人多，7品，不是说好3品吗？记住，一定送到西北。何故花那么多银两？
不该打听的少打听。小哥，有吃的吗？找打饭的去。打饭的太黑心，一碗稀粥也敢要5两银子，不给就拿潲水糊弄。我有的是钱，可我不乐意当这冤大头。1日2顿，1顿30两，1天就是60两，10天600，100天就是6000两。这跟明抢有什么两样？我挣俩钱容易吗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？你大可以不吃。呸！但凡你们黑牢的吃食没那么糟践人，我也认了。有的吃就不错了。小哥，要不你帮帮我？横竖都是花钱，与其让那帮黑心烂扛的赚了去，不如让你赚。哼，你瞧我像是缺这俩钱的人吗？小哥，你别嫌少啊！你想要什么，尽管开口。你确定？我要的不是银子，我要你的独门秘籍，你舍得？小哥，你身上没有五脉，有没有五脉是我的事，你只说愿是不愿。你慢慢想，我这话大可当个玩笑听。这交易我做了，秘籍给你，往后就不必再给银子。你宁可把这吃饭的本钱舍了，也不肯掏银子。林小哥，你是个厚道人，断不会像他们那般黑心。可我只是个新丁，新丁有新丁的门路，我信得过林小哥。你信我，我自己都信不过自己。我信你，人死鸟朝天，不死万万年。我就赌这一把，赌你是个讲原则的。不后悔？不悔。行，你有这份诚意，我自当尽力关照。你那独门秘籍是什么？溜门撬锁？那是上不得台面的小毛贼，靠的是幻骨术，扮鬼是鬼，扮人是人。易容术？正是。不过我这门易容与寻常的不同，靠的是……受了伤，今不如昔了。你就靠这手去偷？旁人都骂我们这行是梁上君子，可我都是大大方方从正门走进施主家的，到头来不还是被抓了？那是我时运不济，当场被人拆穿。这门秘籍唤作什么？幻骨术。小哥若能修成心法，方知这3个字里藏着何等妙用无权。我要的就是你这门幻骨术。有了这门幻骨术，谁也想不到白日里的林狱卒会是夜里索命的暗影。成了。那路好汉，小的有钱，家里地窖埋着银子，尽管拿去，只求好汉饶我一条狗命。事后小的半个字也不敢往外吐。你做了什么？好汉指的是哪一桩？小的手上事杂，还请好汉示下，小的知无不言。蒋长河是怎么死的？你是说蒋长河？你与他到底是什么？再多问一句，要你的命！小的冤枉，那是上头要寻个人来顶监狱的罪。蒋长河像是知道了些什么，这才醉酒落了水。内里的门道，小的是真不知情啊，半点干系也没有。我倒听说你近来很忙，到处四处打小报告，搅风搅雨。小的全招。蒋长河一死，万莫里许了小的天大好处，要小的从中搅浑水，给徐满仓使绊子，再撺掇徐满仓疑心张老根，叫他们两败俱伤，他好坐收渔利。那个被你顺手咬了一口的新丁又是怎么回事？那新丁什么都不知道，不过是个天头。谁叫他跟着徐满仓混，捎带着收拾他一个顺手的事儿罢了。原来我险些丢了饭碗，只是别人争权夺利顺手捎带的天头。万莫林许了你什么好处，值得你这般卖命？想死，我成全你。我说，万莫林许我事成之后，提拔我做狱吏，去管那油水最足的黑牢家去。万莫林夺我爹留下的狱吏空缺，如今又害我险些被牵连。你想踩着别人爬上玉宸的位子，我偏要坏你的好事。那绑匪句句不离玉宸之争，定是万莫林给别人也画了黑牢假区的饼，走漏了风声。绑匪定在黑牢假区。张大哥，走。蠢货！哎呦！张二牛那厮
大从一早就没影儿，你猜他窝哪儿去了？巴巴的跑去黑老甲区给人当孙子。哎，就他那样大字不是一个，也想去黑老甲区。几时起，咱们当狱卒的还讲究起识不识字了？不知哪年改的，有位落马的大官临死前留下字条，当值狱卒不识字给毁了。后来翻了案，搭进去好几条命。打那以后，进黑老甲区就非得识字不可。要说条件，你倒是够格，只是你太嫩，真进去死都不知道怎么死。那里头关的都是犯官，烫手的很。大壮哥见地高，我还嫩着呢，往后多跟您学。黑老甲区必须识字，万墨林，你的死穴我摸到了。对了，许叔，听说张二牛那厮近来攀上了一棵新的大树，得了准话，眼看就要高升了。张二牛那不知好歹的东西，竟去抱张老根的大腿。等老子坐上了御诊，头一个就拿他开刀。张老根，我怎么听说张二牛攀的是万墨林？这一整日，他都泡在黑老甲区里头厮混，旁人都传他想调进黑老甲区当差呢。什么？你确定？我也不敢确定，都是道听途说。不过张二牛今儿一整天泡在黑老甲区，倒是千真万确。怪就怪在往日他输了钱都臭着脸，今儿输的精光，他反倒乐呵呵的。许叔，您说他这是笑什么呢？他还能笑什么？攀上了高枝，连输钱都不心疼了。小安，这消息来得太及时了。这消息对许叔有用就好。许叔，玉城那桩事没问题吧？事在人为，你放心，许叔记你的好，往后我有一口吃的，就少不了你的。反正我要死了，秘籍留着也没用。我不求别的，只求这几天小哥能照顾我一二，给点好吃好喝的，让我做个饱死鬼。林小哥若是不信，可以问隔壁的千面手，他清楚我在江湖上的名声。五品之下，轻功勉强排前10；五品之上，乃是天降，根本没有排名的资格。五品之上，难道就进入了另外一个武道领域？我只有2品，没资格感受5品以上的实力究竟是何等的恐怖。但我亲眼见过2个6品武者对打，那场面堪比天轰地裂，气势好似排山倒海。我是狱卒，不杀人也不越货。总之有备无患，反正我要死了，这些都是独家配方，跟我一起进了棺材，怪可怜的。你糟蹋无数良家妇女，早该想到有今天。算了，我就承你的好意。杀人越货必备品，这玩意儿好用啊！黑牢的犯人果然都是人才，一个个说话好听，又有本事。当初决定捧黑牢铁饭碗的决定，太正确了。愚蠢！我不死了！玉城之位，岂是尔等小小玉吏能惦记？既然不守本分，休怪本官无情。咱们当一辈子狱吏，想往上挪一步，错了吗？那空降的范铁山，不就多读来了几年书？小安啊，你是读过书的人，赶紧拖拖平江侯府的关系，往别的衙门挪一挪。黑牢这地方埋他不配你。许叔喝多了，喝口茶解解。多谢许叔真心替我打算，这杯我干了，许叔随意。那姓范的，论起对黑牢的门道，10个绑一块也比不过一个老狱卒。凭什么空降做咱们的头？范铁山是1品武者，1品又怎样？
咱们都是没五脉的寻常人，还不如多想想怎么捞2个钱实在。静心诀进展迅速，已经到第3层了。最头疼的还是登云路，我读了几年书，竟然看不懂登云路，必须得尽快想法子攻克的。来就来嘛，还这么客气。让师母见笑了，我来拜见先生，总不好意思空着手来。没什么不好意思，先生在书房，你自去，我去给你们炒2个下酒菜，一会儿你们边吃边聊。吃肉了，吃肉了！眼皮子浅的玩意儿，平日里是没给你吃吗？滚滚滚，别耽误老娘做事。听说你顶替父职，去了黑牢当差，本以为你从此从事剑业，忘了学问。如今你肯来请教，老夫很高兴。多谢先生教诲。我家的情况先生也清楚，为了讨口饭吃，黑牢也挺好的。你呀你，当年读书要是肯多用点功，未必不能考取功名。你要赚钱，大可以去找个商行做事，犯不着去黑牢。商行讨生活，在世人眼中也是建业，同是建业，黑牢少了许多麻烦，没那么多人情世故，相对而言，还是黑牢好些。我知道先生关心我，只是我如今已经进了黑牢，至于将来的事情，将来再说。先生，我还有差事，先走一步。花费13两银钱银票，这年头书籍太贵了。当年大姐在婆家讨生活，还坚持送我上私塾，这份恩情我不能忘。哎呦，来就来，带这么多东西，晚上留下来吃饭啊。姐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弟弟我如今有钱，特意给你置办的。天了，你哪来的钱？你干什么呢？你可不能乱来啊！姐，这些钱来路光明正大，你不用担心我。黑牢每个月除了固定的薪水，还有奖金。我一个人生活又没什么开销，几个月下来攒了点钱，想着大姐身上连一件像样的首饰都没有，就替你置办一套。你送我这些，我也带不出去。我穿金戴银，婆母一件像样首饰都没有，光是淋漓的口水都能淹死我。难不成苏老太还敢抢儿媳妇娘家送的首饰不成？抢倒是不会抢，就是话里话外能将人搓磨死。他要想带，找苏大成要去。姐，你别怕，大胆的带。不了，这些首饰你都拿回去，以后全当聘礼。不行，这是送给你的，哪有拿回去的道理？你养我这么多年，现在轮到弟弟我给你撑腰，你别怕。等一等，这下好了，拥有这个标记的首饰，天下间唯有大姐。他日若是有人胡说八道，这就是证据。你想的倒是周到。不怕1万，就怕万一。倒是难为你想的周到。今儿的中午饭有了，就怕先生嫌弃没有酒肉。哼，他也不想想，一家子这么多张嘴吃饭，他挣的那点10分，能吃个饱饭就不错了。哼，还想顿顿酒肉，美的他。都怪我，来得匆忙，错过了肉摊。我这就去买几斤肉回来，一定要让先生吃好喝好。哪需要你亲自跑一趟？叫2个小的去路口赊1斤回来。不用赊账，赊账岂不是丢先生的脸面？往后杜先生这里怕是不能来了。这范铁山比死去的蒋长河更有手段，大棒加上红枣，把大家都哄得心服口服。蒋长河虽说死的冤枉，可也不算真的冤枉。蒋长河喝酒掉河里淹死，这手法确实有点拙劣。几个生瓜胆子干的活，难免粗糙。云小哥，我等你好长时间。你怎么来了？
我家老爷请你过府喝酒，之前去了你家地帖子，只可惜你人不在。我只好守在黑牢外恭候大驾。这么热的天，你也不请我喝口水。你是说刘忠全请我喝酒？对啊。这刘忠全怎会无缘无故请我喝酒？为何不能请你？见了我家老爷，当面问他不就行了？老爷正在府中等着呢，快随我走吧。守安来了，快过来坐，不用那么多礼。上两回你来我都不在，今儿你一定要陪我好好喝一杯。承蒙管事看得起我，帮了我大忙。这杯酒，我先干为敬。守安来了，还跟以前一样那么客气。老爷，我当初怎么说来着？我就说林小哥是林家少有的懂上进的人，没错吧？娘子的眼光自然错不了。今儿叫你过来，是为一件事。最近黑牢关了一批人，你替我照看照看，别让黑牢那帮老油条糟践人。你告诉他们，银子我管够，别敲那帮人的竹杠。管事指的是最近因为打群架被关进黑牢的2帮人马。刚才你要是满口答应下来，我倒是不敢把事情交给你了。不瞒你说，黑牢上面的人我都会打点到位。可黑牢那地方阎王好见，小鬼难缠，你们狱卒的手段我最清楚。目前来说，里面我只信得过你。至于平江侯府为什么会牵扯其中，你了解那2帮人马打架的缘故吗？了解过，听说是城外柳城后与吴善庭因田产纠纷请了5行的人闹出人命。没错，但那2个地主只是白手套。柳城后背后是我们平江侯府，而那吴善庭背后则是如今在朝中极受老皇帝宠信的少府同臣江明惠。江明惠，号称江贵妃的朝中新贵。哼，就是他。苏县也两头怕，刑部主事也头疼，才把人先糊弄进黑牢。眼下江明惠势大，平江侯府为何还要选择同他硬扛？会不会因小失大？守安，你还年轻，不懂朝局。5000亩土地，他若是客客气气来要，给他便是。可他偏要强抢，那就是打平江侯府的脸。这是平江侯府的意思？这不仅仅是平江侯府的意思，更是所有勋贵的意思。可老皇帝对江明惠那般宠信，真能扳倒他？就算扳不倒他，也要恶心他。管事宽心，黑牢里的那些庄客护卫，守安定当尽心护周全。好，干！我知道你为难，但这事儿还得你来办。关照几个人，只要有银子，事情好办。只是，如果5行的人在黑牢出了事，外面会不会怀疑到侯府头上？你的意思是？我全听刘忠全的吩咐做事，就是想知道侯府的态度，我也好拿捏住分寸。你说的有道理。小安，之前是我看清了你。这样吧，5行的人你也顺便关照1、2，确保人不死就行。这2帮人，一个个进了黑牢还跟大爷似的，打不能打，饿不能饿，骂几句都不行。什么时候我们黑牢这般下贱，就跟龟孙子似的？在别人眼里，我们狱卒一直都是龟孙子。别人都说前世不修，今世才会做狱卒。你猜你前世是什么人？会不会也是个汪洋大盗？有可能。都打起精神来！一个江大人，一个平江侯府，2头我们都惹不起。大家多辛苦些，等这桩案子结了，我亲自请大家喝酒。徐老大，你给上面说一声啊！凭啥好事轮不到，脏活累活全丢给我们？就是，
就我们这群三脚猫功夫的人，给这么大的担子，说不定关老爷就盼着出事。不许胡说！好好给我当差，都警醒点儿。等案子结了，自有你们的好处。小安，你说范铁山是不是拿我开刀，想杀鸡儆猴？许叔怎么会这么想？那他为什么把人权关押在病区大牢？不出事还好，一旦出事，他就可以借机治我的罪。或许是隔壁黑牢已去的张老根抢先了一步，跟范铁山表了态度，亲近起来了。有道理，那我是不是也该找机会和范铁山亲近一二？该表态的时候就不能迟疑。妈的，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等会儿我就去办。有钱拿钱，千万别吝啬，当心过会儿遭皮肉之苦。可我没钱了，就算是借，也要搞一笔钱交上去。不是和你开玩笑，许班头要走上面的关系，你们这会儿不出钱，就是给他找不痛快。干得不错，好好干，以后等有缺了，老子让你当个班头。许叔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干，绝不给您丢脸。听说了吗？朝堂上监察言官一众憋着劲儿，开始在弹劾那江明慧，说他与民争利、贪腐枉法，最要命的是告他阴虚大志。这回怕是悬喽。过了，弄巧成拙。怎么就过了？现在满朝都在弹劾江明慧，你怎么还唱起了反调？监察言官弹劾江明慧阴虚大志，结果朝堂众臣居然一拥而上，这在外人看来，岂不是反过来证明江明慧是无辜的，是被孤立迫害的？现在这局面只让老皇帝认定是有结党营私之辈要害江明慧，反而会更加信任他。可以啊，小安，没想到你还懂朝局。不过你也姓林，平江侯府要是倒了，对你没影响吧？我跟平江侯府早就出了武藤，就算是夷三族也轮不到我头上。神了，局势又变了。前天满朝文武还在骂江明慧，结果下午几位皇室阿哥又引火申了。看来平江侯府那边还是有聪明人啊，先前居然是故意示弱引蛇出洞，这转眼间就逆转了局势。我就说嘛，江明慧那个小人怎么可能次次都赢？因为这事儿，刑部今早已经把那吴善给抓了。小安，你怎么不高兴啊？我没有不高兴，我只是觉得平江侯府这一招自负了些。你管那么多做啥？横竖我们就是个狱卒，每月拿银子吃肉，操那闲心干嘛？大壮哥说的对，是我胡思乱想了。兄弟们，吴善庭都倒了，那帮武行的流氓肯定没好果子吃。趁着六扇门还没来接人，咱们赶紧去把大刑伺候上，先从他们身上狠狠刮一波油水出来，免得便宜了外面的捕快。许叔，万万不可财迷心窍。怎么了？现在吴家都垮了，还不能捞一笔？局势看似明朗，但江明慧迟迟没有下马。日后万一江明慧翻盘追究起来，您和咱们弟兄说不定统统都要人头落地，稳妥起见，按兵不动。你真的认为江明慧还有翻盘的机会？许叔，朝中论起谁最懂老皇帝的心思，有谁能越过那位江明慧去？老话都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小林啊，以后许叔做事若是过于急躁，你要记得提醒许叔一声。我们黑牢丙区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你也不希望大家出事吧？只要许叔不嫌弃我多嘴就好。不嫌弃，不嫌弃。小子，你到底懂不懂规矩？一个新丁竟然敢坏了大家的财路，找死吗？鲁大壮怎么教你的？跪下，给张头磕3个头！看在你死鬼父亲的份上，这回就饶了你。跪下！跪下！特妈的，你听不懂人话吗？赶紧跪下！我林守安这辈子只跪天地父母，你们想让我跪下，还不够格。
小子，口气很大呀！你这是在找死！林守安，我不管你有什么依仗，平江侯府是不是你的本家？这一回，你犯了众怒，跪下磕头认错，我大度不再追究。否则，鲁大壮不肯教你的，我亲自教。认错？我何错之有？张头何必同他废话？打一顿他才知道什么是该做。果然世人都是欺软怕硬的贱物。小子，过来让我看看。你明明没有五脉，为何能修习内功心法？你身上有古怪，你走近些，让我看看。好，好，好！你没有五脉，却能在我手底下走过3招，不得了，不得了啊！你没五脉，却能修习上乘内功心法，古怪，真是古怪！你看得出来？你果然修习了上乘内功心法！你诈我！兵不厌诈，小子，你到底有什么古怪？没有五脉，却能修习上乘内功心法，还不死的人，你是第一人。敢问前辈几品？老夫刚进来时5品，现在嘛，约等于3品，是不是很震惊？真正该感到震惊的人是老夫。老夫在3招之内竟然没能制服一个没有五脉的普通武夫，真乃奇耻大辱！敢问前辈，你能否看出我的深浅？若前辈都看不透的话，那看来我的功法还是有独到之处。小子，莫非你的内功心法格外特殊，专门为你这样的普通人创作的？不对，不是功法的原因，而是你本身就有古怪。小子，你究竟有何古怪？快如实说来！别以为老夫不知道你在天牢当差都做了什么，以微末利益套取他人的武功秘籍，这些日子收获想必很丰富吧？前辈莫爱说笑，我就一个普通人，哪有什么古怪？我真要有古怪，就不会在天牢当狱卒。公开透明的交易，全靠你情我愿，从无强迫，何来套取？前辈说话着实过于难听。呸！这天牢的犯人在你们狱卒面前就是待宰的牛羊，说什么你情我愿？前辈此言差矣，此时此事，又岂可用彼时彼事来对比？和我交易，至少能让他们日子好过一点，多少能感受到一点尊严。再说了，犯人也可以选择不交易，我从不勉强。强词夺理！黑牢，律法具体之所在，又岂能拿外面的游戏规准来衡量黑牢的做派？前辈，你迂腐了。前辈何必同我置气？无非是如今强弱颠倒，令人唏嘘。难怪前辈心有怨气。你既然知道黑牢暗无天日是在吃人，为何还要甘当狱卒，为虎作伥？前辈，我要吃饭啊！你读过书，哪里都能吃饭，没必要做狱卒，这行当有损阴德。可是我还想习武，外面习武有多贵，前辈知道吗？你倒是实诚。好叫前辈知道，我最大的特点就是诚信。你是想让老夫拿秘籍换吃食酒水？
也可以不用。哈哈哈哈！你可知老夫是什么人？为何会关在黑牢数年无人理会？下次带上吃食酒水，老夫便说与你听。小子，你知道外面有多少人想从老夫这里套话吗？我不信。如若真有很多人想找你套话，为何这些年不曾有过一个人来审你？审？他们敢审吗？他们既然不敢，为什么还让你活着？我死了，岂不是便宜了我？小子，告诉你也无妨，老夫当年浑号杀人魔。你真是杀人魔！如假包换！10年前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被千刀万剐，这个你得问官府，为何李代逃将，鱼目混珠，欺瞒世人？这其中有大秘密呀！小子，想立功吗？想升官吗？想，不过我可不傻。不过，改日我依旧会给你送来吃食酒水，就当是感谢你替我解惑。只要我放出风声，你就活不到炼成登云路的那一天。就连你身上的秘密，3目之下，迟早被人审出来。你敢威胁我？求前辈看在我还算恭敬的份上，饶我一次。以后吃食酒水我包了。小子，你不用怕，只要我活着一日，你就死不了。可是五品武者可得100寿序，你怕什么？如此甚好，从今以后，我可就盼着前辈能长命百岁。小子，你拿着登云路，却没有师傅指教，全靠自学，恐怕有不少谬误。你有任何疑问，以后都可以来询问老夫，前提是只要你听话，老夫就亏待不了你。我知道了，前辈放心，小子有自知之明，小子明日就给前辈送来吃食酒水。如此甚好。听说张二牛那厮带人堵截你，没事吧？多谢大壮哥关心，我没事。要不要我替你出面同张二牛说和？暂时不用，我还能应付。你千万别和我客气，张二牛那厮就是个小人，贪财好色，欺软怕硬。我先自己想办法解决，真的解决不了，我再请大壮哥出面。嘿嘿，这样也好，有困难千万别藏着掖着。嘿嘿，夫子，我以前听说过10几年前大名鼎鼎杀人魔一事，真有这号人物，我还以为是假的。这事儿你要问别人，未必能问出1、2、3。老夫倒是知道些内情。杀人魔姓段，大名铁锁狂，身具5脉，仗着武力，伙同乡间几个伙伴纵横乡里。后来朝廷对北边用兵，铁锁狂都被征召入伍，进了军队如鱼得水，很快得到提拔。他不仅当过兵，还当了武将，纵然不修私德，行事张狂，常年在外。女方年龄大，父母写信让他成亲，他认为女方配不上，除非自贬为妾才接来。女方父母大怒退婚，段家父母羞愧同意。他得知后大怒，说女方不识好歹，扬言给个好看，竟偷偷跑回老家，将女方满门屠杀。果然是个恶人，手段毒辣。然后呢？他被抓起来了吗？那几个好兄弟一算时间就知道是他干的，亲自质问过。他担心败露，算计兄弟一起毁去一切。整个村323人悉数湮灭于火海。传闻铁锁狂从外乡人嘴里撬出了一个秘密，从那以后，铁锁狂开始以其无情抹杀为乐。他的事情败露，靠山不保，于是借打仗的机会炸死，顺带着将他几个兄弟都给彻底除掉了。手段真够狠够毒的。后来呢？铁锁狂诈死之后，隐姓埋名，就干起了杀人越货的勾当，最后落进了陷阱，被当场抓获。后来被判了凌迟，千刀万剐，死不足惜。行刑那天，杜夫子亲眼看到了吗？那般血腥场面，看他作甚？公开行刑，却又将刑场围起来，不许人看，说是怕民众闹事。
怕是为了掩盖李代桃僵的真相。铁索狂在军营多年，应该有很多袍泽，好歹判个斩立决也比凌迟好。没听说有军中袍泽替他说话。据说铁索狂性情乖张，军营里面的人姑母都被他得罪完了，哪有什么袍类？哼，不对啊！若不是军中袍泽保下了铁索狂的性命，那究竟是谁保的？还能玩出移花接木的把戏，将天下人都给戏耍了。以夫子的高见，他为何自毁前程？这种事情哪说得清楚？人狂有祸，传闻行事张狂，所以他诈死前杀了几个兄弟。此中内情，老夫无从得知。你不妨走走侯府的关系。侯府哪里看得上我这个小小狱卒？前阵子侯府真有人提起你，侯府管的未免太宽了。你爹好歹是狱吏，不是狱卒。了解了铁索狂的劣势，我越发意识到惹来了一个大麻烦，要命的大麻烦。不管是谁在保他的命，不管他身上有无秘密，此时此刻，我的名字说不定已经上了某个大人物的桌头，欲除之而后快。这铁索狂眼下就是个烫手山芋，看来我很难独善其身，置身事外了。像铁索狂这种人，谁会心甘情愿地保他？这里面肯定有见不得人的交易。小子，明儿我想吃卤牛肉，先给我来5斤。没问题。喂，我让你走了吗？前辈也不希望我现在就出事吧？想要找到像我这样好使唤的人可不容易。小子，你有种，你就不想听听老夫的故事？不瞒前辈，昨日找人打听了杀人魔的案情，听完后很是不适，还请前辈见谅。你也认为那些人都是我杀的？人都是我杀的，我罪该万死，千刀万剐，死不足惜。可我还活着，你猜猜为什么？无非就是交易、把柄、利益权衡，逃不出这几样原因。哼，总不能有人报恩吧？你小子有点意思，嘿嘿，别人见了我都得尿裤裆，你竟然还能分心同老夫打言语关系，不算计你一把，都对不起我自己。我100%肯定，他正在戏弄我，想要故技重施，玩弄我的人生。我只要表现得无可奈何，迫于淫威，就能取悦对方，恶心透了。多谢前辈看得起我，可惜我只是一个小小狱卒，帮不了什么忙。哎，此事不着急，时机一到，老夫自会吩咐你如何做。狗东西！不似人子！我还真没死，太子就想收拾我身边的人，怎么着？盼着我早点死，好继承皇位吗？江明慧这性尽小人，我必除之而后快。太子包藏祸心，已经等不及了。区一个江明慧都容不下，说不定哪天……早知道江明慧会输这场官司，我就不该听你的话，大赚一笔多好。许叔真的认为江明慧输了？他都被罢官了，不是他输，难不成是他赢？行了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我也不是有意怪你，只是可惜了一笔银子。这回的事情我就当买个教训，你自去忙吧。徐满仓的想法我左右不了，只能说此子不足为谋。别往心里去，这回的案子大家都没钱拿，还白操这么多心，大家心里头都有怨言。江明慧简在地心，迟早官复原职。你怎么看出来的？老皇帝可是罢了他的官职。罢官只是权宜之计，度悠悠众口。毕竟江明慧这几年犯了众怒，可正因为他犯了众怒，在老皇帝心目中他越发可信任。一个无依无靠的孤臣，唯一的依仗就是老皇帝的宠信。这只是你的一面之词，做不得准。今年年底就能见分晓。这事儿你要是说准了，到时候我请你喝酒。张二牛找你麻烦，我替你出头，不用怕。多谢大壮哥，张板头是知礼的人，应该不会无缘无故找我麻烦。天没黑啊，怎么说起了胡话？哼！张二牛这厮行事越发张狂，我看他能狂到什么时候。大壮哥喝酒，林小哥可算回来了。你等了很长时间，
也就一会子的功夫。你来做什么？哎呀，来的路上口渴，林小哥要不请我喝杯茶？能被刘忠全看中，小川哥能耐非凡。我只是命好，这辈子对刘忠全死心塌地跟随，以报大恩。不知刘忠全有何吩咐？刘忠全吩咐我将这封信亲自交到你手中。没别的吩咐，没一句口信。我的任务完成了，林小哥的茶水很好喝，告辞。刘忠全也是言而有信，官司才刚结束，就派人送来银票。这段天林留不得，必须想办法做了他。可是，什么声音？发生了什么事？靠！劫牢！有人硬闯黑牢，赶紧抄家伙！赶紧出去救援！有人劫牢！杀！这是天赐的机会。我郑愁怎么弄死段天林，而不会牵连到自己头上？没想到机会这么快就送到面前。啥意思？让他们做炮火，居然没第一时间跑出去。无所谓，我要的只是混乱。剑客，那个武行剑客，我并没有认出他，但我认出了他手中的剑。武行竟然会接劫狱的活儿，劫的是谁？他要劫的人，莫非就是段天林？段天林如果被劫走，那我的秘密岂不是暴露了？不行，绝不能让他劫走段天林。是不是姓宋的派你来杀我？10年了，他终于等不及了！快剑里竟然是来杀段天林，真是天助也！援军来了，黑老隔一条街就是六扇门，一旦让六扇门的高手过来，不光快剑里要死，段天林也能活命。绝不能让段天林活着等到六扇门的人到来。老天不开眼，顾不上其他，先躲起来，绝不能让六扇门的人知道我在这里。哼，竟然是你，是他派你来的，知道就好。做事如此拖拉，还要本官来善后，要你何用？属下知罪，下次不要再犯错。他一定是发现我了。和我想到一处的狱卒不少，打开牢门，放出犯人，制造混乱。风琴，撤火！没事吧？多谢大壮哥关心，我没事。大壮哥怎么样？没受伤吧？和你一样，血都是别人的。我躲在牢房里，幸运躲过一劫。你呢？一样。一开始看你冲那么猛，还担心你小子。总要做个样子。谁来了？这么大的阵仗。左侍郎大人亲临现场，最近几天大家都小心些。多谢大壮哥提醒，我知道了。左侍郎大人乃是2品武者，还有进士功名。这年头的读书人都这么猛吗？出自稷下学宫。左侍郎大人来自稷下学宫，正是。可惜你没有五脉，否则也可以试着考一考。有多少犯人被杀？哼，启禀大人，有5名犯人被这群劫狱悍匪杀害，没有劫走1人。大人恕罪，泥老鬼失踪，应该是被劫走了。泥老鬼什么来历？就是个无名小宅，不值一提。一个无名小卒能让人千方百计出动10几个江湖悍匪劫狱，
你竟然和本官说不值一提，简直荒唐！你如此鬼鬼祟祟，莫非是在遮掩真相？大人息怒，下官翻阅了卷宗，泥老鬼确实有令人值得关注的地方。废物！我不管你们背地里都干了什么，每个人都擦干净自己的屁股。若是查到谁的头上，私通内外，你们有一个算一个，都吃不了兜着走。许头，你说句话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哪知道怎么办？你们最好没有和外面串通。他妈的，我被你们害惨了！许头，你不会真的以为我们当中真有人和外人串通一信吧？哼，有没有你们自己最清楚。范芋头说的没错，我不管你们都干了些什么，赶紧将屁股擦干净，别让人抓到把柄。什么人？醒了就起来吧。快见礼！如果来的是锦衣男，我现在已经死了。喝吗？你就不怕我杀了你？你如果要杀我，早就动手了，犯不着同一个小小的狱卒啰嗦。你也知道自己只是一个小小的狱卒，却有胆量谋害铁锁狂。你别污蔑人，我是想放人出来救大家一命。你是真不怕死啊？你以为我没有证据就敢乱说吗？毒药被搜出来了，邓云路会不会也被搜出来了？我只是以防万一。一个人有没有杀心，你以为你瞒得住？听人说这些日子你没少照顾铁锁狂。我是被逼的。他为什么逼你？我刚来大狱，看我好欺负，他想利用我。你哪来的自信，竟然敢浑水摸鱼，妄想杀了铁锁狂？总得搏一搏，万一成功了呢？我不想被人威胁，谁知道他在外面还有没有党羽同伙？我一个人无所谓，我还有大姐，大姐养我长大很不容易，我不能连累她。你胆子不小。这位大侠，看在我们合作过一次的份上，能不能给我一个痛快？你之前信誓旦旦说我不会杀你，这会儿怎么又怕了？我仔细想了想，我只是小小的狱卒，何至于让堂堂二品武者亲自跑一趟？放心，这次不杀你。这次不杀，难道下次杀吗？能不能来个痛快点的？多谢大侠。大侠放心，今天黑牢发生了太多事，过于混乱，我怕是这辈子都想不起白天的事情。不过，你要帮我做件事情。大侠请吩咐。我听说黑牢少了个犯人。泥老鬼，我至今没见过那个犯人的正脸，天天都趴在大牢房里，据说只是个无名小卒，一进黑牢就受了大刑，身上的伤一直没好。你相信泥老鬼真的是无名小卒吗？白天的时候，刑部左侍郎大人也是这么说的，真的没有任何值得关注的地方。想办法打听清楚泥老鬼的确切身份。我何德何能被委于重任？不过命保住了。斗胆问一句，大侠和那帮悍匪不是一起的吧？锁嘴！大侠教训的是，以后保证不问。不过大侠也知道我的身份，我就是黑牢最底层的狱卒。泥老鬼，至今为止，我可以确定，没有人发现他有任何奇特之处。一个受了大刑、浑身是伤、没有医药却一直没死的人，还不够奇特？这大侠的意思是，泥老鬼修炼的武功很奇特？是不是？需要你去查线索，有了线索直接送到武行，只要办成这件事，保你性命无忧。多谢大侠。终于送走了瘟神。谢天谢地，邓云路没被搜走，所有的武功秘籍都躺在包裹内，我的秘密藏住了。此刻可以确定了一件事，快剑里没有看出我修炼了内功心法。当初铁锁狂之所以能看出来，是因为我动了武，使出了刀法吧。看来往后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能和人动武，尤其是和真正的武者。大壮哥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一大早过来，就看见六扇门的捕快进进出出，我还看见了锦衣卫的贩子。难道锦衣卫要插手查案吗？小林，泥老鬼你天天巡视，有发现异常吗？没有啊，天天趴在牢房里面，我连他长什么样子都没见过啊。话是这么说，可是上面逮着泥老鬼不放手，我们只能照着上面的吩咐办事。可是我们只是狱卒，连案卷都接触不了，又能知道什么？不在于我们知道什么，而是上面认定我们应该知道点什么。靠！泥老鬼一天到晚连个屁都不放，我们能知道个屁？上面的人都这么想当然吗？别说了，你仔细回想回想，任何细节都不要放过。我一会儿问问左右牢房的人，问不出来也要问，实在不行就大刑伺候，必须拿出点东西给上面交差，记住了吗？哼。
你怎么进来的？连飞鸟都难以落脚。下次你可以敲门进来。我的来去还要你管？晚上吃羊肉啊？不错，我最爱吃羊肉。既然你喜欢吃，我再去买2斤羊肉回来。不用，你家养了鸡，杀1只鸡够了。没想到你竟然擅长厨艺，总不能顿顿在外吃，太浪费钱。你怎么不讨个媳妇儿？这家里就缺个女人。等攒够钱再说。你帮罗家人，难道罗啸天没给你钱？谁都不会嫌钱多。你大姐不过问你的婚事。我和大姐早就商量好了，晚几年再说婚事。饭菜好了，是在屋里吃还是院子里吃？你怕冷吗？不怕冷就院子里吃。行，我没下毒，谅你也不敢。倪老鬼被抓，是因为他在酒楼用餐，同贵人起了冲突。被抓起来后，他又交代不出身上财物的来历，于是按照数十罪被投进了黑牢。刚进天牢就历经极其严苛的盘问，受尽百般折磨，也没敲出1文钱。据说他口音初听是京城人，但带点外地人学京城话的调调，判断是外地来的，具体哪儿来的至今不清。就这些，6扇门搜了个底朝天，没查出线索。不过倪老鬼手有老茧，是习武之人，却无武脉。倪老鬼纯靠意志力熬了那么久，还活着被劫走，不然呢？除非他有隐脉，底下人眼界不够看不出。隐脉吗？隐脉者万中无一。到底什么是隐脉？谁都说不清。表面看是普通人，需5品以上武者打通方可修高深武学。就是不通且隐藏极深的武脉，5品以下看不出。对，大部分武者分辨不出。那你分辨得出吗？看我有没有隐脉。我不懂分辨，但确定你没有。凭什么断定我没有？上次京城出现隐脉是10年前，可见隐脉何其罕见。10年前那个隐脉如今怎样？功成名就了？死了。隐脉一旦被发现，稷下学宫就会吸纳，之后就没有之后了。感情隐脉竟然是唐僧肉，既然罕见，为何要杀？隐脉能隐藏修为，宗师也看不出深浅，且修炼奇快，极易步入宗师境界。天选之子，隐脉武者根本就是天选的刺客。武学天才，看不出深浅，完美伪装成普通人。如何判断一个人有没有隐脉？我不知道，只有稷下学宫有办法测试。这么神秘，你说呢？锦衣卫也插手，是不是上面确定倪老鬼就是隐脉？我不知道，这事需要你去确认。你不是认识？你是想说我认识官府的人，甚至怀疑我就是官府的鹰犬？我就想着你关系肯定比我广，认识的人也多。你不妨再顺耳听听，确定一下消息的真实性。我真的不行。林守安，你似乎不清楚自己的处境。我尽力吧。我相信你能办成此事，事后少不了好处。走了。快剑里的威胁在意料之中，真正让我心头发冷的是，隐脉的处境竟然如此危险。我如果伪装隐脉，岂不是找死？这事到底该怎么破解？等等，当初铁锁狂怎么没有将我往隐脉上猜想？是因为我武功太过低微，还是说他没有见识，根本想不到隐脉？有没有钱？你这身上什么味儿？赌了一晚上，1天1夜，输了多少？特妈的，这几回运气都不行，全输光了。输光了？刚发下来的薪资，10几两银钱银票全都输光了。其实一开始我是赢了的，谁想到后来新来了一个小子，特妈的全都输了出去。这可是我的老婆本，你可别又输光了，还是少赌点儿。谢了，兄弟，这次我肯定能翻本。你打算又去赌坊？这回我找张二牛那厮翻本。我已经和黑牢甲区大牢的人联系好了，今晚他们那边有局，你要不要去？案子还没结，上面说不准就会下来查案。放心吧，出不了事儿。大晚上不会有人来黑牢查案。再说了，今晚是黑牢甲区做东，查不到我们头上。得，我先去睡一觉。如果有事儿，你就派人到黑牢甲区找我。行了，你去忙吧。
小林，帮我盯一盯40号囚室，那小子不老实，明天就抓他打钱。40号囚室犯了什么事儿？地方上的小世家自以为是，跑到京城充大头蒜。懂。如果13号真的是隐迈，藏的可真深啊。其实，假扮隐迈还是有操作的可能性。只要我武功足够高，加上易容术，完全有可能蒙混过关。犯了什么事？他们冤枉我盗宝，那分明是我家的宝贝，凭什么冤枉我？就凭你身怀宝贝，还没靠山，说吧，什么宝贝？一尊琉璃盏，用来送礼的。你家长辈人呢？放心，你一个人来京城。我是偷偷跑出来的。你得庆幸自己被抓来黑牢，而不是被人骗去矿山做矿奴。在黑牢交了钱，你就还能活。要是被卖到矿山，你自己掂量吧。你们要对我用刑，我什么事都没做啊！跟我较这些没有用，我劝你赶紧乖乖的将钱拿出来买平安。你在京城有认识的人吗？也可以通知你的亲戚朋友，让他们花钱保你出去。我有朋友，我朋友有钱，真的有钱。这位大人，你能不能帮帮我？我不想挨打，我不想死在黑牢。上面当官的好阴险啊！趁着大家松懈的时候来个突然袭击。今晚人员不齐，留在值班室的人还在赌博，被抓了现行，完蛋了。给大人请安，未能及时迎接大人，请大人恕罪。你就是唯一在当差的那个。回禀大人，刚好轮到小的当差。哼，早就听闻黑牢管理混乱不堪，一干狱卒，五毒俱全。偌大的黑牢，竟然只有一个狱卒在兢兢业业当差巡视，真是令本官叹为观止。求求别夸我，越夸我越危险，赶紧查案去吧。尔等识朝廷俸禄，却在当差时间聚众赌博，黑牢巡视大事竟然只交给一个人当差，简直荒唐！尔等知罪吗？知罪，请大人再给一次机会，我们一定改正。本官一直相信惩前毖后，有过当罚，有功必赏。但是尔等狱卒最是恶毒低贱。今晚当差的人不止你们，至少有一半的人不在岗位上。在岗的人，也仅有1人在遵守职责当差。此情此景，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啊！怎么，尔等不服吗？不敢。比起那些缺岗的狱卒，尔等勉强还算有可取之处。这是要放过我们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回禀大人，小的大名林守安。姓林。本官之前听闻平江侯府有个族人在黑牢当差，莫非就是你？回禀大人，小的这一支早在父亲那辈就和侯府出了五常。没想到啊，堂堂侯府后人，竟然也沦落到做一名低贱的狱卒。不过，你能恪守职责，很不错。谢大人，小的只是恪守本分。偌大的黑牢只有你一人当差，其他人要么缺岗，要么剧毒。不知大人深夜而来，未能远迎，恕罪恕罪。不知大人深夜突袭黑牢，所为何事？莫非是之前的劫狱案有了眉目？堂堂武者竟然屈居玉城一职，黑牢这地儿还真是惊喜连连。都是给朝廷当差，给陛下分忧。说得好，范玉成，请起来说话。
本官今儿原本是在衙门内翻阅卷宗，突然想起其个细节，故而来黑牢查看。没想到正好撞上这帮狱卒聚赌。虽说黑牢自有法度，这地不归本官管，但既然看见了，本官总不能无视。大人明鉴，黑牢阴寒潮湿，狱卒都是普通人，长期在黑牢当差就怕身体扛不住，因此只要差不出岔子，一些不太规矩的事情都是允许的。范玉成说的有理，只是偌大的黑牢仅有一人当差，似乎不合适吧？竟然如此荒唐！大人放心，此事下官一定严查，严惩不贷。如此甚好，时辰不早，本官先去13号囚供查案，你们忙。下官陪着大人。不用，本官查案，不喜有人在旁打扰。范大人，平安了吗？平安个屁！落在孙侍郎的手中，都是你们活该。孙侍郎暂时不追究你们，那是给右侍郎大人面子。早就提醒过你们，披风紧了，一个都不听。那天人头落地都是活该。来个人，去13号囚室看着，让小林去。小林当差用心。你赶紧跟过去看看，有什么情况及时回报。领命。孙大人会追究我们吗？先把眼前的事情做好，别管其他的。我们走。好死不死，居然撞在孙侍郎的枪口下。黑牢甲区的人呢？来个人，去将万玉成、张玉成都请来。请大人救命！请大人救命！范大人，能否给句实话？今晚这事儿有没有转圜的余地？若是需要物资打点，我们一同筹措，想必还是能凑出来。哼，这不是银子的问题。你可知道，孙道宁同武大人素来不和。孙侍郎一心查案，哪有心思过问黑牢的闲事？但是他不过问，却不妨碍他在关键的时候顺嘴提一句：武大人若是丢了面子，尔等能好得了？我等低贱之人犯了错，理应受罚。本想亲自到武大人跟前请罪，奈何怕污了武大人的眼。此事还需范大人帮帮忙，感激不尽。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，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。大人的意思是，总得有人出来承担罪名。明白，我会尽快将名单交上去。如此甚好。哼哼，聚众赌博、缺岗偷懒，放在平时不算什么大事，但这回算你们运气不好，撞在了枪口上。范玉成的话，刚才你们都听见了。一个人50两银子，2天时间赶紧凑齐。还有，银子只是用来保住你们的命，狱卒这份差事能不能保住，我说了不算。50两，要我们的命啊！嫌多吗？嫌多可以不交，后果自负。就不能打钱吗？打，就知道打钱！打完钱替你们擦屁股，下个月发薪水的时候你们自己掏钱吗？还要不要吃饭了？知不知道上面已经半年没拨款了？别指望打钱，就这样，都给我散了！叔，这回你一定要帮我！我是真没办法了，谁能想到人倒霉，喝凉水都能塞牙。先保住这份差事，最多2个月，我一定还你。
大壮哥，不是我不肯帮你，我的情况你又不是不了解。我来黑牢也就半年多而已，每个月的钱全攒着，也拿不出2份50两，我最多还能借给你5两银子。大壮哥，千万别嫌少。好兄弟，这份恩情我记住了，你现在就把银子给我，我还要想办法从别的地方搞点钱。银子不在身上，要明天才能给。行，明天一定要带银子来。银子交上去没几天，真正的危机来了。张二牛，本官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扒了这身皮去做倒便桶抬尸后的杂役，要么立刻滚出黑牢。我张二牛好歹也是1号人物，离开这儿照样有地方混，要我做倒便桶的杂役，做梦！兄弟们，我们走！大人，我不想走，我愿留下。算你识相，留下继续做你的狱卒吧。守安啊，自从你来到黑牢，表现得一直很不错。孙侍郎突袭那晚，你是唯一一个在岗当差尽忠职守的人，好歹为黑牢糊住了面子，不至于全军覆没。当不起大人夸奖，小的只是恪守本分。你最大的优点就是恪守本分，不愧是林家人，和那帮老鱿鱼相比就是不一样。听说你读过书？回禀大人，小的读过几年书，只可惜没读出来。本官也是读书多年，不曾读出来。科举一道难啊，但我辈读书人志存高远，纵然考不了科举，也不能堕了志气。大人的教诲，小的铭记在心。很好，虽然不得已从事狱卒这份差事，却依旧坚持读书人的气节，没有和其他狱卒同流合污，本官很满意。都是应该的。黑牢甲区出现了缺口，考虑到黑牢甲区需要读书识字的人，本官打算将你调去黑牢甲区当差。你不乐意？不敢欺瞒大人，黑牢甲区万墨林同我有些过节，我若是去了，只怕会耽误了差事，辜负大人的期望。哦，放心吧，本官已经问过万墨林，他没有意见。他还说他一直想要补偿你，你千万不要推辞。看范铁山的表情，我要是继续拒绝，恐怕吃不了兜着走。多谢大人给我机会，小的一定会好好当差。这就对了嘛！你和万墨林那点小矛盾，本官相信你的智慧一定可以顺利化解。是，谨遵大人吩咐。不错，不错，本官看好你，好好干，明儿一早就去报到。你得罪范铁山了？我不知道，徐叔有没有内幕消息？你有没有得罪姓万的？我心里哇凉哇凉的，看来我的好日子到头了。只可惜了黑牢丙区的秘籍功法。姓万的又没有3头6臂，怕他个屁！来，今晚不醉不归。这些日子处处受人挟持，说到底还是我太弱了。但凡我有个2、3品的实力，何惧他人？诡异的力量反复冲刷身体，每当濒临死亡的临界点，长青果就会瞬间修复身体，这酸爽。这样下去，最多2、3个月，第1篇就能圆满。我升职了，从明天开始调入黑牢甲区当差。你交代的事情，恐怕得另寻高明。你叫我来，就为了这事。小的见过万大人，既然来了黑牢甲区，以后好好干。范大人很看好你，正好少一个班头，你就顶上吧。我当班头？黑牢甲区这么多前辈，他们应该比我更合适。哼，他们只是勉强认识几个字，而你正经读过书。范大人说了，甲区就需要你这样的人才。怎么，你对我和范大人的决定有异议？大人误会了，我是担心其他人不服气。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。这是排班表，拿去吧。以后就照着这上面的时间当差。这里不是丙区，莫要将丙区的风气带过来。
你们都知道，因为剧赌的事，上面清理了黑牢，能留下来的必然有过人之处。我就是那个幸运儿，调来当你们的班头。我没别的要求，该巡视巡视，该当差当差。那个，还有什么事？之前赵班头在的时候，曾收了一笔钱。赵班头收钱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这笔钱大家都有份儿。把话说清楚。林头，事情是这样的，当初赵班头在的时候，收了一个工部范氏官员的银子，答应帮忙照顾第几句话，钱只收了一半，剩下的一半，林头你看。先跟我说说甲区的规矩，同丙区有什么不同？各班负责一片牢房，钱的分配4成上交万墨林，3成入公账发钱，剩下3成由我们私下分，班头独拿1成。是的，这是老规矩。班头拿1成，难怪甲区的赌局这么高端。班头拿1成，上面没意见吗？林头有所不知，甲区的犯人身份不一般，需要班头关照上传下达。你们都识字？我认识100个字，我认识300个，我比他们强，能读完一本千字文。特妈的，所谓的识字，真的就是认识字啊！说回钱的事情，你们之前只收了一半的钱，也就是说，你们上交的钱还不够数。现在需要我替你们找补。万墨林已经在催了。那就找工部那个犯官，让他交出剩下的钱。那人说要和林头亲自谈才肯给钱。来个人，给我说实话，之前赵头到底承诺了对方什么事？你们一个个都是黑牢老油条，我就不相信你们没办法对付一个犯官。林头有所不知，那个犯官的小姨子是东海王的小妾，据说极为得宠。黑牢甲区果然名不虚传。我在黑牢丙区接触的最牛逼的人，也不过是个武馆老板。来到甲区不到1个时辰，就听到了东海王的宠妾。既然他的小姨子是东海王的宠妾，为何他还关在黑牢里？不关黑牢，关进锦衣卫赵瑜不合适吧？是啊，关进赵瑜几乎就没有了转圜的余地。关在黑牢，好歹还有出去的机会，说不定还能官复原职。感情官员被关进黑牢，竟然是照顾，是优待。所以呢？所以林头愿意出面吗？对待这里面的犯官，你们都如此小心翼翼吗？差不多吧。这些当官的关系遍布朝堂，谁也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能翻身。你们之前收了多少钱？300两。意思是还剩下300两没收。正是。赵头的钱拿了吗？赵头之前拿了20两。前面带路。看在银子的份上，我就替赵头擦个屁股。黑牢甲区搞银子只能来文的，有点意思。金大人，我们林头来了，你有什么话尽管跟林头说。你要见我？靠！我的人竟然听从一个犯官的吩咐，等忙完这事，必须敲打他们。你想谈什么？真是年轻气盛啊！不气盛还算年轻人吗？说吧，你要如何才肯交出剩下的银子？赵头在的时候曾答应老夫一件事，只可惜事情还没办完。赵头因为聚众赌博一事被开卷，如今这事儿自然就落到了林头你身上。什么事？当初赵头答应带人进来，至今还没把人带进来。你在说什么？林头何必明知故问？带什么人？我府上的管家，事发突然，家中杂事很多都来不及交代一句，烦请林头行个方便，将我家管家带来见一面。你放心，只要见到人，银两如数奉上。荒唐！你当黑牢是你家后院吗？林头这是要反悔？哼，这事儿是上任的锅，你要是有本事就找赵头给你办。林头就不怕万墨林追责？我这一单你们还没完成哦。你等着！你们到底在干什么？这里是黑牢，你们竟然答应犯人帮忙带人进来见面，上面知道你们这么干吗？林头有所不知，上面其实一直都知道，一直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只要不出事儿，上面不会追究的。万一出事呢？万一有犯官家属勾结呢？你们承担得起后果吗？可是这么多年都是这样做的。那些当官的比任何人都要惜命，他们不会乱来的。据我所知，今年黑牢甲区已经病故了3个官员，那3个官员自知难逃一死，提前解脱。这是你们找的借口。有时候上面也乐意这些犯官默默死在黑牢里。其他班头也这么干？这些事情万莫一清二楚，范铁山想来也是清楚的。黑牢甲区一些规矩，狱卒都默认不能往外吐露。姓金的犯了什么事？好像是贪污。钱富贵，
你走一趟告诉姓金的，涨价了，他要补齐500两，我就答应他。林头，这不合适吧？是不是该讲信用？和犯人讲什么信用？再说了，600两是赵头的价钱，现在是我林守安做主，我的价钱就是800两。我认了他之前交的300两，已经很给面子。以后凡是涉及到黑老甲区的传统，必须事先说清楚。像今天这种情况，我不想再遇到。还有，请你们记住，我才是你们的头。是，林头，金大人那边很痛快，只要将他府上的管家带来，他立马兑现500两。还是林头有见识，拿这些犯官的钱，就是替他们消灾，功德无量啊！还有别的吩咐吗？林头，我们4个商量了一下，预备今晚在迎客楼置办一桌，还请林头赏脸。行，今晚大家迎客楼吃酒，我请客。哪能让林头破费？我们请，林头千万别和我们客气。我一个新来的，转眼就成了班头，大把的狱卒100个不服气。我吃长几岁，托字叫你一声老弟。李哥客气，小弟出来还望多多关照。胆小还有理了，是不是男人？我们组当初10个人，最后只剩下我们4个，不就是因为我们胆小吗？上面在催我们交钱，如果我们不配合林头，耽误了正事，这个责任谁都承担不起。你们不在他手底下当差，当然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。我可不想丢了这个饭碗。他林守安算个屁，一个破落户，到黑牢当差满打满算也才半年多而已，你们干什么怕他？林头很有威严。什么威严？屁的威严！10几岁的小年轻，毛都没长齐，哪来的威严？别跟我说你们不知道他的来历。他和平江侯府早就出了5副。你说的都有道理，可是万墨林可不管这些，范铁山更不过问这些事情。上面的主事官上面还有郎中大人，大家都要分运银子。我们的事儿都是小事，耽误了大人们分运银子，那可就是天大的事儿。是啊，原本这单就拖了好长时间，已经不能继续拖延下去。再不交钱，我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。林头一来，好歹将眼下最棘手的问题给解决了。行，你们都有难处，我倒是成了恶人。咱们走着瞧。你们说，他会不会直接去找林头的麻烦？他没那胆子。林头大小也是个头，这里是黑牢，林头只要有钱，就没人不开眼去招惹他。黑牢甲区的情况比黑牢丙区复杂得多，带人进来见犯人风险太大，分寸拿捏不好就会引来杀身之祸，必须了解好犯人的关系人脉。狱卒们办事效率很高，第2天就将金府的管家带进了黑牢。看清楚了，他们主仆可有传递物件。林头放心，小的一直盯着，2人身体没有接触过。他们说了什么？你有听清楚吗？说得太小声，小的没听见。林头是在担心什么？我查了一下，姓金的案子是一起窝案，他只不过是个线头，线的另一端是谁，什么来历都不清楚。接下来你们巡视要留意姓金的情况，我不希望我的管辖内发生任何不好的事情，尤其是畏罪自尽这类事。林头多虑了，姓金的惜命的很，仗着小姨子是东海王的宠妾，一直想的都是怎么从这里出去。想出去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？陛下要修宫殿园子，还要炼丹，银子从哪里来？否则江明会一个佞臣为何搬不倒？江明会最大的本事就是替老皇帝搞钱，老皇帝离不开江明会。眼看快过年了，估摸着很快江明会就要官复原职。一个搞钱，一个花钱，2个职务落在了一个人头上，这份圣宠，朝中谁人能比？还是林头你这里好，吃香喝辣，我都想住进你家。叫什么林头？还是按以前的，叫我小林。嘿嘿，那我就不客气了，小林哥。你真是神了！当初你说江明会年底之前肯定能官复原位，我还不信。你是没看到徐满仓得知江明会官复原位时那个脸色，奇臭无比。估计他后悔当初没听你的劝。他如果后悔，也只会后悔没有从平江侯府身上多榨点钱财出来。黑牢甲区那边的人
没为难你吧？目前大家相安无事。我可是听说了，你这个位置好多人都惦记着，有人私下里打点关系，花了不少钱，结果给你截胡了。你说他们得有多恨你？谁啊？不清楚，我也是顺耳听了那么2句。总之，你当心点儿。杜先生这是怎么了？莫非学堂上又有人调皮捣蛋？我的差事恐怕保不住。怎会？你在平江侯府私塾教了这么多年的书，谁会开革你？杜先生莫要开玩笑。你知道平江侯府的老太太原本是季氏田房吧？平江侯府大老爷是原配所生，2老爷和3老爷才是老太太亲生的。我本是大老爷请来教书，自从大老爷受了伤后，就不怎么管事。2老爷和2房的少爷开始管家。前2日，2老爷突然来到私塾查看，我还以为2老爷终于肯关注一下私塾，却没想到是因为2房的哥儿回去后被下人发现嘴角有胭脂，于是就有人添油加醋地说私塾如何混乱。哥们在私塾读书，学问没学到，坏习惯倒是学了一堆，竟然将责任推到老夫头上。老夫承认，对私塾的管束的确松懈了些，但肯定不存那种情况。荒唐，真是荒唐！平江侯府如今内外大小事情，基本都是2房说了算。3房正忙着内斗，世人都看得出来，老太太明显偏心2房。2房跳得越来越欢畅，联合3房打压大房。平江侯府乱得不成样子，也难怪杜先生担心差事不保。先生打算怎么办？莫非就坐在家里长吁短叹，不想想办法？我还能想什么办法？大老爷不管事，大少爷不在府中，大夫人和大少奶奶全都病恹恹也不管事，你说我怎么办？大老爷能眼睁睁看着2房辞退你？大老爷才是平江侯府正儿八经的主人，别的事情就算了，事关私塾，事关林氏一族子弟们的福利，能不过问？你真的认为大老爷会管这事？管不管另说，你总得先见到大老爷，将其中内情详细告知。无论是否保住差事，总要替自己争取争取。你就没想过上平江侯府攀一攀亲戚？你在终归不是长久之计。多谢杜先生替我操心，我现在只想找个事儿好好干下去。你若是想换个差事，找一些平江侯府的关系还是能办到的。别的不敢说，替你谋个9品芝麻官肯定没问题。平江侯府能看得上我？我舔着脸上门，怕不是要被踩到脚底下。大丈夫能屈能伸，偶尔当个龟孙子又算得了什么？算了算了，我还是守在黑牢，暂时没有换个衙门的想法。就算不换衙门，也该和平江侯府打好关系，不求平江侯府帮你什么忙，只求你遇到难处的时候，别人能给你3分薄面，给你行个方便。你说是不是这个理？杜先生说的有理，不过平江府眼下混乱得很，我就算要巴结，也没个头绪。老夫是大老爷请来的，我只能一条道走到黑，坚定跟随大老爷。至于你，就看你所求几何。大房才是平江侯府的继承人，应提早巴结，求个稳当。老太太年纪大了，身体1年不如1年，总有一天会去。届时，平江侯府就要面临分家，2房再怎么争，不可能争得赢大房，迟早是要搬出平江侯府。如果大房没了后人，2房就能躺赢。这话可不行胡说。我真的是胡说吗？细数平江侯府这几年的事情，细数大房的情况，杜先生真的认为是天意？小安啊，这酒可以乱喝，话不可能乱说啊！祸从口出，切记切记。大夫人和大少奶奶身体都不好，常年吃药，都是病秧子，真够巧的。这种事情，杜先生见多识广，可曾在其他豪门见到过？大老爷自小习武，平江侯府本就是靠军功起家。大老爷身边那么多常随亲兵护卫，出门打个猎，居然摔断了腿。哼，这一家子真够倒霉的。就剩下大少爷还常年不在府中。这话可不行胡说，
婆媳二人究竟什么情况，老夫不清楚。不过大老爷摔断腿一事，就是单纯的意外。人心通常都是以意外的形式表现出来，这是我在黑牢学到的道理。如果是人为，大老爷不可能查不出来。就当它是意外吧。大房未免太背时，处处不顺，不是病就是灾。那天大房要是绝了后，我一点都不意外。二房父子哪有这等本事？你不要再胡说了。二房没这本事，平江侯府那位老太太未必没有这样的本事。我是林家人，平江侯府老太太年轻那会儿怎么上的位，多少我还是听说过。你说的忒吓人了。杜先生见到大老爷的时候，不妨将我今日说的话提一提。你真的认为大房的事儿是平江侯府老太太动的手脚？这不可能吧？如果真要动手，大老爷年幼的时候他怎么没动？那会儿老平江侯还在，他得做个贤惠娘子。再说了，大老爷早早的就被请封为世子，他没看到机会，何必脏了自己的手？一顿酒把杜先生喝出了心理阴影。平江侯府内宅的事情跟我有屁关系？你就当我胡说八道。金家被抄家的消息，想来他也知道了。金大人想开些，你交了银子，只要上面没翻话，我也不会为难你。林头放心，老夫不会想不开。我信金大人。我家人怎么样了？他们都没说。你家里人都被监视居住，暂时无碍。六扇门做事，多少还是会留点余地。关在黑牢，看来还是件好事。金大人能这样想就对了，别的不敢说。我们黑牢的狱卒做事还是有底线、有原则的。我要是没底线，今天就让人把床板撤了，只给少水喝。林头和其他班头似乎不太一样。我虽然刚来，也有自己的主张。与光同尘方能长久，特立独行可是大忌。金大人认为我特立独行？总归和其他狱卒看起来不太一样。或许是因为我太年轻，比他们更精神些。是你比其他狱卒都要精神，其他狱卒四毒俱全，每个人都顶着一张疲惫的脸，无精打采，唯有提到银子的时候，双眼会发光。但你不一样，你是否习武？练了2招假把式，糊弄人的。难怪看起来精气神十足。练武好啊，老夫当年就是吃不了练武的苦，才会选择走科举仕途，当个清贵的读书人，最终身陷囹圄，拖累家族。大人要对自己有信心，说不定哪天时来运转，就出去了。你是真怕我死在黑牢，牵连到你？江明慧官复原职，继续担任少府同承。接着，陛下又任命他为工部郎中，负责营造宫殿园子，为陛下分忧。你同我说这些做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让你知道点外面的消息，别不明不白的死在黑牢。哼，江明慧只是一个姓晋之臣，书都没读过几本。但是江大人比谁都更得胜处，更懂陛下的心意。那么敢问林头，陛下的心意是什么？自然是钱。上面已经半年没给黑牢拨钱了，全靠尔等捐助，方能支撑。将威逼利诱说成捐助，狱卒都是一个德行，忒不要脸。不过捐助二字好听，面子上过得去。林头放心吧，一时半会儿老夫还没有想死的心。如此甚好。不知这位于大人犯了什么事？我们该如何对待？还请大人明示。新来的，上面的人没告诉你。大人也知道，黑牢这边乱糟糟的，拖延是常有的事情。范玉成那边有卷宗，你想知道于静安犯了什么事，问范玉成就知。我只告诉你，他开罪了陛下。明白了，多谢大人告知。不知大人贵姓？何时有空，小的置办一桌酒席，想请大人赏脸。你想请我吃酒，你倒是会钻营。哼，不过想请本官喝酒，必须拿出诚意来。哼。
敢问李哥今晚是否有空？我在德胜楼置办一桌酒席，还请李哥赏脸。有空有空。老弟，我听说你接收了新犯人，有什么不懂的，尽管问我。李哥帮了大忙啊！眼下我接收的新犯官原是督察院的官员，不知该……这些不急不急，晚上再说，晚上再说。靠！说说吧，以前来了新的犯官，兆头都是怎么做的？回禀林头，以前有了新犯人，兆头都会先去找万墨林打听情况，没特殊情况就按照规矩办。若是情况特殊，就要看具体情况临机应变。林头和万墨林真的有矛盾吗？哼！如果林头想要避开万墨林，小的倒是有个办法。范铁山身边的李牧群，应该多多结交。李牧群没有职务，名义上是范府管家，实则是范玉成的师爷。以后你们有想法或是主意，大胆提出来，在我这里不存在祸从口出这种事情。那么于大人那里该如何安排？先按照规矩办，等我和李牧群沟通沟通，到时候再决定要不要调整。小林将心放进肚子里。这个于静安虽说出自稷下学宫，但他脾气又臭又硬，在官场上着实得罪了不少人。你照着规矩办，错不了。可是于静安又臭又硬，万一他不肯按照规矩出银子怎么办？哼，他不肯出银子，他家里人肯定愿意出。咱们做事要懂得灵活应变。李师爷一句话，顿时让我茅塞顿开。小的敬李师爷一杯，我干了，你随意。小林酒量不错，下回老夫组个局，你也来。于静安这私犯的事，归根结底就是大不敬，触怒了老皇帝。老皇帝好不容易上一次早朝，于静安不知死活，跳出来指着老皇帝的鼻子，大骂老皇帝沉迷炼丹修道，不管朝政，坐视朝政日益败坏，愧对列祖列宗。老皇帝当场发作，先将于静安打了顿板子，投入黑牢，又斥责于静安无君无父，必定有人指使，下令严查。老皇帝想搞成窝案，一网打尽，督察院则拼命死保。黑牢里的我们可就不好玩喽。于大人住的还习惯吗？哼，看来于大人住的还行，在黑牢也能安之若素，不愧是稷下学宫出来的官员。告诉打饭的，69号求素，先饿个几顿，只给潲水喝。林头，这么做合适吗？那可是稷下学宫。是啊，林头，姓于的是4品右京都御史，同窗同年同乡遍布朝堂，而且小的打听到于静安的夫人貌似和平江侯府是亲戚关系。林头，三思啊！收拾一个于静安，此事简单，怕就怕得罪了稷下学宫。稷下学宫的人最抱团，也最爱记仇。就是，刑部也有稷下学宫的人。要是得知我们折辱于静安，问罪起来，大家都吃不了兜着走。到了黑牢还摆谱，不过得罪一个3品武者，的确不明智。行了，暂时维持他的待遇，记得催一催于家，赶紧把钱送来。黑牢最近钱不够花，少了谁的伙食可说不准。老夫听说督察院的于静安被关了进来，跟你隔了几间囚室，莫要得罪此人。因为他是稷下学宫出来的，不仅仅是因为稷下学宫，于静安和晋王殿下是师兄弟，他们是一个师傅。晋王殿下在朝中声势见长，右相大人又是晋王殿下的岳父，懂了吧？权贵啊，何止权贵，伸手就到顶了。于静安背景这么硬，如今下了黑牢，
怎么没见晋王殿下他们出力捞他出去？你呀，虽说读了几年书，却不懂官场的明暗规则。纵然是亲王殿下，捞人也得讲究个时机，岂能全凭心意做事？于静安得罪了陛下，怎么着也得等陛下消气吧？如果陛下不肯消气，又当如何？到时候于静安不死也得死，死一个于静安，保全所有人。这笔买卖，相信晋王殿下能够接受。金大人，你这口气似乎和于静安有仇。哼，老夫这次进来，多亏了姓于的。原来姓金的下狱就是于静安弹劾所致，生死之仇啊！上面怎么想的？竟然将你们二位关在一起。老夫若是能出去，第一个要弄的就是他。你刚才还劝我说于静安背景深厚，不可得罪。换了你，你怎么这么冲动？哼！老金啊，保命要紧，可不能意气用事。咱们是金贵的瓷器，犯不着跟他一个铁疙瘩碰撞。老夫有时也会想，与其做个金贵的瓷器，不如做个铁疙瘩，刀枪不入多好。就算要做铁疙瘩，也要等你出去了再说。外面现在什么情况？江明会夜宿皇宫，御史们群起攻之。最近朝堂上最热闹的事情，非此事莫属。江明会疯了吗？他难道不知道夜宿皇宫的严重性？听人说是老皇帝留他在宫中过夜。事情闹大后，老皇帝又不肯出面替江明会说话，御史们也就理所当然不采信这个说法。看样子，老皇帝也认为江明会有些风头过盛，需要敲打。只是一场风波而已。只要老皇帝还让江明会负责营造宫殿园子，姓江的就不会有事。金大人高见，那你分析分析于静安的情况。苏御史和他争论，你猜他们争论什么？无非就是放弃二字。要么于静安放弃自己的理念，服软，与光同尘，稷下学宫自有办法让他出去；要么就是稷下学宫和督察院都打算放弃他，让他做好心理准备。金大人果然高见，只是难道就没有第三种情况，比如利益分配不均一类的？于家豪富，于静安根本不缺钱财，这也是他有胆量辱骂老皇帝的底气。他根本不怕被人查。这人有很多毛病，但老夫也得承认，他没有收受钱财的习惯。这么高风亮节，那你猜猜，于家为何从一个中等地主家庭，短短10-20年的时间，成为地方豪富？贿赂不仅是直接送钱，于家的产业全赖他的官职名声，才发展到今天的规模。那你说，督察院会放弃于静安吗？这个不好判断。如果上面没有动静，黑牢要求维持于静安的待遇，就说明督察院和稷下学宫要保他；反之，则是放弃他。看来于静安的待遇还需要维持。你学的什么功夫？精进很快啊！被看出来了，不可能！于大人在说什么？小的不明白。本官乃是3品武者，你以为你的小伎俩能躲过本官的双眼？莫要在本官面前自作聪明，只会显得你像个小丑。区区武夫修炼的功法，本官也不屑惦记。天大的误会，我可没耍小聪明，只是单纯装傻防人。于大人息怒，是小的不识好歹。后言问一句，大人如何看出我功夫精进？呼吸绵长且有规律，双眼有神，步履从容稳定，就靠这些？双手有力，用力很有章法。以前你脚步虚浮，一看就是学功夫不久的粗鄙武夫，而这段时间却像换了个人。如果你有五脉，我相信你有机会进入5品境界。多谢于大人，虽然没有五脉，但有了于大人一番夸赞，足以安慰。武夫好啊，看来3品武者也看不出我的底细。懂得知足常乐，不错。纵观黑牢的狱卒，个个粗鄙，不堪大用，唯独你和其他人不同，既不赌博，喝酒貌似也有节制，还懂得练武强健体魄，如此上进，只可惜困于黑牢做个狱卒，浪费了。多谢大人好心。狱卒这等贱业，不需多少本事，却要承受旁人难以承受的内心煎熬、道德拷问，身体还要长期被阴寒潮湿的黑牢侵害。酒色财气说起来貌似粗鄙，可是寿数减少、被人羞辱鄙视的代价，
承受着身体和精神双重伤害，总该有点收获吧？狱卒别无所求，唯有酒色财气方能配得上这些付出。没想到这番道理竟然是从一个狱卒口中说出来，本官真是小瞧你了。读过书？正经读过2年书，只可惜不是读书的料，没读出个名堂。只读过2年书，又如此年轻，又能说出这番道理，可见你资质颇为不错。本官还是那句话，可惜了，困于黑牢，做了个狱卒。若是本官将出去，你可愿意追随本官左右，做个小吏？天降机会啊！我要是普通人，肯定立马磕头拜主公。可我身怀长生道果和神秘功法，岂敢整天在聪明人跟前晃悠？哪天被发现秘密，岂不是自寻死路？大人竟不嫌弃小的粗鄙，愿意给小的一个机会，小的感激不尽。只是小的暂无离开黑牢的想法，只能谢过大人的好意。你竟然拒绝了本官！身为3品武者的气场全开，看来我是惹怒他了，不能抵抗。一旦抵抗，我的秘密将无所遁形。这就是3品武者的实力吗？我何时也能拥有这样强大的力量？这就是本官的怒火，也是本官的实力。不识好歹的狗东西，果然是低贱的劳差，放着真抠不要，偏要吃那糙粮。于大人何必恼羞成怒，同我一个劳差计较？是我不知好歹，给脸不要脸。但是于大人难道就不好奇，为何我不愿意跟随你左右吗？榆木珠子自然不识金镶玉。我怕你！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就因为我拒绝了你，你就想杀我。若是跟在你身边犯了错，你能让我几回？与其赌良心，不如一开始就保命。我万万没想到，他竟然有胆子和我叫板。可是这理由貌似无法反驳。荒谬！当劳差有什么好？低贱堕落。只要你跟着本官，不敢说保你前程多广大，至少你的地位会水涨船高。可是小的只想留在京城，小的没有大志向，只想过安稳生活。活该你当一辈子劳差。23号囚室的犯人死了。怎么回事？人好好的，为何会死？大家都不清楚。户部官员没背景没靠山，或是靠山不硬。林头如果需要的话，小的去打听打听，究竟是谁动的手。怎么死的？你看得出来吗？不出意外，应该是先饿后撑死的。人为，显然有人要收拾他。先将人饿到快要死，之后给一顿大餐，上面追究起来，只需说犯人自己噎死了就能搪塞过去。就算是仵作来了，也只能得出撑死的结论。23号犯人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小官员，案子不复杂，为何要置他于死地？你去打听打听，到底有什么内情？林头放心，小的这就找人打听。23号囚室的犯人之所以会死，全因为杀鸡儆猴4个字。杀鸡儆猴？正是。谁是猴子？27号囚室的犯人。大理寺李守庆，竟然是他！谁让他们这么做的？打听不出来，大家只是按照吩咐做事。李大红清楚吗？里头应该也是按照吩咐做事。这么说来，万墨林可能也不知道是谁的命令。或许范铁山知道。范铁山当然知道是谁下的命令。想在黑牢弄死一个犯官，就必须经范铁山的手。普通狱卒，谁敢担这么大的责任？我记得27号犯人是因为一桩衙门凶案进来的，应该也交了钱。为何还要杀鸡儆猴？林头难住我了，我哪知道啊？当官的做事总是鬼鬼祟祟，云遮无绕，林头也不必操心。既然经了范铁山的手，上面应该不会追究。我还看到李大红拿钱去赌博，他都不担心，林头何必瞎操心？昨晚战况如何？赢了还是输了？呸！特么的输了！鲁大创那个王八蛋昨晚运气好到爆，改天叫他请客，到时候你也去。再说吧。23号牢房的人死了。啊，那事儿啊，已经处理完了，尸体也交给了家属。下次能不能换个温和点的办法？下面的兔崽子办事粗糙了点，第一次遇见，吓着了吧？的确吓了一跳，第一次见到杀人不用刀，场面却比血乎乎的画面还要狰狞可怖，有点不适应。放心吧，以后见多了你就习惯了。你也知道，牢房里关押的都是官老爷，常规手段太过血腥，官老爷们受不了，就得软刀子杀人，不见血，不引起动荡。有时候软刀子杀人比血乎乎的场面更能震慑众犯人。受教了。你手底下如果有不听话的犯人，你又下不了手，尽管告诉我，我替你解决。
有需要的时候一定不会忘记李哥。这就对了嘛，都是一个锅里吃饭的兄弟，就该互相罩罩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是黑牢。黑牢死个把人很正常的吧？以前你在丙字号大牢，还不是天天将犯人打得断手断脚，死得不明不白？没道理，江湖侠客能死，当官的就不能死，你说是不是？李哥言之有理，只是当官的好歹比江湖侠客多了一道护身符，李哥真的不担心上面追究。你刚来，有些事情还不清楚。通常情况下，牢里死人死谁都是有讲究的。我劝你同万墨林好好相处，有了万墨林的支持，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我倒是想，可以要万墨林给我机会啊。其实只要万墨林不为难我，我已经心满意足，只想安心当差。老弟，机会都是自己争取来的，有些事情你迟早会遇上，跟上面打好交道不会有错。这范铁山最近新纳了个极兽种的美妾，大晚上的，他不在美妾房中，而是在书房，必有古怪。东主莫要过于忧心，老夫不担心别的，唯独担心自己落到蒋长河的下场。蒋长河是因为行事不密且做事不周，方招灾祸。东宫方方面面考虑周全，且事情办得如此妥帖，定不会出错。23号没有背井靠山，仵作也已经验了尸，一切都没问题。东宫何须忧虑？老夫不是忧虑23号的事，而是担心接下来他们要做的事情。眼下陛下深迷炼丹，宠信江明会，也不怎么处理朝政，早已不是早年间那个勤勉为政的陛下。偏偏太子失宠，不得陛下信任，其余皇子们蠢蠢欲动。这个时候，万一走错了一步，只怕万劫不复啊！离那个姓李的远一点，当心沾染一身腥，丢了性命。这么严重？你得罪于静安，无非就是于静安将来出去后可能会为难你，你沾染上姓李，说不定哪天就悄无声息死在了家里头。于静安打的是明牌，李少卿打的则是暗牌，背后牵连的利益博弈无人清楚。多谢金大人提醒。金大人，你的案子一直都没消息，要不要我帮你打听一二？我的案子啊，我心里头早有估计，你就不用特意打听了。能出去吗？老皇帝好大喜功，如今又有了贪财的毛病，黑牢里关押的人10之8九都出不去，除非像于静安那般，不仅有晋王做靠，还有稷下学宫出面捞人。像我们这些人，关着关着，谁还会管你死活？黑牢关押最久的犯人，关了多少年？关押最长的一个得有小30年。30年啊！人生能有几个30年？大好青春年华，人生最美好的时光，却在暗无天日的牢房中度过。恐怕那位老兄的家里人都已经忘记了他吧。金大人不必忧心，那位犯官的家里人还惦记着他，定期送来衣物银钱。麻烦临头替我问候一声那位老兄，我情愿死，也不愿意在牢狱中关押30年。于大人何必同我一个小小的狱卒计较？世人都骂本官心胸狭窄，睚眦必报，你可要当心了。为免日日煎熬，现在我人就在这里。于大人不如直接结果了我，一了百了。杀我一个普通人，于你而言无非是弹指一挥间的事情。小小狱卒竟然敢算计本官，真是胆大包天！你笃定本官不会对你动手，才敢如此作态？小贼，等本官出去后，定不会饶你！在大人眼中，莫非人人都包藏祸心，人人都是一副算计，人人为恶？如此说来，大人是坚信人之初性本恶。哼，难不成人之初性本善？我以为人之初没有善恶。刚出生的小孩，大人见过吗？教他善，他便善；教他恶，他便恶。若是没人教，孩子就会遵循动物的本能，本能就是生存。只要一件事有利于生存，那么就去做，无关善恶。人怎么可能没有善恶之分？抛出一个哲学问题，果然能调来于大人。难道大人从小无师自通就懂得善恶之分？大人若是有机会去山野偏僻地方，那里没有夫子，没有教育，那里的孩子缺乏教导。你若是细心观察，就会发现那里的孩子做事全凭生存本能。那样的地方哪有什么善恶？
你到底有没有脑子，懂不懂规矩？黑牢每一笔开销都有定数，谁准许你给犯官请医用药？你连问都不问过，就敢擅作主张？林守安，你还想不想当狱卒？10天前我就打了报告，以防疫病发生，请求对受刑犯官用药。伤口已经生出蛆虫，若是不用药，人死了事小，就怕牢里发生疫病，传染了其他犯人就不好了。你还有理了？你是在指责我不顾犯人死活？林守安，你大胆！小的绝无此意，有没有你自己清楚。我告诉你，黑牢甲区任何时候都轮不到你来做主。既然你不守规矩，我看这个班头你也不用当了。我问心无愧，万玉丽若是看不惯我，烦请将我调回黑牢丙区，我绝无二话。真以为有范铁山支持你，我就拿你没办法了？你等着瞧，给我滚出去！林头，要不要和李慕白喝喝酒？是继续留在黑牢甲区，还是回黑牢丙区？像我这样调来调去的人，必然属于异类。这儿有死人吗？林头放心，今儿太太平平，没死人。幸亏林头果断，让医官来看了受刑的病人。这鬼天气，才3月，热得跟7、8月似的。牢房里面整天臭烘烘的。林头，万玉丽那边实在不行，花点钱消灾。你们是不是都认为万墨林同我之间的矛盾是用钱可以解决的吗？你们好生当差，不要因为我影响到你们自身。万墨林想收拾我，不是那么容易的。都散了，散了，别都围在这里。手头上的银子还算宽裕，走李慕白的路肯定没问题。只是我到底要不要继续留在黑牢甲区？你小子有点意思。放心吧，你的事情我都了解了，我肯定帮你在范大人跟前美言几句。多谢李师爷，我敬你一杯，你随意。哈哈哈哈！早就知道你小子有千杯不醉的酒量，改日我定要领教警教。李师爷太过抬举我，我只是年轻罢了。谦虚了，谦虚了。万墨林和你之间的矛盾，黑牢上下众人皆知。此次的事情，范大人也是赞同你的说法。这季节最易起疫病，是该小心防范。你放100个心，万墨林想以此事赶走你，他就是做梦。我去给2位爷泡一壶解酒的茶水来，2位爷稍后。黑牢这地儿啊，邪性的很。范大人虽说是御城，可是大部分时候也是听从上面吩咐办事，颇有施展不开的感觉。范大人有何忧愁？小的愿意为范大人分忧。你可能不知道，近日江南那边闹出抗税大案，那些反贼竟然敢冲击衙门。原本势头已经被压了下去，却没想到少府的官员竟然多嘴，将事情捅到了陛下跟前。江南民间抗税，同黑牢八竿子打不着，这个弯弯绕得太大了，我不理解啊。你可知这桩案子牵连到谁吗？还请李师爷明示，小的愚钝，猜不出来。我不妨告诉你，这桩案子牵扯到江图。江大人，怎么会？江明惠身为陛下跟前最得宠的朝臣，大把的人愿走他的门路。他们在江南搞出事情来，此乃迟早的事情，只不过恰逢其会，偏偏在这个时候爆发了而已。敢问李师爷，此事和范大人有何关联？和黑牢有何牵扯？我又该如何做？你可知27号牢房的犯人大理寺李少卿？正是此人。范大人发愁啊，江南抗税案爆发，这里面或多或少还牵连着大理寺，懂了吧？我理一理，之前杀鸡儆猴是为了震慑李少卿，现在抗税案爆发，江明会牵涉其中。难不成李少卿竟然是江大人的人？江大人何时经营出这么大的场面？你想到哪里去了？李少卿和江大人当然没关系，但是李大人曾在江南做官，做的还是御史。师爷的意思是让李大人对付江大人？若是要攀咬江图，就绕不过于兆安。这2人过去曾同朝为官，同为御史，而且其中可能还牵扯中江南一地的官员。这桩案子难办啊！难怪李少卿一直不松口，让他出头攀咬江图，就是让他去死。可是小的并不擅长刑讯，也不擅长逼问。范大人有难处，咱们是不是该为上分忧？小陈啊，关键时刻你可不能糊涂啊！特妈的，这烂摊子我真不想接，可不接黑牢的饭碗就丢了。
不知范大人想做到什么程度？他真这么说？小的不敢欺瞒大人，李少卿就是这么说的。只要给足好处，他愿意按照吩咐办事，交上投名状。你认为他想要什么好处？这事儿得及时禀报上面，由上面拿主意。东主只需按吩咐办事，可保无虞。我一个小小的玉城，老实当个工具人，拿到好处就行了。这次你做得很好，由此看来，本官当初没有看错你。这做事啊，还得是读过书的人才行，脑子灵活，做事稳妥。以后本官会多交代一些任务给你，好好干。我看好你。多谢范大人提携，小的一定好好干。若是没别的吩咐，小的先告辞。去吧。东主果真认可林守安，会不会太年轻了？年轻也有好处，血未冷还愿意做事，又读过书，懂得进退，而不是一味钻进钱窝里。本官听说他从不参与剧赌。东族说的没错，林守安的确从不参与剧赌，这才像是做事的样子。以后多给他加点担子，历练一番，迟早能独当一面。林守安走了大运，竟然能得到东祖的赏识。哈哈哈哈哈！本官还是很乐意提拔下面的人。他有什么需求，只要符合规矩，都尽量满足。若是其他狱卒苛待他，你们尽量周旋，莫要让人折辱他。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林头，万墨林那边确定没事了。这么说，林头不用走了？放100个心，我会继续在甲区大牢当差。万墨林通情达理，不会为难我。陈头说的对，万大人最是公道。万大人最是公道，少爷，万大人可能让您走啊！姓林的倒是会做人，他以为背后说本官的好话，本官就会放过他，真是天真。这黑牢只有一辈子的狱吏，可没有一辈子的狱城。范铁山迟早会离开，到时候我看他还能不能嚣张。万头，要不要找几个人收拾姓林的一顿？太不懂规矩了，也不知道孝敬万头。蠢货，收拾他一顿管用吗？能把他赶走吗？别做这种授人以柄的事情。你们若是肯将赌钱的时间和金钱花在读书上面，又怎么会让姓林的有机会显摆？万头息怒，非是小的们不肯上进，实在是拿着书脑袋就发晕。小的倒是想认字，可是字不肯认识小的。一个个整天就知道赌钱喝酒，书本是翻都不肯翻一页，至今有认识300个字吗？差不多了，还差几个字就能满300了。胡说八道，一派胡言！滚滚滚，全都滚出去！莫要到老子面前丢人现脸！读个屁的书！读再多的书，还不是当个狱卒？哼，黑牢的凶险不输官场一丝半毫，只不过我等狱卒都是小人物，没人关心罢了。我们拿钱的同时也担着巨大的风险，且大半的钱都交给了上面，罪名都是由我们担着。哪行都不容易，街边摆摊的也得费心思和差役们打好关系，以免被掀了摊子绝了生计。来，老夫敬你一杯。先生切我如此，我虽没在你手下读书，但这几个月承蒙教导，学问有了精进。那些犯官下了黑牢还这么嚣张啊，就不怕被你们狱卒刁难？谁敢刁难他们啊？不仅不能刁难，还得当老爷一般伺候。你说我们难不难？都难，都难。文章本天成，妙手偶得之。先生胸有成竹，腹有丘壑，定能写出锦绣文章。此时天光过亮，少了几分写作的气氛，需等到夜晚，夜深人静之时，定能文思泉涌。小安啊，你这话说得漂亮，尤其是头2句，文章本天成，妙手偶得之。好，太好了！没想到你还有作诗的天赋。先生别笑话我，我已经入了黑牢，做了狱卒，哪有资格去考科举？
人家查底素当场就将我处落，我还是自觉点，不去读书人圈子厮混，免得叫人嫌弃。可惜了，你怎么偏偏入了黑牢，干起了狱卒？可惜，可惜。没什么可惜，有舍才有得。我要是不做这行，早就在商行弯腰驼背端茶倒水，拿的钱刚够糊口，既负不了自己，也帮不了大姐，哪有来请教的机会？哎呀，过了，在商行干活，从早忙到晚，哪像现在3班倒，当完差就回家，有钱有闲，除了地位低一点，别提多潇洒。潇洒归潇洒，就是浪费了一身才学。我哪有什么才学？小安何必自谦？虽说底子没打好，但胜在思路活转，能举一反三，有想法、有主见、有见识，这些偏偏是现今读书人最缺的。你要是能多花点时间将基础打牢，不敢说进士，举人还是可以指望的。被人赏识赞扬，确实是一件开心事，难怪老皇帝爱听奉承话。刘小哥今儿不当差，在这儿做甚？哦，原来是林小哥，今儿不当差吗？我这几天上夜班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鬼鬼祟祟的。嘘，来了。怎么回事？特意堵着人家打？分明是得罪了二少奶奶赵李氏，我这是奉命行事。那人是大少奶奶赵王氏娘家亲戚，坏了二少奶奶好事，吩咐教训他。差不多得了，当心把人打坏了。放心，这小子学过功夫，打不坏。张正清家的二公子在此，谁敢动手？张正清的二公子为什么在车上？怎么结交上的？天子脚下，光天化日，竟然敢私劫马车，找死！赶紧撤，你自求多福吧。跑啊！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张兄，没伤着吧？哼，没有大碍。这帮人冲你来的，随我到侯府揭发。这事闹大了。侯府不给我活路，是要逼死我。如今连我娘家表弟都容不下，不如直接赐我一杯毒酒死了干净。张正清出了名的像疯狗一样护短，老太太只能丢足保两。于是乎，带头打人的刘小川被投入黑牢已区。小林，林哥，还是你仗义，没有忘了我。吃吧，知道你吃不好睡不好，没想到侯府第一个进来的是你。刘忠全说侯府有人进黑牢好照应，没想到应验了。刘忠全不保你吗？你替二少奶奶办事，出了事二少奶奶怎么不替你出头？大少奶奶跑到老太太跟前寻死灭活，还有张正清家的二公子左右夹击，逼得老太太下了狠手，二少奶奶气得都躺下了。我一个下人只能进黑牢顶罪。二少奶奶给你补偿了吗？哪有什么补偿，没将我打死已经是格外开恩。要是知道张正清的儿子在车上，给我100个胆子也不敢动手。这不对啊！无论事情办没办成，你替他扛了祸事，怎么着也该给你一份补偿才对。他一毛不拔，以后谁还愿意替他分忧办差？差事没办好，没挨板子就算客气了，哪里敢指望补偿？林哥别笑话我了，我现在只盼着不用受刑，能平平安安出去。我可怜你，真的。办差不利又不是你的原因，刘忠全没替你打点吗？牢房里连一张床板都没有，就一层稻草，这晚上怎么睡啊？你放心，刘忠全不替你打点，我替你打点。一会儿我就跟狱卒打个招呼，让他们多关照你。哥，你就是我亲哥。我家门向来门庭冷落，这还是第一次遇到马车堵门。啊，太太怎么来了？有什么事叫人说一声就行，哪能劳太太亲自过来？怎么不欢迎我吗？哪能呢？太太是我请不来的贵客，我天天都盼着，哪成想今儿竟然成真了。太太若是不嫌弃，请进屋一叙。也好，我还没见过单身汉屋子长什么样。小娟姑娘，去厨房烧水泡茶吧。跟着太太来做客，姓林的竟敢指使我！太太冷吗？若不嫌弃有我的味儿，我去拿张毛毯来。冷倒是不冷，你这小日子过得不错啊，都能置办起毛毯，不便宜吧？还行，太太不说，我也知道当初是黑老帮了忙，我才能进心里头，一直惦记着回报太太。现在给你一个机会，你要如何回报？刘掌柜想要我怎么回报？好一个深藏不露的狠角色，看来我真是低估了你的杀伐手段。那么
这笔账你还敢清算吗？找死！小娟姑娘跑巢的功夫越来越好了。小川进了黑牢出不来，还得靠小林你关照。太太见外了，这事我也会主动去做。这回大房和二房闹起来，大老爷作弊关关，二老爷想插手，也得看张正清肯不肯给面子。我家老爷受了牵连，夹在中间难做人。太太宽心，张正清权柄再大，也不能不给侯府面子。这事儿可难说，那帮御史最喜欢抓勋贵的错漏。上回杜先生的事，听说是你出的主意，让他找大老爷诉苦。这话可不行乱说啊！我哪有本事给杜先生出主意？大老爷换了药方，赵王氏用了新药，都有力气寻死觅活，逼得赵李氏罚跪。八竿子打不着，我要有那本事，岂能当狱卒？谁不知你爱五成痴，天天问犯人要秘籍。这事都传到侯府了，还好没暴露秘密。若是来兴师问罪，恕不招待。瞧你急的，我有说兴师问罪吗？张正清虽凶，侯府也有办法。原本该让姓叶的去办，我家老爷得知于静安关在黑牢，是你辖区，不如你帮忙带句话给他。于静安和张正清不对付，于静安一个犯官，就算不对付又能如何？张正清带头弹劾江明慧，暗地串联放弃于静安。于静安背后有晋王，绝不会没反应。这点小事不为难你吧？时隔1年，他鸟枪换炮了，不见兔子不撒鹰。现在的他有钱了，有了底气。我的底气可不是钱，是能战胜一品武者的强大武力。自然不会让你白帮忙。你想要什么，尽管开口。我瞧着你这屋里缺个女人，不如我让小军来伺候你。太太身边片刻离不得小军姑娘，我岂敢夺人所好？罢了罢了，你房里的事情哪轮到我来操心？知道你痴迷武学，我特意命人寻来一本全谱，想来对你有些帮助。太太这份心意，我很喜欢。事情若是办成，事后另有谢礼，如何？你可满意？满意归满意，你们又怎么确定于静安会如你们的愿？于静安被关进黑牢小半年时间，还有多少影响力？你们会不会高估了他？尽人事，听天命。若是于静安走不通，再走其他路也不迟。不管事情成不成，该给你的谢礼不会少1分1毫。乔太太说的，就算没有谢礼，我也会尽可能的帮忙。好歹我也姓林，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侯府被张正清拿捏。侯府好不了，我们这些林家后人岂能有好日子过？你能这么想就对了。虽说侯府不曾关照过你，但是你住在后巷，本身就意味着得到了侯府的庇佑，无需担心有人骚扰打劫。太太回去等消息吧，等事情办好，我会让隔壁春香嫂家的小子去刘府知会一声。知道你辛苦了一夜，就不打扰了。太太这么卖力的奔波，莫非赵李氏许诺了什么好处？也不瞒你，并非赵李氏出面，这一次是二夫人的意思。二夫人吩咐下来，我和老爷自然要用心办事，尽快将这桩事情给平息了。唉，老太太年纪大了，经不起一次又一次的刺激。你就不怕得罪赵王氏？难道我什么都不做就能讨好赵王氏吗？甘蔗没有两头甜，既然站了队，岂能中途退出？左身，于大人这些日子过得还好？本官好不好，林头能不清楚？忠诚的张正清，于大人认识吗？怎么着？你得罪了姓张的？你惨了，姓张的最是睚眦必报。于大人也不遑多让，小心眼爱记仇。你和张正勤一样的。林头，本官对你好不容易有所改观，你莫要逼迫本官同你翻脸。本官纵然身在黑牢，对付你一个小小的牢差，只需一句话的功夫。于大人好不讲道理，你先嘲笑我，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，好生霸道。州官放火，百姓点灯，呵呵，你倒是会说话。讥讽人都学会了读书人文绉绉的毛病，书没白读啊。都是夫子教的好。
既然你说本官小心眼爱记仇，本官若是不记你一笔，岂不是白白担了这个污名？于大人何必同我一般见识？你是高高在上的文曲星，犯不着低下高贵的头颅俯视我这个小人物。你的目光应该盯着你的前方，那些同你平起平坐，甚至站得比你更高的人物，比如张正清。有点道理，说吧，张正清究竟怎么了你？莫非他强行睡了你？所以你才张口闭口不离张正清？你怎么能凭空污蔑人？我清清白白的一个人，你怎能肆意败坏我的名声？你急什么？我又没说你是。看来你还不知道，张正清最喜兔儿爷，像你这样年轻俊俏的，也在他的狩猎范围内。打住！实话同你说吧，最近张正清很高调，有人看不惯，还听说他正在鼓噪督察院放弃你，集中火力搞江明会。满嘴胡话，你可以走了。你想要什么实话？谁让你带话？说来听听。说得好，本官也不介意被人当刀子使唤。反正本官看姓张的很不顺眼，有人收拾他，乐见其成。侯府最近同张正清闹了点矛盾，张正清又臭又硬，不肯松口将事情化解，侯府便想到了于大人你，希望你能出面化解一番。呵呵，是想让本官出面将张正清一军吧？你先说说，侯府为何会同张正清闹矛盾？这老狐狸一听就知道我不禁不实，在这帮聪明人面前耍小聪明毫无意义，还是说实话吧。当年大老爷摔下马，本官就知道侯府迟早会闹内讧，这不，眼看着就闹了起来。你家和侯府早就出了五福，你为什么心甘情愿帮这个忙？侯府给了钱，而我喜欢钱。别人给钱你就要，本官给你机会你却拒之门外，果然只配当狱卒，目光短浅。你回去告诉侯府，就说这桩事本官接了，本官愿意替侯府分忧。条件呢？条件得让侯府的人自己来谈，你不够资格。本官也想看看侯府有没有胆子走出这一步。这就难办了，秋鱼竟然是刘忠全一人的决定，偏偏这老狐狸要亲自问侯府要好处。罢了，话传到就行，我不操心。放心，我一定将话带给侯府。哼，那个让你来找本官的大聪明，你回去告诉他，本官的脾气官场上的人都知道，敢让本官出面阴人的人，哼，很敢想，就是不知道敢不敢做。于大人要是没有别的吩咐，我就继续巡视牢房。你已经是班头，为啥还要亲自巡视牢房？此乃职责所在。哼，黑牢甲区的犯人又没有你需要的武功秘籍，你别瞎费时间。反正你也没五脉，练不练都没区别。属狗啊！踢上裤子就不认人！刚才是谁低声下气求本官，办成了就翻脸？你好歹做点表面功夫。小安哥，信送到了，这是回信。别告诉你妈，这是你的私房钱，懂什么叫私房钱吗？谢谢小安哥。叫叔，你也没比我大几岁。我叫你妈嫂子，你叫我哥，你觉得合适吗？合适啊。唉。谁？半夜究竟是谁鬼鬼祟祟？难道死了吗？以防诈死。暗器，这是奔着弄死我来的。鬼域门的人，三品武者。飞毛腿送的安魂香，第一次使用效果就这么好。他在天有灵，可以毫无牵挂的喝孟婆汤了。没见过，很陌生。第一次正儿八经杀人，我竟然毫无不适，没有想吐的感觉。难道是在黑牢待久了，闻惯了血味？
改明儿在上面种棵桃树，一定会长得很茂盛。老铁匠打的短刀，风也好使。在三品武者的剑下，我竟然走了5个回合，这感觉很玄妙，真刺激啊！原来林头救了我，多谢。醒了，醒了就走吧。我这里不是避难所，下次别来了。昨晚给你添麻烦了，没发生什么事吧？半夜3更，院子里突然掉下来一个人，这就是最大的事。怪年轻的，何必做沧桑大叔的官？多谢林头相助，将来必有回报。我姓齐，我姓林。我这就离开。马车也该到了，我送你出去。替你叫了一辆马车，你想去哪里，跟车夫说一声就行。想要置办隐秘的房产，还得有个靠谱的假身份。孙老哥，这事儿还得麻烦你。你是鲁大壮介绍来的朋友，换做别人我肯定不说。这事儿啊，说难也难，说易也易。难在何处，易在何处？对于关老板来说，难处不难，易处很易。明儿到了衙门，我替你补办一个身份即可。不知需要准备什么？这好办，有了律法认可的新身份，套了层真皮，绝非千面手那种假皮，以后办事方便多了。年轻人要志存高远，挣到了钱就赶紧改行。你手里头的钱真不干净。先生此话差矣，不干净的是人，跟钱没关系。再说了，当官的钱就干净吗？我们劳差不收钱，您老猜猜那些犯人能安心吗？这钱说到底也就是买个安心，属于双赢。如果遇到没钱的犯人，又该如何？真要遇到穷犯人，只能让犯人自求多福。所以世人都说劳差的钱都脏，承认了吧？是，都脏，心都是脏的。来，我敬夫子一杯。不要指望改变一个人的价值观，变来变去反而伤感情。侯府最近太平吗？外面很太平，内里可不太平。怎么个不太平法？您老道士说说看。二房和大房不和，你是知道的。起因是大房的亲戚叶文昭坏了赵理事的好事，赵理事找人教训他，却误伤了张正清家的张怀玉。最后侯府赔礼道歉，据说送了一笔厚礼，还找人中间说和，才化解了这桩纠纷。这其中大房也是出了力的。大房还能帮二房消灾？二房给了叶文昭实打实的好处，赵老夫人也给了赵王氏面子，得了好处总要出力，你说是不是？大房二房能甘心？不甘心又能如何？总不能一直闹，叫外人看笑话。这个版本跟我了解的完全不同，这里面根本没提刘忠全和于静安，看来这是一条暗线。赵王是要管家吗？想管家哪有那么容易？别忘了二房头上还有位赵老夫人，赵老夫人不松口，赵王是想管家，任重道远。大老爷出面也不行？一个孝字就能锁住大老爷的手脚。再说了，赵理事这些年管家管得内外井井有条，赵王氏却多年不问内务，如何管家？这侯府的事情并非一两句话就能抵定乾坤，非得慢慢熬才能有成效。林头虽是劳差，可他也是正经读过书的，才学不弱。当不起。哼，你们要去诗会，现在该出发了吧？去晚了，
要是错过了好戏，岂不可惜？赵兄，叶文昭，我就不耽误你们。衙门那边我还有事忙。赵兄何必自降身份，同一个劳差来往？若是叫人知道了，反过来连累赵兄，岂是不美？林头也是林家人，姓林的人多了去，并非人人都是侯府林家人。哼，正经的林家人，谁会自甘堕落到黑牢当劳差？他爹好歹还是个狱吏，他倒好，直接混成了劳差，越活越差。叶兄也知道林头，他的大名早就传遍了侯府，我住在侯府，自然听过。他真的很有才学。既然有才学，为何甘当劳差？品性如此低劣，纵愿真有才学，也该离他远远的，免得污了自己。哼哼，这种人看不起我，我也懒得理他。自此井水不犯河水，黑牢才是我的地盘。不好了，千面手越狱了！案子刚判了斩立决，收钱的人没办成事，打饭的时候才发现牢里根本没人。1年接连3起越狱，这可如何是好？黑牢并区全完了。抓不到人，交不了差，我肯定拉上你们垫背，大家统统都别好过。尤其是你鲁大壮，张二牛那苏走了，你看你天天就知道赌，上面追究，我第一个拿你的脑袋记齐。许头，还有2天就是行刑的日子，就算要拿我记齐，也得先度过眼前的难关。不管怎么说，我多少还有点用。用个废！你看你脑袋大屁股大，有什么用？头，我真的有用，真的李代桃僵，绝对行。我兴你祖宗！好，你听我说，千面手那贼最擅长的就是易容。谁敢说自己见过千面手小贼的真容？谁又敢说过去见到的千面手小贼是真容是人？大家都知道千面手小贼的易容术十分玄乎。既然没人敢说见过千面手小贼的真面目，这就方便了，找个人顶替，反正没人分得清那张脸是真面目。我们说他是他就是，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他也是。因为这里是黑牢，有一群负责又能干的劳差，犯人插翅也难逃。此事能搞，肯定能搞。上官可不是好糊弄的，要是遇到一个较真的斩监官，一旦事发，你我都要掉脑袋，家里人都要受牵连，流放3000里，3000里啊！一个关押了快1年的黑牢犯人，身上有多臭，许头你比谁都清楚。上面的人个个金贵的很，不会亲自验身。全京城待斩的犯人这么多，问一个在其中，谁能辨别其中真假？我们自己人守口如瓶就好。尔等意下如何？我们都听许头的。大壮哥的主意肯定是许头，干了吧，绝不能让上面人知道。此事你来办，必须做到人不知鬼不觉。需要多少银子，你报个数出来，大家凑一凑，没意见吧？没意见，全听许头的吩咐。主意是你出的，你不干谁来干？你放心，事成之后少不了你的好处。该你拿的银子只多不少。许头，不是小的不知道好歹，这事儿有点难办啊。这会儿你给我说难办，鲁大壮，你是故意找茬吗？之前可是你信誓旦旦的说这个办法可行，老子答应了你，你又改口，你信不信我第一个办了你？许头息怒，这事儿银子好办，难的是从哪里找合适的人。必须得让对方心甘情愿闭嘴巴，万一找了个棒槌，临行的时候突然改口嚷嚷起来，那可不得了啊！那你说怎么办？干脆把人弄来后直接用药毒哑算了。这是一个办法，最好的办法还是找个心甘情愿赴死的人。哼，上哪里找心甘情愿赴死的人？你这不是开玩笑吗？但凡能活，谁想死？有软肋，有人质，有好处，这样的人还是能找到的。这事儿果然非你莫属，你赶紧去办，时间可不等人。明日午时之前，务必将事情办成。要多少银子，你尽管开口。先准备500两，多退少补，退少补。真敢开口啊！暂且忍着，等事情办成后再论。行，
500两就500两，我让大伙凑一凑。你可得抓紧，你不会拿着钱跑了吧？许头太小看我，区500两，我丢下一家子老小跑路不至于。只要小的还在黑牢当差，迟早能赚回来。哼，你能这么想最好。怎么回事？千面手真的越狱了？啊，你听说了？莫非是真的？千面手那贼怕死，利用易容术人不知鬼不觉的跑了出去，害得我们所有人都要人头落地，我非将他扒皮抽筋不可。你上哪儿抓人？还有2天就要行刑，商量出解决办法了吗？此事我们会想办法，你就别操心了。大壮哥同我说实话，你们是不是像历代桃一样瞒天过海？嘘，你这脑瓜子怎么长的？此事你知道就行，千万别说出去，这种事情说出口就不灵了。你们可真是……小林哥，你和我们不同，这事儿你就当不知道行不行？黑牢丙区几十口人，脑袋全都系在我一身，我也不想，可是不这么做，大家都得死。你不会说出去吧？我不管你怎么做，别牵连无辜者，别强迫。是，你放心，我早就想到了。京城不乏苦命人，我给足价钱，总有不怕死的。找个有软肋有负担，愿意用死换取家人好生活的人，不难也不容易。这事我就当不知道，我也会管好我手底下的狱卒，叫他们不许往外乱说。你赶紧去办事吧，别耽误了。临死前，好歹给人家吃一顿饱饭，存一点点良心没坏处。小林哥放心，这些事情不用你吩咐，我们也会办好，定不会亏待了对方，一定选那心甘情愿的人。千面手易容术在身，想抓他太难了。妈妈从外地买回来的新人，一直关在屋里不让我们瞧，等下个月就要正式梳头。关老板若有兴趣，到时候一定要来，肯定热闹极了。你家妈妈这是打算走上层路线吗？那你呢，就没点想头？妾身已是残花败柳，岂敢生出妄想？承蒙关老爷不嫌弃，次次来都点妾身，让妾身好生感动。妾身敬老爷一杯。本老爷就喜欢素素你这股味道，慵懒中自带风情。其他男人都是有眼无珠，不知你的好。那个人影，我应该没有认错。前面手，你坐着等我，我去就来。干脆换衣裳上房顶，守株待兔。我只用了3招，他关押1年没恢复巅峰，我10招内就能杀他。你是谁？谁派你来的？既然出来了，就赶紧滚出京城。仗着一点微末本事，还敢在京城逗留，当真不怕死？那我现在就送你去见阎王。干净了些。此事许头放心，明儿你再来，保证和其他犯人没有任何区别。靠得住吗？千万别在临行的时候喊一嗓子。许头放心，100%靠得住，自愿服药。哪儿找的人？不说就对了。以后任谁问你，你都要不作声。不知道，不了解。善后工作都做好了吗？会不会有隐患？那人是个病秧子，拖累全家，给了银子随便编了个缘由，一家人感恩戴德。那人得知能换银子改善家里生活，也是甘愿的。为防万一，回来的路上就给喂了药，一个字儿都不会往外吐。将后续的事情办好了，办牢靠了，一定要让他看起来像千面手小贼。等行刑的日子过了，到时候我给你论功，银子我也不问你花了多少，总之功劳都是你的，银子也是你该得的。谢谢许头。500两银子，这货至少贪没了1半。等此事一了，我非得找个由头将这笔银子榨出来。我买马，开眼了！今晚上迎客楼吃酒，我请客。里头威武，里头大气，也算我一份。无论开销多少，都算在我账上。里头大气，里头豪爽。
劳差们喊我大气是真心的。李大红说请客，到时候肯定让下面的人凑钱，老硬币一个。哼！完了，这可是鼎鼎有名的查案高手，去年劫狱案就是他负责的。都给我表现得自然点，别让孙大人看出丝毫猫腻。谁要是心虚紧张，现在就滚，莫要牵连大家的脑袋。大壮哥放心，我们没什么可心虚的。孙大人，你看是不是该醒醒？验明正身了吗？验了，刚来的时候就已经验了。这是勾标，请孙大人过目。孙大人这是何意？是在怀疑我们的工作没做到位吗？林大人何必急躁？我身为斩监官，身负皇命，做做样子是应该的吧？我要是全程坐着不动，又该有人骂我们尸位素餐。那么孙大人可否快一些，莫要耽误了时辰。天气这么热，大家难熬啊。放心，我很快的。大壮哥，怎么办？镇定，不管他做什么，我们只需要做好自己的事情。只要我们问心无愧，他休想栽赃到我们头上。千万别在关键时刻掉链子，还好提前喂了药。抬起头来。他发现了，他会发现吗？也不知有生之年是否能再回到京城。金大人有靠山都没改变流放结局，余安危太苍白了。争取好好活着，舍得花钱，日子总能过下去。说不定哪天陛下大赦天下，你就能再回到京城。老夫可否托付林头一件事？你说。抄家时漏下2本孤本，家里人出面不便，又怕被压价，想请林头帮忙寻个买主。流放一路打点，处处要银子，就指着这2本孤本解燃眉之急了。此乃小事，我定帮你寻一个合适的买主。只是，你说的孤本果真是抄家时候漏下的，没有祸患，没处理干净的首尾。抄家的老手怎么可能漏掉孤本？肯定是偷偷藏的。我愿意帮忙，但不能惹麻烦。林头只管寻买主，保证不会有事。老夫愿意让出1成的利。好生大方，说到底还是靠钱开道。大人关照过我多次，这忙我帮，寻个买主是举手之劳。丑话说前头，货的来路我不问，出了事我可不认，全推你头上，不过分吧？货物售出，林头可以取2成的利。行，这就是一门纯粹的交易。我祝大人一路顺风，早日脱离苦海。林头派我来的。先生给估个价。直接去当铺压价能吓死人，划不来。这2本古籍善本，若是遇到喜欢的买主，3、5千两不成问题。只是你既然是帮人，急着要钱，肯定卖不上价钱。大约能卖多少？估摸着能卖到2500两。先生可有认识的买主？你也知道，我干的差事接触不到合适的买家。合适的买主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先生要买？一直以为他经济拮据，没想到竟然是个富豪。误会了，老夫哪有财力购买如此贵重的古籍善本？老夫虽然无力购买，但是老夫认识有钱且愿意购买的人。是谁？大老爷。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大老爷是武将吧？大老爷虽是武将，却也是正经读过书，能文能武。大老爷爱好书画，喜欢收藏前朝古籍善本。据老夫所知，大老爷特意建了一间书房来收藏他的藏品。那感情好，此事还得麻烦先生，能否帮忙牵个线？今儿晚了，明日老夫替你走一趟。这2本古籍善本放在老夫这里，你是否放心？放心，我肯定相信先生不会哄骗我，就放你这里。书是好书，老夫买了，但只出2000两，这定是从黑牢里犯人手里搜摸来的。哼哼，若非他姓林，老夫1000两都不给。他也只是帮忙，
帮忙？他能没好处？你告诉他，以后再有这类好东西，尽管拿来。走后门，老夫亲自跟他谈。刚刚去当铺只肯出600两，还互相串通压价，2000两已经很大方了。而且搭上大老爷这条线，以后专门往他这销赃解制完美，哪个衙门敢查当朝1等侯？难怪金大人求我帮忙，他自家人出货，估计连600两都拿不到。1600两，林头果然是个信人，做事有原则，不乱伸手，给的价绝对是能卖得出的高价，不像其他狱卒敢要8成。杜先生的中介费，只要你时常来陪老夫喝酒吃肉，老夫就满意啦。夫子帮了大忙，一文不取，往后我哪还敢找你帮忙？您不为自己想，也得替师娘想想，她辛苦这么多年，吃点好的不过分吧？大老爷对你有了印象，下次你再有这一类好东西，直接走后门进侯府，大老爷要亲自见你一见。见我做甚？我一个小人物，出了5服，能入得了大老爷的眼？你也不要妄自菲薄，大老爷亲口说的，你比你爹强。你爹以前就不懂这些，以致遇难处都没人帮忙。我爹在黑牢就是个边缘人物，管文书档案，屁油水都没有，发钱都想不到他。空有玉立的头衔，却没有相匹配的收入。你也看不起你爹？我认为我爹入错了行，他就不该去黑牢那种污秽之地，随便一个衙门都比黑牢强。也不知当年他怎么选的，竟然跑去黑牢当差。你爹的脾气的确不适合黑牢，反倒是你小小年纪处事圆滑，懂得随机应变。夫子认识我爹？也不曾见过，只是听说过，从中分析他的性格。你爹其实更适合去一些清水衙门，事少不沾染污秽，独善其身。夫子有见地，我敬夫子一杯。哈哈哈哈哈！以后我们常合作，我缺乏眼光，你替我长眼，然后大老爷替咱们销赃。呸！大老爷照顾我们生意，这能行？黑牢哪有那么多机会给你？其他人见到你挣钱，能不眼红吗？哼，眼红有什么用？他们不姓林，找不到大老爷这样的豪客。我虽和侯府出了5服，背景照样最硬。万墨林被范铁山警告，还不是忌惮我背后的林家？你这叫扯虎皮做大旗。万墨林若是知道林氏一族内情，也就不必顾忌侯府。他上哪儿打听林氏族人内情？侯府一天没有败落，林氏族人做事就得顾忌点儿。我听说二少奶奶名下有家首饰铺子，也做回收买卖，到时候我找刘忠全，说不定还能多开一条生意路线。二少奶奶那边缓一缓，大房二房面和心斗，咱们走的是大老爷的路子，贸然再去沾二房，怕惹恼大老爷。听老夫的，别贪心。多谢杜先生提醒，此事的确不能着急。总而言之，以后我和夫子一起赚钱，一起喝酒，夫子不嫌弃我浅薄就行。你太谦虚，凭你的本事，去个正经衙门只早出头，比黑牢强多了。偏你不听劝，认死了黑牢，也不知那破地方有什么好。喝酒，喝酒！老罗，尘归尘，土归土，你收了钱，赶紧贿赂阎王爷，争取下半辈子投个好胎，说不定将来还有机会见上一面。以后我不一定会再来，所以这次给你多烧点儿。你不作声，我就当你收到了。身后多了2条尾巴，四周树林茂密，真是个杀人埋尸的好地方。为何跟踪老夫？把东西交出来！罗啸天的东西交出来！我不懂你们在说什么，什么东西？老头，别不知好歹！我们在坟墓前守了将近1个月，你是第一个给他上坟的人，他的东西定在你手中。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，我手里头没有罗啸天的东西。死糟临头还敢装糊涂！罗啸天骗了我们，私吞了东西，你最好识趣点儿，少和他废话，直接动手，叫他知道点好歹。2个2品武者，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。
罗啸天的东西果然落在了你手里。你们反反复复提东西，却始终不说究竟什么东西。现在就剩下你我二人，可否告诉老夫，你们到底在找什么东西？要杀就杀！事到如今，你还要装蒜戏弄人吗？我是真不明白，并非戏弄。你身无五脉，却身怀顶级内功功法，你还敢口口声声狡辩，骗子！若非罗啸天留给你的东西，我一剑就能杀了你。不瞒你说，罗啸天确实给了我一笔银子，让我在他死后替他收尸烧纸。至于我的武功，你难道没听说过隐脉？隐脉10年不出，你怎么可能是隐脉？你休想瞒过我！你们似乎一直在找罗啸天留下来的东西，究竟在找什么？既然你是隐脉，那么此事和你无关。今日之事就此结果。想走，问过我吗？好快的身法，你这到底是什么刀法？说吧，你们到底在找什么？我们在找一本秘籍。什么秘籍？难道世上知道登云路的不止我一个？这很危险，必须扼杀。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，却还守在罗啸天的坟墓周围。罗啸天手里有本惊天秘籍，据说一练就脱胎换骨武功，突飞猛进，能突破亘古极限，极有可能踏入宗师境界。这么厉害的秘籍，罗啸天怎么没修炼？他不敢。为何？因为秘籍本不是他的，是他走了狗屎运，捡了个大便宜。只可惜他死得太早。你怎么知道这么多消息？你怎么确定罗啸天手中的秘籍能让人脱胎换骨？大家都这么说。你口中的大家都有谁？你就算杀了我，我也不会告诉你一个字。你们怎么知道秘籍在罗啸天手中？看着不像是藏有秘籍的人。我们当然有证据，才会肯定秘籍就在罗啸天手中。你却知道了，能问问你什么来历吗？我不会告诉你。你说你为啥就不肯好好合作呢？小乱出去回来了。出城办点事情，刚回来。苏一博还没下差，今儿值班，要到明儿一早才能下差。有空到家里坐坐，你姐怪想你的。苏云博哪天休沐，我打上一壶酒，上你家里坐坐。好说好说。挣钱容易也得省着点儿。你想找什么样的姑娘？跟姐说，姐替你张罗。老大不小，别再胡混。你姐夫说你常跟那帮狱卒逛青楼，不听，偶尔应酬罢了，哪能常留恋？还是娶个媳妇儿回家才正经。我的事大姐就别操心了，暂时还没有成亲的想法，晚几年也不迟。成亲只会耽误我拔刀的速度，有了老婆，我身上的秘密就保不住了。晚几年要晚到啥时候？分明是有钱心野了，看不上正经姑娘，被青楼妖艳贱货勾了魂。姐，苏老太现在待你如何？还会苛待你吗？自从你去黑牢当差，婆母的态度就改变了许多，比以前亲和。如今婆母待我比大嫂好多了，家里的重活累活都让大嫂做。我现在就盼着给你姐夫生个大胖小子。大姐肯定能心想事成，直接来个双胞胎儿子。真要像你说的一胎2个儿子，那我睡觉都能笑醒。你也该早点成亲，早点为林家淡下血脉。我知道，衙门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赵明桥快搬走了，过2年再见就得叫赵大人。小陈，你说等他搬了，我趁机涨租成不成？那可是赵大人住过，有文曲星关照的厢房。要不晚一点再涨租，等赵明桥正式金榜题名，涨租也不迟，也显得名正言顺。万一赵明桥遇到麻烦，绝不可能。第一回见到赵明桥，我就知道他是文曲星下凡，定能金榜题名。不过你说的也有道理，晚一点再涨租也不迟。衙门的买卖，你外地来的，肯定做不了。你先守着你的老本行，等你有了本钱后，再考虑其他。陈头言之有理，不来京城，不知道京城有多富贵；来了后才晓得自己是个井底之蛙，以后还要承忙陈头关照。好说，若是有人故意刁难，你别强出头，事后你再来找我。陈头可是嫌少？你误会了，你刚来京城做正经生意，正是需要本钱的时候，你好生做你的生意，
等将来再说。是，多谢林头。不知林头何时有空，不嫌弃的话，我想请林头喝酒。喝酒有的是机会，还是那句话，等将来。他给你钱，你咋不收？你不收钱烂万金多慌啊！我一个小小的狱卒，我收他的钱做什么？能帮的忙有限，也就是帮着打听打听消息，给人当保护伞的本事我可没有。你可真谦虚，你爹要是有你一半的本事，也不至于担了骂名还没钱。我爹给我攒下的经验教训，我当然要吸取。没有我爹的前车之鉴，我也不能有今天。怎么说都是你有理。改明儿钱振彪回来，我置办一桌席面，你可一定要来。钱振彪要回来了吗？算时间，差不多也该回来了。我去镖局问了，说是这一趟镖走得很顺利，路上平平安安。平安回来就好。一会儿还要去衙门当差，当差不喝酒，你忘了？也就是你整天守着那些破规矩。你可悠着点儿，别哪天猝死了。呸！你可别咒我！又输光了，这回输了多少钱？别提了，我怀疑赌坊里面有人出老天。你现在才知道，我不赌的人都知道，你在赌坊眼中就是行走的金元宝，可可爱爱。你可别恶心我，总觉得今年运势不好，就没赢过几回钱，到哪儿都是输，很不爽。你到底输了多少钱？30两。300两！我靠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上回那事儿，我截留了一部分银子，徐满仓默认了，事后又多给了我50两。哼，才给你50两，徐满仓未免太贪了点。还是你运气好，去了黑老甲区，收入至少翻倍。你打算歇多少天？怎么着也要休到下个月发钱为止。活该你发不了财，够吃就行。等你老了吃什么？到时候我儿子接我的班到黑牢当狱卒，我这辈子到死都不愁吃喝。你真有心，就花点钱送你儿子去读2年书，到时候我来想办法将他弄进黑牢甲区当差。当真？送儿子读书，这话就撂这里，如何？那就一言为定。下个月少读点，留点钱读书，3个月内不送，承诺作废。你可以找苏父子，1年10两。小孩读个书，1年竟然要花10几两，太贵了。输300两不心疼，读书舍不得。你这样当爹，儿子没造反真是大孝子。我儿子要是敢造我的反，我现在就打断他的腿。两位，眼下造反2字可不敢乱说。听外地客商讲，荆州大旱，有人揭竿而起，杀官夺城，破了好几座，带头的自封楚明王。这阵子兵马符寻的凶，听见这2字要招祸的。荆州年初听人说闹起来，貌似是越闹越厉害了。官面上自然往好里粉饰，客商说荆州早打烂了，反贼越剿越多，地盘越大，好多穷人去投楚明王。荆州造反的火已经烧红了半边天，京城依旧歌舞升平，看来很快就会人满为患了。林头，上面催得急，要求按照定例交钱，可是新来的姓蒋的连一点油花都榨不出，如何是好？姓蒋的还欠了别人几10两银子都没还，家里穷的叮当响，吃饭都是借的钱。听说衙门半年没发俸禄，没饿死都是命大。按照定例，至少600两，把它卖了也不值。万莫林肯定是故意把这穷鬼分到我的管区去，就是为了恶心我。让姓蒋的去借高利贷，黑牢的规矩不能破。姓蒋的说了，杀了他也不借高利贷，借了他也还不起，迟早是个死，不如死在黑牢博个名声。他总认识些有钱同窗吧，让他想办法找人借钱。他是茅坑里的石头，又臭又硬，结交的人都穷得叮当两。一口气能借他600两的人，貌似没有。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你们说怎么办？不如带他到刑房走一趟。就这么办。姓蒋的本是个穷京官，软硬不吃，说不给他一点厉害巧，他不可能交钱。不如万大人多宽限几日。别把丙区那套破规矩带来甲区，这儿关的都是朝廷犯官，没定罪1天就还是官。没我发话，你哪来的胆干大钱？别以为范铁山看好你就有靠山。给你3天，弄不到钱我撤你的职，滚回丙区去！万莫林这是阳谋打明牌，明摆着借机搞走我，多说无益。蒋大人初来乍到，可有不习惯的地方？哦，你就是他们说的林头，多谢来看望本官，本官一切安好。他们和蒋大人说了规矩吧？我知道，不得大声喧哗，不得……蒋大人同我开玩笑吗？入牢就要交600两，这我没有啊，我是真没有。你有没有我们不管，我们只管收钱，有钱才有饭吃。蒋大人，你也不想大家因为你饿死吧？可是我真的没钱，那就去借。借不到。饿着，水也不给喝，先饿他几天再说。林头，
蒋大人像是经常挨饿的，饿几天恐怕没用。饿肚子能撑10天半月，不喝水我不信他能撑过3天。万一3天后他依旧拿不出钱来，怎么办？到时候再说。万莫林，你等不及了，解决蒋文豹，后面必有手段针对我，不能坐以待毙。万莫林又给你找麻烦了。你消息够灵通的。黑老贾衢也就万莫林和你不对付，需要帮什么忙？万莫林有什么把柄？你真打算动手？有备无患，总不能被挟制，得有反制措施。我和他小舅子周辣子来往过，同在一个赌坊赌钱。真小舅子？万莫林养了外室，他婆娘万周氏胸不敢生长，周辣子经常拿钱赌博。什么成色？吃喝嫖赌样样来，欠青楼钱被人追着打了一顿。呸！周赖子没少打着万莫林旗号胡作非为吧？贪财好色，惹出事儿都是万莫林平事儿，是个记吃不记打的货色。今儿多谢大头哥，京城地面上没你不知道的事儿。兄弟之间不说这些。蒋大人，想好了？给我水喝，给我水喝！钱呢？只要你给钱，天天都有水喝。给我水喝，我要喝水！水就在这里。你们要我做什么都行，可我真的没钱。没钱就借。我借不到啊！不，你借得到。蒋大人看清，1年3成利很厚道，签字画押出去再还。通汇钱庄，正是通汇钱庄，不收你利滚利，如何？我借，我借。给你5天时间，如果交不上钱，我只能将你交出去。你别怪我无情。多谢万大人提醒，我一定守着黑牢的规矩。林头，要不要找李慕白想个办法？不能总找李慕白，人情关系要用在刀刃上。若这点小问题都解决不了，范铁山如何看我？林头，要不要我替你出面美言几句？实在没辙，再请李哥出面。到时候可别推3阻4。放心吧，你说一声，我保证帮你办妥。我在万大人跟前，多少还是有点面子。这小子倒是忍得住。万莫林也长进了，知道利用规则为难人，难搞哦。没钱搞的，做不到的，给你拿钱还不满足，还要养外室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处处为难我，现在到我看戏了。你看他。大头哥别胡说，话可不能乱说，我没那本事。六扇门差役属狗的，鼻子灵得很，你当心些。多谢提醒，我行得正，坐得端，不怕查。都住手！成何体统？把2口子带进公事办。万莫林被抓了，有证据证明他参与了谋杀。他有钱，犯得着杀人吗？听说死的是个泼妇，万莫林真是香的臭的都要。我怎么听说死的是个黄花闺女？周赖子本就有前科，这次的案子他肯定跑不掉。色字头上一把刀啊！万州市跑前跑后捞人，外使反倒是没见踪影。万莫林被抓起来，那他的差事还保得住吗？这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大家都想上我。林头要不要去争万莫林的位置？我们支持林头。林头当了甲区大牢的狱吏，大家才有好日子过。有点心动，但我更关心万莫林这回能不能被彻底赶走。上面一日不发话，就有变数，不能掉以轻心。万莫林的事闹得太不像话，又不缺银子，做事就该讲究些。大人说的是。这几天牢里没问题吧？劳大人费心，大牢内一切按部就班，万无问题。只是万莫林人不在，众狱卒人心惶惶，时间长了担心出纰漏。万莫林不在也要好生当差，你替我盯着点，谁私下搞篡左蛊惑人心，及时报来。遵命。那万莫林那边？万莫林那里你不用管，你替本官盯着甲区，本官亏待不了你。你不说我也知道你心意。你想问万莫林还能不能回来？请师爷指点。万莫林处处为难，我焦头烂额，差点想抹脖子。他不在这几天总算喘口气，一想到他回来又暗无天日。之前一直等你来求我，没想万莫林先出事，也是你运气。全赖师爷和范大人提醒。万莫林这案子就算查明无辜，届时黑牢也没他位置。都说他有靠山，真无辜就回不来，他能答应？一个萝卜一个坑，即便能回来，甲区也轮不到他管。这么说，上面要任命新的狱吏？无需重新任命，黑牢上下闲散狱吏随便挑一个就能认识。你资历浅，再熬几年吧。
范大人正跑关系缺银子，下面狱卒这时候踊跃乐捐，范大人自然高兴。靠，收着跑关系的银子，大言不惭说是乐捐，欺人太甚。本想做个单纯狱卒，不知不觉也陷进着泥潭，罢了，何必矫情？是谁？锦衣卫办案，无关人等闪避，大半夜在街上闲逛。是他，在黑牢杀段宏远的男人，原来是锦衣卫跟班。我刚喝完酒，这就回家。我是劳差，这是劳差腰牌，请过目。哼，赶紧滚！是。好险，差一点就暴露了，千万不能招惹锦衣卫。再等等，等我实力达到五品宗师境界，连权贵都得给3分颜面，那是在任我遨游。万莫林，范铁山让你来了后，先去见他。可有说何事？我这么长时间没来，贾区怕是乱套了，就不能等我料理完公事再去吗？叫你去就去，耽误不了差事，早一天晚一天有什么关系？万莫林，范铁山找你谈什么？贾区接下来怎么做？老万要不要分享一下住大牢的体会呀？老万走了趟大牢，人都变深沉了。听说黑牢杂物署清静得很，老万提前养老了。万莫林被赶去杂物署了，舒坦。这帮人还在幻想花钱买官，全是炮灰。林头，万莫林垮台了，你要不要去争？我觉着你机会大。你们哪只眼睛看出我机会大？别净说好听的话，歇歇吧。别浪费钱，有钱多吃几顿好的，干什么非凑热闹？林头是不是得到内幕消息？是谁？肯定不是李大红。李大红舍不得掏银子，肯定不是他。林头透露一下呗。我也不知道是谁，反正不会是我等。今天不赌钱了？都别做梦了，新狱里的人选定下来了。是谁？是我们贾字号的兄弟吗？呸！是我们个屁！是个空降的生面孔，姓范。姓范？难道是？就是范铁山的族侄，直接担任贾区管事儿。小林来了，这位是新来的范城祖，往后贾区归他管，你协助他把差事做好。没问题，小的见过范大人。你就是林守安，同平江侯府一个林，读过书。初入职场的新人，迂腐死要面子，读傻了拿枪耐掉。回大人的话，小的读过2年书，没读出个名堂。读书的确太难了。以后你们同在贾区当差，有的是时间交流。小林，你介绍下情况，捡重点说。贾区共有牢房100，共有狱卒，其中班头分别是规矩就是。想问钱怎么分？当族正面显眼批钱，还是等会儿单独问？花20亩水浇田球的差事，每月交2成，必须捞回本。你刚来别急做事，黑牢最好天天没事才太平。那些犯官千万别动投机心思，当心引火烧身。记住，没事就是好消息。谢谢族叔，在黑牢叫我范大人，记住了，不要再叫错。谨遵大人吩咐。如此甚好，去吧，先熟悉熟悉周围的环境。不知范大人晚上是否有时间？我和另外3位班头在醉香楼预定酒席，恳请赏脸。上任第1天就有人送礼，不错。醉香楼是什么地方？那里姑娘又美又风骚，最喜大人这样的青年才甚。有空，随我到范铁山公事房细说，本官还有许多不明之处。去醉香楼订豪华包房，上等席面，再订几个最有风情的景儿，保证办好。可是，万一景儿被人定了，如何是好？总之要漂亮的，懂事知道伺候人的，一定要有一个名气大的。账单。迎客楼不行吗？为什么非得去醉香楼？花钱多2倍，吃喝都差不多。这老东西每次都想占便宜，必须找机会在范铁山面前给他上点药。万大人很得意吗？是挺得意的。别得意太早，能得意一时是一时。万大人若是不服气，你可以打我呀。你，美酒佳肴，美女作陪，还有银子拿，黑牢真是个好地方。读过书就是不一样，不像我们这些糙人拍马屁拍到马腿上。李头，你3个单子银钱不足数，我给你1天补上。哪有问题？你到底会不会算数？长眼睛了吗？别跟我叫，我说你不足数就是不足数。李守安，你小人得志，别以为有范城祖做靠山就乱来。我交钱是足数的，到你这儿就不足，钱去哪儿了？怀疑我贪墨，钱富贵当着所有人给李头算账，看看到底是他不会算数，还是我不会算数。4成上交，3成入宫，按账算你应交870两5钱，实则只交了790两2钱，差额去哪儿了？我哪知道，以前都足数，怎么到你这儿就出问题？账本在这，你要是觉得我糊弄你，找书办重新盘账。不用了，
谁知道你们是不是早就串通一气？李头这么说，这事儿不能善了，得去范铁山跟前评理。林头，你别欺人太甚啊！一个锅里吃饭，至于做绝吗？看什么看？赶紧去巡视牢房，该干嘛干嘛去！我知道你现在得意了，你们读书人抱团不给粗人机会，你把钱补上，全当没发生过，以后大家还是兄弟。补上将近100两，我上哪儿补？你刚来时是我替你撑面子，不说报答，你倒好意思逼我？那你当初为什么逼我？接手前账册从没出过岔子，我一接手你就给我整出将近100两的亏空，如今倒过来要我帮忙，还反咬一口逼你。李大红，你要点脸！我没有要故意给你难堪，我绝无此意。哼，有没有你自己心里头清楚？你真不肯帮我？帮？怎么帮？让我拿钱给你填窟窿，你又不是我爹，凭什么？你就不能在账本上划上那么一笔？我听人说，会做账的人随便填几个数字，就能将账本抹平。来，你来随便划几笔，我倒是要看看你如何抹平账本。小子，有人看你不顺眼，叫我们教训教训你，好让你知道点好歹。李大红叫你们来的，甭管谁叫的，总之你妨碍了别人的路，活该你有今天。兄弟们，都给我上，打不死就行。你别过来啊！这是天子脚下，杀人是犯法的。原来你也知道犯法呀，留你一条狗命，回去告诉李大红，千万别怂。小林来了啊，告诉你一件事儿。刚得到下面县衙的通知，李大红死了。今儿一早被人发现尸体，刚刚确认了身份。啥？确认了吗？县衙来人，要黑牢出个人跟过去，一来确认身份别出错，二来帮着通知安抚家属。不是醉酒落水，我没杀他，这怎么跟蒋天河一个死命？林头，这事儿和咱们黑牢没关系吧？昨日我和李大明吵了一架，今儿他人就没了。你说怎么就这么巧，还是跟蒋崇和一个死命？林头，你可别吓唬我。我不吓唬你。是李大红，真的是他，没有错。没有明显外伤，没有中毒迹象，指甲干净，死前没剧烈挣扎，衣服还是昨天那一套。绣鸭布囊呢？什么布囊？李大红身上长期佩戴一只绣着鸭子的布囊，里面传有散碎银子。你去问问他们发现尸体的时候，有没有看见一只布囊？都说没看见布囊，会不会掉落在水里？有可能。你们黑牢的人娶媳妇儿都这么高标准，我们茶艺收入也不低，怎么娶不到这么漂亮的？你之前知道？我连李大红什么时候成的亲都不知道，只知道他有家室。嫂子，你节哀。敢问大嫂，家中可有父兄长辈？李家这边还有什么亲戚？后续的丧事，我们黑牢可以代劳，可以安排几个人过来帮衬着。两边亲戚，我们也可以代劳一一通知。夫君有兄弟3人。公婆过世后就已经分家，已经好几年不曾来往。我肚子不争气，到如今也没有生个一男半女。不过，夫君早年结过一门亲，有个儿子。李大红有个儿子，都没听他说过。李大红有儿子就好。敢问李大红的儿子人在何处？我这就派人叫他回来。我也不知人在何处。前年父子2人闹了一架，大郎就跑了出去，再也没回来。如今一时半会儿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找人。回黑牢叫几个人来帮忙搭灵棚，大家凑凑银子。多谢林头。敢问嫂子哪年嫁给李大红？可有双10？不瞒林头，我是前年嫁给李大红，年已过双10。唐突了，嫂子见谅。这么大的事，女人家不便出面，你赶紧给兄弟去信叫他回来。李大红的儿子我们也尽快找回来尽孝。李家那边按理也得通知一声，真闹起来嫂子别怕，黑牢替你撑腰，不能让李大红走得不安心。难为林头想得如此周到。我一个妇道人家，别人真要闹，我又有什么办法？只盼着大郎能早日归家，撑起家门。嫂子读过书？在娘家的时候读过2本书，略微认识几个字。冒昧问一句，嫂子和李大红是通过媒人介绍？夏父临终时，将我托付给夫君，夫君帮我良多，我无以为报。唯有以身相许。敢问令父名讳？家父上名下徽。大壮哥，有没有认识的仵作？嘴巴严实，经验老道，技术过硬。你找仵作干什么？蒋长河醉酒落水，李大红醉酒落水，这时我琢磨着，
你别琢磨了，听你这么一说，怪瘆人的。你想找仵作，何必舍近求远？我们黑牢就有现成的，黑牢刑房的张石根。张石根竟然是仵作！你想检查李大红的尸体，你怀疑他是？你不觉着他死得很突然吗？他家有个貌美如花的老婆，怎么舍得半夜3更不回家，还在外面浪荡？对了，你听过柳明辉这个名字吗？没听说过。李大红真娶了个新媳妇儿，我怎么没听说过？前头老婆死了，他竟然不声张，不趁机收一笔礼金，很反常。人死如灯灭啊！我听大壮说，是你怀疑李大红的死不太正常。李大红无病无灾的，家里还有个漂亮老婆，我就想确认一下，他是不是真的死于醉酒落水？还请张叔帮个忙。你也算有心。听说你和李大红前2天才闹了矛盾，他一死，你反倒想查真相，你这人有意思。只是你想过没有，真查出他死的有问题，那后果你担得起吗？张叔或许是误会了，我并不想声张什么，我只是想知道真相而已。可是，很多时候并非因为你不想如何，别人就会放过你。现在回头还来得及，就算查清楚了，又有什么用呢？如果黑牢的人避免不了死亡，总得知道自己为什么死吧。罢了，这世间总要有几个做事不问前程，只凭本心的人。嫂子赶紧去歇会儿，明儿还有更多人来。这里有我们几个人守着，你放心，不会有事。辛苦领导，辛苦诸位。张石根，到底什么情况？你给句实话，你别不吭声啊！大半夜怪瘆人的。张叔，有什么话尽管说，这里就我们3个人，没有外人。我只能说，李大红的确是淹死的。听张叔的意思，这里没有名堂。哼，你们说他是在河里淹死的？是啊，就在南城通水河。有没有问题我不清楚，我只知道一件事：李大红不是在河里淹死的。李大红口腔内干净净，没有河里的脏东西。张石根，你没看错吧？真不是河里淹死的。我干这行几10年，河水淹死还是井水淹死，我还是能分辨出来。现在怎么办？不怎么办，一切如常。只不过，从今以后要多留意一下陌生人。我们不是6扇门差役，只是黑牢狱卒。少喝酒，喝了酒别往河边走。林头说的对，狱卒就该做狱卒的活，这事儿不宜声张，水深咱们趟不起。那又何必多此一举，请你出面验尸？就当是给自己一个交代，求个真相。李大红先被人用井水淹死，然后再扔进河里，伪装成醉酒落水。先是蒋长河淹死，如今李大红也被淹死。这2起事故，张石根，你说会不会有关联？别问，别想，长命百岁。张叔可曾听说柳明辉这个名字？我虽然没听过柳明辉，但我听说过柳德长。柳德长是谁？这人啊，来头可就大了。几10年前，柳德长的老婆王氏被选入少府，你们猜王氏做了谁的奶妈？张石根，你就别卖关子了，赶紧说。她是太子殿下的奶妈，还是奶的醉酒的一个？柳德长顺理成章成了太子的奶公，柳家从此飞黄腾达。只可惜，好日子只过了30来年。太子的奶公，我怎么好像听说过？柳家后来怎么样？后来啊，后来都死了。怎么能都死了？他们都是太子的人，太子这会儿还在东宫坐着。
意外吗？恩出于上，死与不死，不过是贵人的一念之间。你小子通透，不愧是读过书的，就是懂得多，不像大壮，白活了几十年，还不如你一个小年轻。你先别诋毁我，先说柳家人怎么死的，我太好奇了。王氏仗着是奶妈在东宫指手画脚，柳德长仗着奶公身份在少府当差，名义上替太子揽财。这对夫妻最后都遭了厌弃。王氏被赐军酒，柳德松被凌迟500刀，陛下亲自下的旨。柳家其余人大半都死了。柳德长被凌迟，莫非是张叔亲自动的刀？啥玩意儿来着？张氏跟凌迟。你这么聪明，窝在黑牢真是浪费。也不知柳德长到底做了什么，陛下厌恶他，竟亲自下旨凌迟。可朝中几十年没动过凌迟，手艺都失传，锦衣卫的人根本不会。最后请的是我，由我亲身行刑，500刀，一刀不多，一刀不少。凌迟这手艺，听说都是刽子手世家家传，要片肉还得保人不死。张师根，你牛啊！你竟然还会这一手！你窝在刑房委屈了。哼，刽子嫂算个屁！杀人那点技术含量，给刑房提鞋都不配。京城的刽子手有一个算一个，不是我说大话，没一个会真正的凌迟手艺。张师根，你是京城唯一一个会凌迟手艺的，对不对？柳德长应该有兄弟吧？看来我距离真相已经很近了。有吧？就算有，也都死了。柳婉娘会不会是太子奶公一案的幸存者？如果她真的是柳家一族，李大红就太胆大包天了。那么李大红的死很有可能牵扯到宫里头。只是，为何柳婉娘还活着？我去后面看看。风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这2日收了不少电役，当心有贼人惦记。有道理，是该防着有贼子胆大包天跑来偷电役。感激的，自然是感激的。人活着才有希望，不是吗？可是你和李大红，你们之间……林头想差了。夫君虽是个粗人，待我是真心的，我分辨得出真心假意。他将我捧在手心里，我却害死了他，我该死！这女人有种残缺美，让人总想看她哭。说不定赵景恒因此迷恋她。李大蒙的死，恐怕因赵景恒无法容忍她做别人妻子，牡丹花下死，不冤。以后尽量不要在人前哭泣，尤其是男人面前。多谢林头提醒，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我也不知道。想办法联系赵景恒吧，他或许在关注你。别联系苏婉清的人。回不去了，老皇帝容不下我。让赵景恒给你安排前程，嫁人或独立，只需他一句话，别透身世。告辞。林头，你是好人。夫君说你做事有章法，宁求你也不找猪朋狗友。好人不长命，别做好人。我必须远离这个危险的女人。你怎么去了那么长时间？有发现贼人吗？要不找点乐子吧？长夜漫漫难熬啊！李大红喜欢热闹，肯定不会介意。在灵堂前折腾，亏你想得出来。这有什么？李大红不是讲究人，他看我们热闹，高兴都来不及。不怕了？之前看你怕的要死，这会儿怎么有胆子？我想通了，投其所好，我怕他做谁？看吧，李大红明高兴疯了，传信号呢，来瞎比划几拳。放宽心，都没事。恩出于上。你们打什么哑谜？感情就我一个笨蛋是吧？你个烂赌鬼，知道那么多做什么？赌输了，嘴巴上没把门，什么都往外说。老张，你个老菜巴子，要不要过2招？就你这虚胖身子骨，在我手底下一招都走不了。哼，我刀子一出，你就得见血。如果换做林头，说不定真能过几招。张叔太看得起我。林头别谦虚，我知道你是练家子。林头，快去李家老宅，
李家纠集了一帮人大闹灵堂，要你过去主持公道。怎么回事？不是说李家纠集了一帮人大闹灵堂吗？人去哪儿呢？中途来了一伙身份不明的人，拿着黑木棍，见着李家人就往死里打。那伙人似乎认识我们，愣是没动我们一下。我们劝架，对方也只是威胁我们不要插手。后来呢？不知是谁喊了一句官府来人了，那伙人将李家人塞入几辆马车，一口气全都拉走了，去了哪里没人清楚。人都带走了，一个没落下。林头那帮人凶神恶煞，做事利落有章法，一看就知道不是普通的街头混混，更像军营里的人，令行禁止。林头，我们不会惹上什么大麻烦吧？刘婉娘可有出面？今儿一直没见到人。放心，不会有事。你信不信我？我说我们都没事，你信不信？我自然相信林头。信我就继续守着灵堂。放心吧，不会有人再来闹事。我去见刘婉娘，问问她有什么要求。你替我盯着这里，晚上迎客楼吃席面，最上等的席面。好嘞。女妖俏，一身香，这般柔弱的模样，难怪苏婉容容不下她。嫂子可有受到惊吓？李家人太过分了。多谢林头关心，还好，经历过一回，第二回好多了。看样子那位出手了，嫂子未来无忧，恭喜。里头的大郎还没找到，不过我已经托人，想来很快就会有消息。劳烦林头这2日忙前忙后，无以为报。等大郎回来后，若他愿意去黑牢当差，还望林头能关照一二。此事好说，嫂子若是没别的事，我先告辞。打听出来了，石红标有个水灵灵的表妹，你们猜前些日子范铁山纳的小妾是谁？就是石红标的表妹。看不出石铁标这人这么豁得出去。送出一个表妹，只得了一个班头的位置，是不是亏了？哼，你知道个屁！先当班头搞钱，等有了钱再提拔上去。我要是有妹妹，我也送给范铁山做小妾。你要是有妹妹，就你这模样，你妹妹给范铁山倒洗脚水还差不多。林头这是不欢迎我，哼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和李头关系有多好，替他打抱不平。可是谁不知道你和李头早就闹翻了？他的账平了吗？人死万事消，石头，确定叫你石头？你第一天上任就要翻一个死人的旧案，你可真有能耐。叫红头，对，就叫红头，鸿运当头。我是甲字号大牢的老人，规矩我比林头你更懂。我当然不会翻里头的旧账，不过林头你这副尊容欢迎我，怕是不合适。我对你没意见，我更担心你对我有意见。我比你多当几天班头，多了几天经验，以后有什么不懂的，尽管来问我。林头好。我也是没办法呀，我也是前2天才得知，范大人新纳的小妾竟然是石红标的表妹。别的倒是不用担心，唯独担心石红标仗着范大人的关系，不将大人你放在眼里啊。我甚至怀疑石红标已经盯上了大人你的位置。不能吧，我现在的位置范大人给过承诺，再说该给的好处我都给了。枕头风的威力，大人怕是还不知道。那你说我该怎么办？万一范大人不遵守承诺，我也没办法呀。石红标是牢里的老人，懂规矩懂进退，这样的人小的以为一定要重用，给他加担子，让他担起甲区的重担。你说的没错，石红标是老人，是该给他加担子。此事我来想办法。小林，还是你脑子灵活，你放心，有我的好处就少不了你的。多谢小范大人。原来是3成入公账，4成上交，3成劳成分，如今变成了7成上交，2成公账，劳差只留1成，并且刑部派了账房常驻盘账，断绝了过手钱。太黑了，上面的人太黑了，他们吃肉却不许我们喝汤。祖叔，范大人，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。还能怎么办？凉拌，损失最大的是本官，懂不懂？户部没钱，拖欠京城官员大半年的俸禄，天牢这边差不多也有大半年没领到1文钱，全靠公账支撑。如今劳差被砍了2成，以后更难了。听说陛下那里开销越来越大，盘剥得越发厉害。嘘，慎言，不要命了吗？这是在京城，不是老家祖宅，管好你的嘴巴。
就是在梦里，也要管好嘴。荆州那边的反贼闹得越来越凶，兵部天天吵着要钱，偏偏陛下死活不肯从少府拿钱出来用，还让江明会一再盘剥地方，闹得民怨沸腾。别说了，那些事情非是我等能参与的。这次的事，下面狱卒定是牢骚满腹，你们给我好生盯着，若是有人生事，绝不姑息。上面到底什么意思？总该给个说法吧！这活还怎么干？你们当班头的拿走大部分，剩下的大家分能分几个钱？这是逼着大家克扣犯人的伙食费吗？哪有什么伙食费？今年开年至今，上面就没有拨过1粒米的钱款，反而从黑牢捞钱，太过分了！我们累死累活，被人戳脊梁骨，关老爷却坐享其成，半点不受影响。就是钱都没有，凭什么还要我们守着规矩？这破规矩谁爱守守着？不伺候了，反正老子不伺候了，不伺候了。有2位老资历班头在，绝不抢这个风头。都听我说一句，你们堵在直房门口闹不出任何名堂。真想要个确切的说法，就去外面公事房找小范大人，找范玉成他们。老王，你这是看热闹不嫌事大呀！我们能怎么办？只能服从。至少还有钱拿，还有吃有喝，别不知足啊！万一闹起来，丢了差事，到时候可没有后悔药吃。五头别怂啊！你这些年攒够了钱，你当然不用担心。我等都还等着拿钱回家买米下锅，可不敢跟你五头比。我真心实意替你们考虑，你们不领情就算了，怎么能说我怂？我这是怂吗？都是狱卒，大家的困难我能不知道？当心拿咱们的人头杀鸡儆猴！照这五头的意思，一句牢骚话都不能说，还得继续守着黑牢的破规矩。辖区关押的都是犯官，这些犯官家里家财万贯，那就多榨取钱财出来，我们劳差抱成一团，谁敢吐露，谁就是叛徒。放肆！荒谬！找死吗？你们若是不信，就问林头。他管着账本，你们问他，他需要亲眼看见，才能确定谁亏空了钱财吗？私下打钱肯定不行。刑部派来的几位账房师爷，我接触了一下，全都是经验老道之辈。别说偷摸打钱，就算是1文钱的亏空，他们也能一眼查出来。陈头的意思就是，我们活该只能拿1成分润。暂且只能如此，但我相信，任何政策决定只能前期严格执行。过了前期，到了后期，你们都懂。我们听林头的。林头言之有理，读书和不读书就是不一样。林头读过书，果然清楚那群当官的心思。林头和那群当官的一样心黑。呸！怎么能这么说林头？林头那叫洞悉世情，不会说话滚一边去。还是陈头有办法，我说破了嘴皮子，也劝不动这帮傻缺。老了，不中用了啊！跟你们年轻人比，我们这群老家伙只配喝稀饭。王班头莫要取笑我，都是为了黑牢。为了甲区，你们也不希望场面闹僵，不好收场吧？林头怎么确定政策会松动？我可是听说了，宫里头用钱厉害，户部拿不出1文钱。京城是根本，弓弦长时间绷得太紧，会断的。此话言之有理。那万一呢？你最好祈祷不要有万一。林头说的没错，你最好祈祷没有万一。什么意思啊？能不能说清楚？你自己想想，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有万一？我哪知道？不，你知道，只不过你没往那方面去想。王头，能否将话说明白些？我没读过书，就认识几个字儿。你们说话都含含糊糊，我是真不懂啊。晚上我请喝酒。天牢这地儿。只有一种情况会出现你所说的万一，那就是外面开始杀人了，懂了吗？头疼啊！小林，下面的劳差没闹吧？黑牢乙区那边已经闹起来了，御仇大人很生气。大人放心，
黑老甲区目前一切正常，大家的情绪都很稳定。现在朝廷艰难，我等劳差也有一颗公心，替上官们分忧，责无旁贷。小林啊，你有一颗公心，不过在本官面前，你用不着如此。我们就随便聊聊，无需拘束。大人说的是，我这人有时候容易紧张。我跟你这么大的时候也容易紧张，好几次同生试，就是因为过于紧张，连题目都没看破就急着下笔。大人不必失望，纵然身为吏，也大有侧为。下面关押着许多官员，大人若有看顺眼的，不妨多接触接触。你的意思是，稷下学宫背景出身的官员，通常都有极大概率官复原职。他们身边也需要心腹几个自己人。你说的没错，只是我又如何确定哪位值得投资？人家未必看得上我呀。大人只需耐心等待即可，小的会替大人留意，遇到合适的，第一时间通知大人，届时大人再投其所好。小林，你真是我身边最忠心的铁杆啊！最近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呀，有人要倒霉了，准确的说是快要死了。你要死了吗？纵然这牢里的犯人都死光了，也轮不到我，其他人可就难说了。说来听听，说的有理，我就服你。你们劳差为了钱的事情闹腾得厉害，你猜什么人会丧心病狂动黑牢的钱？贪财的人。错了，是想做大事的人。去打听打听，其他衙门待遇是不是也降了？如果是，会是什么情况？如果是，看样子有人憋不住了，想要逼宫！逼宫？你可别胡说！胡说！你见过朝堂吗？见过皇帝吗？你这辈子见过最大的官有多大？你一个小小的劳差，你要当心哦。就算你说的是真的，我要当心什么？很快，这牢里就将人满为患，3品以上的官员，甚至可能皇亲国戚也会关进来。你说该不该当心？你就这么确定会有人逼宫？我太了解那群人的尿性。多长时间上面没有拨款，没有下发米粮？快1年了吧？陛下神迷修道求长生，花钱如流水，不顾民间疾苦，天灾人祸，荆州反贼越闹越凶。可惜太子太着急了些，盼他别被野心家拉拢，安心旁观就够了。竟然支持太子！我听人说你以前经常弹劾太子。你懂什么？那叫谋略。陛下老了，太子正年壮，这最危险。想保太子，反倒要弹劾太子。懂欲扬先细，支持谁得按着来。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？不会是想害我吧？蠢！我是在教你做事。将来你混官场，这些都用得上。我不混官场。堂堂男儿毫无志气可言，真是令人叹息。人各有志，本想送你一场富贵，你却不知好歹。果然想利用我。富贵险中求，你打算拿我的人头去做什么？谁说要你的人头？你的人头又不值钱。我的人头是不值钱，可我这张嘴对你还挺值钱。于大人堂堂大官玩弄我们小人物有意思，我但凡贪心点就上了你的当。今儿换个别的劳差站这儿，过2天就只剩具尸体。你最好管住嘴，这是我的地盘，我有的是办法收拾你。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能弄死你？信，我都相信。可那又如何？你想让我做棋子，也得问问我答不答应。宁愿死也要和我对着干。难道同你合作就能不死吗？你好大胆子！不怕本官出去一句话让你滚去挖煤？我怕呀，我好怕的，所以我一直对你客客气气。可是你今儿竟然想要我的人头，对于想弄死我的人，我从来都不会客气。宁愿死也要和我对着干。难道同你合作就能不死吗？当然可以不死，你只需按要求传一句话给某人，保你无事，脱离黑牢做9品官，如何？求平江侯府花点钱，我也能做9品官，还不用承担任何风险。你不知好歹，区侯府算得了什么？要不要舍点钱，我帮你把府里管家请来，往后你同乡要是进来，我多照顾着点。荒唐！你别诅咒本官！官场尽头是黑牢，每个官员必定来一趟。林守安，
你会后悔今天的决定。怎么死的？这黑牢死人的频率未免太高了。晚上遭了贼人挨了一刀，发现时人没了。衙门给的结论？去看过了，的确是刀伤，失血过多。这几天都是谁跟红石头一起当差？这段时间一直是我带着红石头当差。可有异常？小的眼拙，没发现异常。林头，我们要查什么？你猜洪壮士会将值钱的东西藏在哪里？房梁会不会太明显了些？如果是我要藏东西，要么卧室挖墙洞，要么藏厨房，要么就藏院子里。行，就按照你的思路找一找。啥？林头当真？可是洪壮士应该没什么钱吧？先别管有钱没钱，按你思路找，到时候我自会解释。找到了。这些加起来至少有几百两白银吧？2、300两肯定是有的，只多不少。洪二狗哪来的这么多钱？他的死不出意外，他就是因为这些钱财而死。此事你知道就行。我知道你嘴残，不会乱说。林头放心，我一个字都不会往外说。洪二狗不声不响，竟搞了这么多钱，为了区区几百两，丢了性命，不值啊！我知道钱是于静安给的，也知道人是谁杀的，可我没有证据。于静安身在黑牢，却能操控证据，阴险狠辣，现实就是如此残酷。林头，这些钱怎么办？都给洪家人，该怎么说你知道吧？肯定办妥。洪二狗的案子要继续查吗？不用。改明儿到了洪家，我给他多烧点纸。这是我店姨帮带给洪家，我不去了。最近出事的人太多，也难为林头。写的什么狗屁文章！老夫定是前世不修，今世才会遇到这帮不成器的玩意儿。有钱就行。不改了，没有一篇文章能入眼。侯府这一代年轻小辈真的不行啊，一个会读书的都没有。侯府那几位公子哥也不行，行什么行？全是高粱子弟。大老爷说侯府靠军功起家，军功才是根本，读书不过是为了上朝堂听得懂文官那套，吵起来也好引经据典回两句。大老爷果然是个实用主义者。所以啊，杜先生你的要求可以适当放宽松些。当初天真了，还以为狱卒这行老好做。狱卒想混好，混到老也不容易啊。听你的意思是个心胸狭窄、睚眦必报的人，你可要当心了。杜先生认识于静安？老夫哪有机会认识这等人物？唉。不过有一回在大老爷的书房，老夫曾见到过于静安这个名字，一点都不意外。刘忠全私下跟于静安勾结，大老爷肯定也给自己留了后路。夫子是不是在想，于静安有没有可能和侯府勾兑，暗中策划着什么？这话可不能乱说，万万不可乱说。早些年大老爷旗帜鲜明的挺太子，可自从摔断腿就再没去过东宫。今儿你一提于静安，老夫就忍不住想，大老爷是不是已经对东宫失望了？为什么失望？朝堂上大部分官员还是支持太子殿下的，太子毕竟是正统。你在黑牢接触不到上面的事情，或许不了解。哼，老夫曾顺耳听过1、2句唠叨，说是太子殿下越来越像陛下。你的意思是太子殿下如同陛下一般刻薄寡恩？你不要命了！你这张嘴啊，真是没个把门的，什么话都敢往外说。你知不知道，今日谈话要是传出去，你我都没机会进诏狱，直接就被人咔嚓了。先生放心吧，我不是什么都不懂的莽撞人。老夫嘴严实的很，哼，你怎么确定周围没人？我练武这么长时间，别的不敢说，五感还是很敏锐的。这宅子里就咱们3人，那就好。京城里锦衣卫的办案差员无孔不入，私下说话做事都得当心。你既认定于定安危险，就离他远点，别逞能跟这些当官的斗，多加小心总没错。
杜先生老成谋国之言，晚辈敬先生一杯。可惜先生如此大才，却没有当官。我哪有资格当官？你说你明明见识非凡，常有警示之言，怎么就想不开在黑牢混日子？黑牢日子好混啊，现在黑牢钱少了，你不嫌弃？只是暂时的，迟早收入会恢复以前的数目。于静安这人人品不行，但他的分析有点道理。那些犯官仗着身份，平日里有事没事都要闹腾一番，最近却出奇的配合。此事如此反常，必有大事即将发生。啊！真会发生逼宫这等大事，会不会牵连到侯府？先生是想知道大老爷会不会参与逼宫？放心吧，就算大老爷一时间想不开，最多就是安排下面的人。摇旗呐喊，表个态度。最好如此。陛下不知怎么回事，早些年英明神武，人老了反而越发糊涂，竟然迷恋修道长生。世间哪有长生可言？活生生的长生者就在你跟前，可惜你不知道，无敌是多么寂寞。老皇帝是被人忽悠了吗？怎么会突然迷恋修道求长生？不太清楚，听过一些传言，说是老皇帝有一晚梦见了神仙，然后就开始修道求长生。就做了个梦，然后就开始修道求长生？今儿有什么事儿？启禀陛下，今儿收到了301本奏奏，其中大部分都是弹劾江明慧，一个个没完没了。江明慧人呢？回禀陛下，江明慧就在殿门外等候召见。叫他滚进来！诺。微臣死罪，请陛下责罚。混账玩意儿！你自己看看，这2箩筐的奏折全是弹劾你的，这还只是今天的奏折，明儿更多。你是将天捅出了窟窿吗？满朝堂都恨不得你去死。陛下，罪臣千错万错，但是对陛下的忠心日月可见。朝臣就是嫉妒罪臣一介无名小卒能得到陛下的重用，他们分明是想坏了陛下的修道大业，阻止陛下求长生。朕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修个道竟碍了谁？一个个就不消停，你也是，做事能不能谨慎些？闹出那么多是非出来，朕真想斩了你！若斩了罪臣，能让陛下安心修道，求陛下赐死便是。只可惜罪臣一死，往后谁替陛下营造宫殿园子，搜罗天下奇珍异草？一想到陛下身边没了使唤的人，罪臣死不瞑目啊！狗东西，你死就死，少在朕的面前哭哭啼啼。哼！你个大男人，哭什么哭？把嘴巴闭上！既然底下人办事不力，统统该死。陛下，他们办事还是……你还敢替那群无能的人辩解？莫非你想替他们死？罪臣该死，陛下说什么办就怎么办。不要舍不得，办事不力就是该死。邱德全，你旨让锦衣卫把江南抗税、荆州涉案的人统统拿下，该杀就杀。对了，之前是不是还抓了一批不明是非的官员？启禀陛下，的确抓了一批官员，他们联合署名弹劾江明慧。都砍了吧！陛下，
这合适吗？此事一旦传出，届时群情汹涌。你只就是，若有官员反抗，报朕知晓即可。陛下要不要再考虑一下？朕意已决。蒋大人，你有什么未了的心愿，尽管说出来。来到京城10几年，不曾回家一头，只有书信来往，本官不孝啊！可需要文房四宝，我现在就命人送来。本官来到京城的第一天，路过张记烧鸭，那个香味至今难以难还，本官就要死了，却还没有尝过张记烧鸭的味道，本官死不瞑目啊！不就是张记烧鸭吗？安排，今晚上就给你安排，保证让你吃到撑。多谢林头。另外，我还欠着钱。人死债消，欠债无需操心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雷霆雨露皆是恩典。可是我这心里头为什么不服气？我要上本，我要弹劾江明慧，我要亲自写一本弹劾奏烧，烦请林头帮我转过通政司，就算是下地狱，我也睁眼看着江明慧的下场。蒋大人果真要弹劾江明慧？陛下亲自下的旨意，旨意到了刑部，刑部努力了。蒋大人，你可有什么心愿未了？若是有话给家里人交代，我为你准备文房四宝，帮你寄出信件。一个穷京官，就因为署名弹劾江明慧，丢了性命，老皇帝简直毫无底线。蒋大人，你有什么想吃的？罢了，等你想到的时候叫一声，尽量满足你。乱起来了。蒋大人被砍头，你似乎挺高兴。林头，你终于肯和本官说话，等着瞧，后面会越闹越厉害。结局改变不了，没人能改变陛下的决定，没有，除非是10年前的陛下。或许有一线可能。既然你没办法，你废话干什么？没空和你闲聊。林头这是记恨本官啊！我本将心照明月，奈何明月照沟渠。哼！林头啊，林头，你不知好歹，不识好人心。本官竟然也有看走眼的时候，真正是有眼无珠。我如果知道好歹，这会儿坟头上的草都已经半人高。你真的认为那个姓洪的劳差的死是我做的？难为于大人竟然记得一个小小劳差的姓氏。你果然认定是本官做的。哼，本官犯不着同一个小小的劳差计较。这牢里面想往外传递消息的人不止本官一个。是不是你做的其实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，能干出什么样的事。于大人没有别的高见，告辞。我恨不得他去死！能不能管管？能不能管管？蒋文白，你活该升不了官，你就该当女人，娘们儿兮兮，不就是砍头？能不能消停点？不用管他，随他去吧。就只有几天活头，还不许人家哭一哭。你的犯人，大人是说蒋大人吗？蒋大人一直关在黑牢，小的负责看守。蒋大人临死前可有说什么？蒋大人执意要弹劾江明慧，小的不知如何处置，求大人教我。奏书本官转交，这5两银子，把几位大人收结安当。够了，够了，大人心肠真好。好吗？好生办差。谨遵大人吩咐。孙道安体内有一股力量躁动不安，他极度愤怒却又在克制。身躯里竟有个4品武者，那股力量像缓缓流动的溪水，平和却源源不断，仿佛随时在修炼。我肯定无法挑战他，那溪流瞬间就会变成滔天巨浪将我吞噬。是时候找个3品武者，掂量下自己的分量了。
林头，大事不好！天没塌下来，慌什么慌？坐下有事慢慢说。这事儿跟天塌下来也差不多，通惠钱庄来要账了。何等荒谬！通惠钱庄要什么账？谁欠了通惠钱庄的钱？没人欠通惠钱庄的钱，可是有人欠了。谁？林头忘了，就是刚被砍头的蒋文白蒋大人啊！当初万墨林逼着打钱，如今他死了，钱庄跑来问咱们要账。放屁！钱是蒋文白借的，凭什么找黑牢要账？通惠钱庄活腻了，敢跑黑牢撒野，抄家伙出去会一会。林头息怒，小的已经和钱庄的人聊过，叫人打发走了。你怎么打发的？小的答应他们今晚在迎客楼见面，就这事好生谈一谈。荒唐！有什么好谈？欠钱的人都死了，通惠钱庄连死人都不放过。可是钱庄说，当初是我们出面担保，他们才答应借钱。担保人？要钱要到黑牢头上，真当黑牢是软柿子好捏吗？林头有所不知，钱庄背后有大靠山，据说王府甚至太子东宫也有分人。你怎么知道东宫有分税？这么隐秘的事情，你能知道？小的不敢胡说。东宫参与分税，这事是通惠钱庄自己捅出来的。陈头若是不信，可以亲自去打听。除了东宫，还有哪些王府参股？小的知道的有晋王府、齐王府。晋王、齐王加东宫，全是我惹不起的。难道真要替蒋文柏还钱？这世上竟有如此荒诞之事！这钱绝不能出，否则威严何在？叫上手底下的兄弟，都带上家伙，今晚随我一起去迎客楼赴宴。真要带家伙？废话！不带家伙怎么谈？拿嘴巴谈吗？陈头，要不要花钱请几个打手？就我们这群人，是人家对手吗？钱庄打手都是专业的，我们没经验啊。有我在，怕个屁！晚上都带家伙跟我去。哼，谁不想去，就把分的银子吐出来，再补30两。为啥是30两？交工的钱拿得回吗？拿不回就分摊。坚决捍卫黑牢尊严。跟我走。林头，到了直接开干，不讲究战术。打群架要个屁战术！狭路相逢勇者胜，看我眼色行事。事情解决，我请大家醉香楼吃酒。没见过世面，比不上李掌柜有格调。若有不当，还望见谅。听说黑牢多了读书人，今日一见果然不同。听闻林头同平江侯府还是本家，早就出了五通，李掌柜无需在意。好茶，林头懂茶？不懂，不过这等好茶还是分辨得出来。今儿李掌柜破费了这么大的阵仗，又是酒席又是美币，恍惚间仿佛到了鸿门宴。林头真会说笑，听闻你千杯不醉，尝尝私酿的酒，品一品。喝酒什么时候都行，不如先谈完正事，之后叫兄弟们一起喝才热闹。好，依着你的意，先谈正事。钱是蒋文柏蒋大人借的，照规矩人死债消。你们通惠钱庄要债要到黑牢头上，率先破坏规矩，不好吧？都收起来，都收起来，什么事儿都没有，不必如此紧张。林头误会了，今儿约你出来不为要债，而是有一桩买卖想找你合作。哦，黑牢有什么买卖，值得李大掌柜惦记？林头谦虚了，老夫偶然得知林头手中有一门生意，正好我们通惠钱庄也正在开展典当生意，不如我们合作一把，如何？靠，梳狗鼻子吗？我帮犯官倒卖字画的生意，竟然没瞒过通惠钱庄。这等小生意，李大掌柜也看得上眼。林头真会说笑，利润数千两的买卖，怎么能说是小生意？李大掌柜何不坦诚些？我不相信通惠钱庄会看上这点小买卖。不愧是迎客楼的上等席面，非常好。李大掌柜别客气，敞开吃，敞开喝。我们通惠钱庄时常收到一些用来抵债的名品孤本，其中一部分来路不太清晰。若是能走林头的路子，过一遍黑牢，佣金好说。你们手中那些个来路不明的玩意儿，走黑牢的路子，是不是有点异想天开？是不是异想天开，
林头何不先做一单再下结论？为什么是我？黑牢大打的人选，其他人跟脚太浅，没资格染指这等买卖。唯有林头你背靠平江侯府，方有资格。我只是姓林，并非平江侯府正牌子主人。若是有人想借我算计侯府，我和侯府早就出了五副。你们打错了算盘。没人想要算计侯府，我们的货物只需走一趟黑牢，只是账本上需要有这么一道手续。总之，佣金好商量。你越这么说，我越不敢答应。什么货物非得费心走黑牢过账？想来想去，莫不是天底下最至高无上那地方的买卖？你干脆直说要拿我的人头祭天得了。最近惦记我人头的人还真不少。林头是不是误会了？区区600两，你却想要我的命？我感情在你李宝峰的眼中，我的性命连600两都不值。李宝峰，你不妨华夏道来，该怎么解决？是文斗还是武斗？一句话的事情。和气生财。2到3品巅峰武者的气息正在靠近，外面那群打手只是充场面，真正的杀招是他们圈养的高手。这世上并非人人都包藏祸心，有钱不赚是王八蛋。你在黑牢见惯了安撒，把谁都当坏人，老夫理解。可你只要肯跟通汇钱庄合作，我保证年底前让你当上管事，独管一座大牢，如何？有句话，夸大过往功绩，许诺美好未来，叫你牺牲现在，俗称画饼。我虽年轻，好歹有点脑子，天上不会掉馅饼，上面的人分润都不够，怎舍得把这么大利润让给我？换你站我这位置，你会怎么选？老夫会选择抓住眼前的机会，即便掉人头。对，即便掉人头，但是掉人头只是你的猜想，不一定变成事实。你可以认定老夫是在画饼，也可以认为老夫是在给你机会，只看你能不能抓住机会。我为什么要你给的机会？你有选择吗？2个3品巅峰，我可以全身而退，但我的身份就彻底毁了。大姐会牵连，外面的兄弟也得等死。李宝峰啊，李宝峰，难怪都说钱庄掌柜个个是老狐狸，软的硬的你都备齐了，我一个小牢差何至于让你这么费心？罢了，说吧，多少佣金，怎么操作？丑话说前头，钱少了我可不干，打死不干。钱的事情好说。林头真是知情识趣，没有和钱庄翻脸，大好事儿啊！寿安哥，出事了，我娘让你赶紧回去。出了什么事？你才多大，谁让你跑来的？老鸨没为难你？老鸨是我干娘。说，到底出了什么事？丫丫不见了，你大姐叫人找你，到处找不到人，我打听了一圈，才知道你在这里喝花酒。什么？林头别担心，小丫头有可能是玩疯了，忘了回家的时间。3岁半的孩子应该跑不远，这会儿说不定已经回到了家。你别想着好的，都往坏处想。如果丫丫真的被人贩子拐了，要怎么找？找谁能帮上忙？找大壮，找鲁大壮，京城3教9流他都有接触，肯定有路子。刘涉，你去请鲁大壮，就在我大姐家会合，快去！作孽呀，连个孩子都看不住。林念丫不见了，下午还看见他和其他小姑娘一起玩耍。林念丫一定是被拍花子抱走了，我可怎么办啊？大姐别哭，就算林念丫真的被拍花子的人抱走了，我保证一定把人找回来。真的能找回来吗？前年隔壁房室丢了一个孩子，至今都没找回来。你别急，这事我来想办法，确定林念丫是晚饭时间走丢的，只要人在城内，就有机会找回来。就算出了城，上天落地，我也保证将林念丫找回来，好不好？苏守义也说，这个时候应该还没出城。苏守义那边已经安排人通知了各个城门，这几天务必留意出城的生面孔。城门有苏家的人，衙门这边我来找人，肯定能将林念丫找回来。先别急，苏守义就在城门干活，这个时间段人贩子应该出不了城。走，我带你去找个人。谢了，这个时候全靠你帮忙。都是兄弟，说什么谢？等人找回来，你请我醉香楼喝酒。一言为定。这家赌馆的陈老掌事是从宫里出来的一位老太监，京城地下见不得光的人和事都逃不出他的双眼。想要找到林念丫，只要人贩子还在京城，
问陈老长事肯定好使。如果陈老长事这里真有线索，我定被重金感谢。我找陈老长事。陈老长事不见客。别啊！都是老熟人，帮个忙。家里小孩丢了，10万火急的事情。行吧，我替你们通报一声，看在是熟人的面上。不过我不保证陈老长事会见你们。请你转告陈老长事，我们丢了个3岁闺女，若能得到陈老长事的帮助，定有重谢。这是我兄弟过命的交情，上回我欠的钱就是我兄弟帮我还的。见过老爷子，我是黑牢当差的鲁大壮，这位是我好兄弟林守安，也在黑牢当差。姓林，莫非是平江侯府那个林？小子林守安见过老爷子，正是平江侯府那个林，不过在上一代就出了5福。老夫听说过你。这陈老长事竟然是4品巅峰武者，随时可能突破5品。都说黑牢多了个读书人，做事很讲究，说的就是你吧？承蒙老爷子记住小子，小子只是秉承黑牢规矩办事。这年头能秉承规矩办事的人不多了。遥想当年，老夫在宫里头当差，就靠着守规矩，才能活到如今这把年纪。你的事，老夫已经了解，那帮拍花子是越发下贱。不过，你们家小孩遇到的拍花子，很有可能是一群外地客。敢问老爷子，何为外地客？所谓外地客，就是路过京城，顺手干一票的人。这些人多是以家族或是同村为一个团伙行动。冒昧问一句，老爷子可有确切的消息？老夫的消息，至今还没出过错。是小子莽撞，还请老爷子指一条路，我们该如何找人？100两铜灰钱庄银票，只求一条线索。前朝太祖本是个修房建屋的包工头，建立大禹朝后亲自监督营造京城，连地下世界也一并造了。朝代换了几轮，这地下几百年来却没怎么变过。老爷子说的是地下暗道？京城的地下世界可不止地下暗道。前朝太祖设计营造京城时，是将地下当做了堡垒来建设。没有人比老夫更了解地下世界。老爷子的意思是，那群外地客躲在地下世界？这是必然的。一群外地客跑到京城做买卖，任何客栈房舍都不如地下世界安全，方便逃跑。据老夫了解，这段时间京城丢的孩子可不止1、2个。京城何其大，地下世界何其复杂，还请老爷子给条明路，我们该从哪里着手寻人？跑不出这个范围，一旦捞过了劲儿，本地拍花子会联手收拾他们。记住，这2条道是他们逃跑必经之道。赶在他们出城前找到人，孩子还有救。真让他们出了城就难了。你们还有2个时辰，快去。是。今儿多谢大壮哥帮忙，烦请叫上黑牢的狱卒兄弟们，守住几个路口。我得去地下世界会一会那帮人贩子。你一个人去，那可不行。那帮人贩子逼急了是会杀人的。放心，我不会有事。千万别逞能，保命最重要。只要人还在，总有找回来的时候。我有分寸，放心。他们人在哪里？我家小孩被拐了，那群外来的拐子在哪里？告诉我，这钱就是你的。我只想找一个女孩，3岁半，穿着一件绿色衣裙，上面用丝线绣着牡丹花，你见过吗？他们藏在里面吗？那边有个大个子，好凶的！谢了，等找到我家小孩，回头请你们吃饭。就是相信在你的帮衬下，这一趟一定可以顺顺利利。少主人谬赞。人类最原始的罪恶，必须用鲜血洗刷。你是谁？杀你的人，找死！
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没有五脉，却拥有如此高的武功，莫非你是隐脉？说，什么是隐脉？少主人，快走！我来挡住他！隐脉，隐脉！别过来！别杀我！人在哪里？什么人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小孩藏在哪里？说！不在这里，真不在这里！我说的是真的，别杀我！我告诉你，我全都告诉你。在船上，全都关在船上。什么船？货船，湖上的货船。你别杀我，我带你去找货船。真的，只有我能带你上船。没有我，你根本不可能在1个时辰内找到船。1个时辰后，船只就会沿着河道出城，那些小孩再也找不到了。既然孩子都在船上，你们商量脱手又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就是这回的货，不，是那些小孩，是有好有差，差一些的孩子需要及时脱手，养着就是浪费粮食。船是你的？不，船是齐衡江的。我们这回上京城是帮齐衡江找货。齐衡江又是谁？齐衡江就是齐衡江。我真不知道啊！我只知道他是齐衡江，他的来历只有我父亲才清楚。你父亲在何处？不在京城，在老家。我真没骗你，我要是骗你，我不能好死。你别杀我，我真的很有用。齐衡江武功高强，身边还有一群护卫，他性子多疑，不亲眼见到我，你根本上不了船。你很能打，可是齐衡江更能打，我是说真的。我的手！告诉我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老家具体地址。我的腿！放心，我不会让你死。我跟一位刑房高手请教过，如何让一个人受尽108般苦刑却不死。听说你们邪修爱抽人灵根牟利，今儿便拿你试试这滋味。先碎灵根还是抽地魂？气海必须彻底碾碎，越惨越好，对吧？不要！求你放过我！我有钱，我家有好多钱。你不能杀我！你杀了我，我爹、我叔、我爷他们一定会替我报仇！我的气海，你废了我的气海，你死定了！你死定了！啊！我的经脉断了！别杀我！我说，我全都告诉你。我说。哪艘船是齐衡江的？放了我就告诉你。哼，我看你还没搞清楚状况，是想逼我现在碾碎你最后的经脉吗？火把，左3下，右3下，上下3下。是那艘船吗？你会放了我，对吗？这是我第一次出家门。我之前没干过坏事，没干过坏事，哼哼，小小年纪对酷刑门清，天生坏种，到时候知道怎么说吗？别逼我杀你！是胡少爷吗？你来晚了，我们马上就要出城。出了点事，耽误了。先让我上船，我要见齐衡江。
救我！救我！张黑脸，救我！他杀了我的人，杀了所有人，树也死在他手中。张黑脸，你杀了他，快杀了他！我走。你又是何人？杀了胡少爷，你知道会惹来多大麻烦吗？麻烦？我就怕麻烦不上门，否则我还要费心千里杀人。敢问兄弟哪路讨生活？可有魂号？以前不曾见过。何须废话？齐衡江在哪里？兄弟很莽撞啊！连我们的买卖你也敢阻截？你真当自己是行侠仗义的大侠了吗？不自量力！哪怕见惯了砍头杀戮，这惨绝人寰的一幕依然让人绝望。若是晚来一步，这些孩子杀尽天下人贩子！主人，河道开闸是否现在出城？查清楚究竟是谁做的。无论是谁，杀！出城！务必亲手将孩子们送到衙门，这是酬金。大侠，官府问起来，我们该怎么回答？大侠，丫丫，我的丫丫！林年丫，喜不喜欢舅舅？舅舅给你买糖吃，好不好吃？林念丫能找回来，多亏了你。我没能帮上什么忙，大姐千万别这么说。鲁大壮都跟我说了，要不是你掏钱打听到线索，林念丫未必找得回来。你说能不能找到那位行侠仗义的无名大侠？我想给救林念丫的大侠立个祈福长生牌，行不行？没必要吧？无名大侠做好事不留名，肯定也不希望大家花钱给他立祈福长生牌。你懂什么？做人要有良心。我和其他几家丢孩子的联系了，他们都同意立祈福长生牌。改明儿约好一起去静安寺，大家凑钱，一定要立一个祈福长生牌。丫丫自从回来了，整晚整日睡不好，特别容易惊醒。我听说城外有个道婆，最擅长替小孩子收惊。你哪天有空陪我去一趟城外？姐，你说的道婆行不行啊？要不这样，我给丫丫请个大夫，让大夫开一点安神的药，肯定有用。已经请过大夫，也开了药，不管用。那肯定是大夫的水平不够。这样，我知道哪里有好大夫，我带着丫丫登门求医，保证药到病除。丫丫吃糖，别怕，有舅舅在，舅舅会打跑所有欺负林念丫的坏人。乖，对，坏人都被打跑了。舅舅好，舅舅会一直对林念丫好。姐，我现在就带丫丫出门看大夫，你别着急，丫丫肯定能恢复。前几日我经过李大红家，发现刘婉娘已经不在那房子里，她一个女人能去哪里？刘婉娘自有她的去处，轮不到我们操心。这怎么能叫做操心？身为同僚，关心一下遗孀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瞧你这模样，莫非你知道刘婉娘去了何处？有什么内幕消息，快告诉我！我哪有什么内幕消息？只不过像刘婉娘这样貌美小妇人，总有她的去处。哼，你果然有内幕。那晚在李大红家守夜，你独自离开许久，准是碰上了刘氏。你俩说了什么？我不问，只提醒一句：兄弟妻不可欺。你跟李大红再不对付，人都死了，过往就该放下。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我再怎么堕落，也不可能欺负一个妇道人家。如此甚好。现在大家都在议论无名大侠，你说那个无名大侠究竟什么来历？他怎么就能知道那些孩子藏在船上？那天晚上你下了地下世界，究竟遇到了什么？看见了什么？许许多多的死人，其他的我一无所知。你信吗？我信，只要是你说的，我就相信。我们是兄弟，我相信你也不会骗我，对吧？当然，我们是兄弟，我怎么会骗你？这段日子忙坏了吧？多谢小范大人关心，小的会将之前耽误的工作补上，请小范大人放心。慢慢来，不着急。不过之前的仗义该交了，上面催得急。你运气倒好，外甥女丢了，一夜时间就找了回来。那个行侠仗义的无名大侠，你们真的不知道是谁？我至今还一头雾水。若是知道无名大侠是谁，我定要给他立个长生牌。这些排华子真是无法无天。衙门捕快干什么吃的？我若朝廷官员，定要参京绕府一本。大人若当官，定是好官，只可惜朝廷识人不明，大人有志难伸。
石红标最近接了范城组不少重担，拖欠了好几笔账目，该收网了。富贵，去催促石帮头，赶紧将账目交上。林头，石班头说迟早他能把钱交上，但不是现在，必须宽限他几天，最好宽限他10天半月。他想的真是美，当初万墨林在的时候，可没有宽限谁。你去告诉石班头，我给他5天时间，5天之后他必须把所有的账目平了，否则他自个儿找小范大人解释去。林头，真要如此做吗？你莫非是在同情他？林头误会了，只是最近大家都很难做。我不来难吗？你不难吗？大家都难。看似我在逼石帮头，实则我是在帮助大家。石帮头一人挨骂好，还是大家一起？当然是石帮头一人挨罚更好。石红标这头蠢驴不敢记恨范成祖，把账全算我头上了。不过无所谓，我现在最烦的是怎么化解通汇钱庄李宝峰的合作协议。那些来历不明的古董字画孤本背后不知道牵挂着哪些人，这等掉脑袋的买卖我肯定不能做。只是李宝峰势大，身边又有高手护卫，必须想办法拖延。李掌柜那边来了信，有一件瓷器需要你走账。我必须见一件货物，否则没法走账。林头，当初你跟李宝峰可不是这么商量的，不见货物只走账，这是规矩。哼，你跟我讲规矩，你还不够资格。林头，别不知好歹，李宝峰是在给你机会，你赶紧收回刚才的话，好好配合，我就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果然将我当作工具人，这买卖一旦沾了手，再想脱身可就难了。我必须摸清对方的底细，货物我必须过眼，否则没得谈。有本事你们再找第2个能帮你们做账的人。来，账本就在这里，你来写行不行？林头，你非要如此？你忘了当初你怎么答应李掌柜的？你就不怕追究起来，吃不了兜着走？我怕呀，我好怕的，我都怕死了。可就算是要死，好歹也让我做个明白鬼。此事我做不了主，那就去请教能做主的那个人。你们时间也宝贵，我就不耽误你。请。我们什么运气，竟然招惹上通汇钱庄，让你帮着走账，货物肯定来历不明，你说说到时候怎么办？先生不必惊慌，到了钱庄，我们随机应变。如何随机？且看我眼神行事。货物就在2楼，上去吧。这事儿怕是不能做啊！杜先生可是看出了什么？尽管说，不用怕。以老夫的眼力，这瓷器是真品，极有可能是宫里流出来的。咱们一旦沾手，保不准哪天就掉脑袋。杜先生言之有理，果然好事不找我，找我没好事。那你说我们怎么办？人到了这里，货也看了，对方不可能轻易让我们离开。要不请教大老爷？这事儿想要破局，必须拉第3方势力入场，将这滩浑水搅乱。告诉李宝峰，给我几天时间，我会将账目做好。做个账还需要几天时间？你当做账就是提笔随便写几笔。李宝峰偏偏找我，图的就是一个真字，一切都得做得足够真。你到底需要多少天？说个具体的时间，别想着糊弄。10天半月总需要。不行，最多给你3天。3天干不了，有本事你自己干，最少10天。5天、10天、7天、8天，8天就8天，莫要做多余的事情，我会一直盯着你。你随便盯，别干扰我做事就行。娄老板好久没来了，可有我们能效劳的？我找剑客。娄老板的意思是，告诉剑客晚上老地方等他，他要是不来，之前欠下的人情加倍。可是剑客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啊。那是他的问题，不用你操心。你找我？齐云鹤，最近忙坏了，都没时间喝酒。说吧，找我何事？我要你杀了通汇钱庄的李宝峰。你疯了吗？我没疯，是通汇钱庄的李宝峰疯了。他一个人发疯不要紧，却逼着我跟他一起发疯。你说他该不该死？你先把事情说说，杀人可不是儿戏。通汇钱庄的背景你知道吗？明知道货来路不明，甚至可能是宫里流出来的，你说我能怎么办？同流合污简单，就怕哪天脑袋搬家反抗。我一个小狱卒又斗不过通汇钱庄，思来想去，
只有李宝峰死了，才有一线生机。这件事不是非杀人不可。难不成你有别的办法？你若是信得过我，我来帮你解决此事。就你能行吗？那可是通惠钱庄。你不相信我，又何必找我？我是找你杀人，不是非要杀人才能解决问题。我保证帮你解决这件事，你总可以放心了吧？真不用杀人？难道你打算和对方谈判？你别看不起我，通惠钱庄背后有人，难道我的背后就没人了吗？比起来，谁虚谁还不一定。背后有人就好，我找上齐云鹤，图的就是他背后的锦衣卫。锦衣卫是老皇帝的鹰犬，根本不需什么太子晋王，这招祸水东移完美。行，我信你，这件事就拜托你，你可一定要将事情办妥当，别牵连到我身上，否则你就辜负了我的救命之恩。替我盯着通惠钱庄，一有动静第一时间通知我。什么样的动静算动静？你不说我怎么知道？如果有不好惹的人物，比如官府的人上门，就算是动静。怎么样算不好惹？像你这样的吗？你看我像是不好惹的吗？给你个机会，再说一遍。安哥，在我眼里，你是天下间最不好惹的大人物。安哥，我祝你长命百岁，娶8个婆娘。呸！赶紧去盯着通惠钱庄，事情办好了之后还有好处。我帮你瞒着你爹娘，你自己攒私房钱。安哥放心吧，事情包在我身上。安头，镖头跑到椅子号大牢拆借银子，四处编排你的闲话，说你手段酷烈，又说你跪舔2位范大人，毫无底线。你去将镖头叫来，就说我找他有话说。安头，你千万不能冲动。放心，我找他另外有事。镖头，你我之间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。我呢，按上面的吩咐办事，绝无故意刁难你的意思。但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，有人对你很不满。谁？你靠送表妹上位，知不知道遭了大家的记恨？偏偏你仗着范铁山的信任，对其他人不屑一顾，你这是在官场犯了大忌啊！你别吓唬我！你如果对我有意见，就直说。我对你能有什么意见？我要真对你有意见，就应该眼睁睁看着你倒霉，而不是在这里好心提醒你。你先说，究竟是谁记恨我？记恨你的人多了去。你知不知道，在你之前，早就有人看中了这个位置，并且花了大价钱，结果被你半路截胡。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是不是范成祖对我不满？总不能是范铁山对我不满吧？难不成是宋维安对我不满？宋维安看不上这个位置，对吧？对吧？难道真的是宋维安？不管是谁，你赶紧将钱交上来。有机会，我一定帮你在上官面前美言几句。你有范铁山的关系，也可以使劲，大不了多花点钱。如果宋维安真的看中了我的位置，为何我还能坐在这里？范铁山再牛，也牛不过宋维安吧？这里面的事情我怎么清楚？我只是看在都是黑牢当差的兄弟份上，好心提醒你一句，信不信你随意。现在你还是赶紧想办法将钱的事情搞定，钱解决了，其他事情都好说，对吧？安头，问题解决了，基本上解决了。接下来镖头会认真努力搞钱，没时间说闲话。这次的事情你做得很好，记得以后有什么情况及时报上来。差2人队胜3000，上条放。2000两，把这位爷当大爷一样伺候。本官同样给了钱，为啥没有热水用？懂吗？于大人要是肯给钱，你要热水肯定有。本官给了钱，你给的那是门槛费，想要更好的待遇，得主动啊。于大人自己想想，这1年来，我和手下狱卒可曾找你要过钱，暗示过你交钱？没有吧？做人要学会主动。多少钱？我也要热水洗漱。100两。你怎么不去抢？你怎么不去抢？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明码实价，你要是嫌贵，可以不买。我们绝不会强逼着你购买这些服务。意思是还有别的服务？需要搓澡吗？专业的搓澡师傅，不贵，50两半个时辰。奸商，妥妥的奸商。还有没有别的服务？专业说书人说书，半个时辰50两，1日3餐外卖，1餐10两，同走不亲。在丙区黑牢，外卖起价20两，
贵了1倍。趁着少府阔老进黑牢，我推出这些天价套餐，范铁山拍板46分成。狱卒们伺候这帮官老爷比伺候亲爹还卖力，都是行走的银子，谁不爱？连隔壁赵狱的狱卒都馋哭了。没见到官府的人，不过这些天钱庄没人上门，钱庄的伙计也少了一半。不错，很好。提醒你别嘚瑟，当私房钱存起来。还要继续盯着吗？不用了，8天已过，钱庄那边没来催账，我的危机解除了。齐云鹤背后的锦衣卫效率真强，几天就让通惠钱庄焦头烂额，这金大腿抱得直啊！现在只有这个事情帮你办成了。通惠钱庄的李宝峰还有为难你吗？多谢。估摸着李宝峰如今焦头烂额，顾不上我这里。这几天我身边清静了许多，改明儿你早点来，我置办一桌酒席招待你，作为答谢。行，那就说定了。救命之恩算是报答了。什么救命之恩？之前那都是开玩笑。哼，你的靠山挺牛的啊，办事效率这么高。有这样牛的靠山，你何必窝在打行挣的3瓜2枣？怎么着？你羡慕？要不要跟着我干？虽然你不是武者，好歹也会3招2式，打打杂跑跑腿不成问题。收入可以保证不会比黑牢少，关键是跟我干好处不少。我在黑牢干得挺好的，目前没有跳槽当跑腿小弟的打算。你就那么迷恋黑牢的差事？除了钱多，有啥好处？你跟我说说。没啥好处，我就图个事儿少钱多风险小。我可不想哪天被人砍得血乎乎。我这人吃不了苦，只图小富即安。到底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？妥了，今日当服3大杯，你怎么办妥的？通惠钱庄能答应你？你赶紧和我说说，我这心里头一直惦记着。我找了个很有能耐的朋友帮忙，如今通惠钱庄自身难保，李宝峰焦头烂额，根本没空搭理我们2个小人物。等他们把麻烦了结，几年内都不会再碰这类见不得光的买卖。会不会是姓林的小子走漏了风声？你不是安排了人天天盯梢盯死了他吗？可有看见他和锦衣卫相关人员接触？没发现。姓林的小子每天当差回家2点一线，最多就是和周围4邻聊聊天，打个招呼，就一孤家寡人，身边连个女人都没有。这么说，真的是我们内部出了内贼？不能吧？知道这买卖的都是心腹，谁会想不开去做锦衣卫的耳目？说，这事会不会另有内情？你不懂锦衣卫的厉害，他们无孔不入，这么大的买卖他们不盯着才怪。身边的人都得查一遍，不光查本人，祖宗3代都要查清楚。你呀，罢了，滚出去吧。掌柜，锦衣卫的萧大人来了，快请父，老夫亲自去迎。李宝峰，今儿咱们好好聊聊。聊，一定好好聊。萧大人，里面请。我要见陈老掌事，烦请通报一声。陈老掌事见不见，都烦强通报一声。你告诉陈老掌事，我想买他的消息。晚辈见过陈老掌事。听说你想买消息，你很面生啊，第一次来。听江湖上的朋友说，前辈消息最是灵通，故而慕名前来。都是江湖朋友给的面子，不值一提，不值一提。敢问前辈，齐衡江是谁？齐衡江的消息，恕老夫无能，无法提供。不过我这儿另有一个消息，或许你也感兴趣。若是你觉得老夫的消息不可靠，你可以不用给钱。齐衡江连陈老掌事都如此为谈，不知是什么消息。无论消息是否有用，我都会照价付钱。
京城这地界上呀，最近多了一些人，正在打听无名大侠的身份来路，要当心哦。这帮人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。不管怎么说，我死活不会承认自己是无名大侠。我也听说了，齐衡江前阵子被人坏了一桩生意，传言是那位无名大侠干的。老夫也是最近第一次听闻齐衡江此人，应是外地来的过江龙，旁的一概不知，请见谅，老夫给不了消息。前辈这儿当真没有齐衡江的消息，钱我可以加倍。朋友误会了，这不是钱的事情，而是老夫真的无能啊，手头上没有齐衡江任何消息。今日就当交个朋友，前辈何必拒人千里之外？我只需要一个消息。老夫无能，给不了消息。还请老先生指一条明路，该何去何从？之前老夫说京城最近多了些人，朋友何不从此处下手？或许会有一二收获。祝愿朋友能心想事成，千万小心，莫要误了青青性命。多谢前辈指教，我是生意人，只做买卖，不干打打杀杀的事儿。如此甚好，如此甚好。阿大，赢了！我翻身了！人呢？刚才给我出招的高人呢？好人啊！明儿我干脆请林守安喝酒。林头好，多亏林头想出的妙招，我们一定好好办差，不负林头的期望。少废话，去干活。怎么回事？好像是锦衣卫要提审犯人。放过我！放过我！我有钱，我主动交钱，要问什么全都交代，我不要去赵狱。干啥吃的？干啥吃的？先摆正自己的身份。锦衣卫提审犯人，这是他们的职责。你们一个个面露不忍之色，这是想干嘛？是在质疑锦衣卫吗？大人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凉拌！散了，散了，全都给我散了！小林啊，这日子刚刚好过2天，锦衣卫就来截胡，你说说，这日子以后该怎么过？回禀大人，这事儿啊，暂时无解。小林，你最近的工作进度不太满意呀？这嘴脸未免太丑陋了，这就开始摆脸色要掀桌子。大人安心，好日子很快就会有的。此话怎讲？最近朝堂闹得越来越凶，荆州反贼也成了气候。陛下一发怒，黑牢说不定就会进来几个高官显贵，到那时候就轮到大人你上场，得了重视，一飞冲天是迟早的事。本官没有看错人，事情交给你，本官自会放心。这些日子大家手里头都宽松了不少，今晚本官做东，宴请大家一起到迎客楼吃酒。哪能让大人破费？蒙大人关照，今晚这顿酒还请大人给我等一个机会，请大人务必赏光。好，好。晚上该给多少钱？30两，
这要老命啊！范承宗的胃口大家心里清楚，少于这个数他肯定不高兴。差事是长久的，不急于一朝一夕。今儿损失的钱，将来自有机会再捞回来。罢了罢了，30两就30两，就当是破财免灾。林头，你可是正经的读书人，你怎么不去争一争那位置？我哪有那个本事啊？当个班头已经心满意足。诸位兄弟放心，只要有我小范在，以后黑牢里的好差事、肥缺，统统少不了你们的，全包在我身上。多谢范大人提携。来来来，大人只管喝酒，不谈这些。范大人何时调走？范大人一走，范承祖肯定也会跟着走。到时候，林头，你不如去争取一下。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啊！你们聊归聊，可别牵扯上我。现在大家都在范御史手底下讨生活，还是安分些好。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，有酒有肉有银子，我就满足了。谦虚了，谦虚了。你若是能当上御吏，我们肯定都支持你。林头，27号牢房的李文元找你。李大人呀，你可要保重身体。你乃朝廷肱骨重臣，朝廷上下都离不开你。林头，你就不要哄我一个老头子。今儿将你请过来，是有一件事情拜托你。李大人，请说。只要你不为难我就行。我手中有一本前朝书法真迹，我知道你在做独家生意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把字帖卖给平江侯府的大老爷。为什么非得是平江侯府的大老爷？出价更高的买主不行吗？哼，别的买主我信不过，别糟蹋了我的好东西。平江侯府大老爷是真收藏，你就说吧，这买卖能不能做？能做，当然能做。我该如何联系府上的人？我给你一张凭条，你上我府宅找我夫人，她会将前朝书法真迹亲手交给你，佣金5成，1文钱都不少你。李大人说笑了，这门买卖没人能少得了我的佣金。等着！阻止林守安，给大老爷请安。不必拘束，坐下说话吧。当差顺利吗？多谢大老爷关心，当差还算顺利。懂得上进是好事。东西呢？拿来我瞧瞧。真火！这本前朝书法真迹，你从何处得来？是从大理寺李文渊手中得来。竟然是李文渊！前朝书法真迹来历有问题吗？前朝书法真迹来历当然没有问题，本侯只是很意外，李文渊竟然舍得出手。这本前朝书法真迹，早就听说他很宝贝来着。他最近没受什么苦吧？大老爷放心，黑牢不是诏狱，官员们住在黑牢，日子都过得不错，除了不能出牢门，别的都还好。这前朝书法真迹本侯要了，给你1200两。李文渊那里你多多关照点。来之前估价800、900两已经是天价了，赵宏远一开口就是1200两，爽快！大老爷放心，我定会照顾好李文渊，不会让他有事。他有事无事，是朝廷的事。大老爷言之有理，晚辈谨遵吩咐。交易顺利，大老爷出手好生阔绰，我都没开价，大老爷直接给了1200两。京城这地界，怕是没有人能比大老爷出价更高。大老爷和别的人自是不同，你多和大老爷打几次交道，就会知道他是一个极好说话的人。大老爷出价如此爽快，显然他对你个人很满意。
我真没看出来，没说几句话，事情就定了。你第一次上门不熟悉，大老爷同你说了几句话已经非常不错了。换做其他不怎么顺眼的人，大老爷怕是一句话都懒得说。如此说来，大老爷也是以貌取人。非也非也，大老爷看人识人很有一套，少有走眼。总之你是入了他的眼，往后真遇上事，求到大老爷跟前就多几分机会。来，先走一杯。刚刚跟踪我的人会不会是齐衡江的人？这么快就查到我头上了。既然找上门了，正好利用这次机会摸出齐衡江的底细。春香嫂，红二哥家里怎么回事啊？你还不知道吧？红石头把家里收拾出来租出去了，据说租房子的是个女人。小安，你可要仔细些，独自出门租房子的女人可别招惹。春香嫂，你可别瞎说，我什么时候有招惹独门独户的女人？我人品很好的，好吧？小安，新搬来那户人家的底细我打听清楚了。什么来头？作孽呀！那小寡妇潘玉娘一家3口，家里的顶梁柱都没了，被那些恶毒的族人吃绝口，软硬兼施，硬生生逼得他们进城讨生活。原来是这样，也是一家苦命人。能帮则帮，都是邻居，但是你不可见色起意，败坏人家潘玉娘的名声。别人都稀罕良家女子，有钱就赶紧娶一个回家。哼，你倒好，净稀罕外面脏的臭的。春香嫂，你这是偏见，你是不是怕我带坏了大哥？你敢！我懒得和你掰扯。明儿侯府办酒席，人手不足，我得去帮工。不年不节的，侯府办什么酒？大夫人的生辰，京城数得着的豪门大户、勋贵皇亲都请了。快点来！好一朵标致的无辜小白花，若是无根浮萍。你找我？你家有醋吗？能不能借点儿？借醋是吗？我还是去别家。等一下，我去给你拿。够吗？够了。都是邻居，以后有什么事尽管来找我。谢谢。侯府二房夫人的娘家庶出侄女睡了，被晋王府的公子给睡了。二夫人气坏了，大夫人当场撂脸子。现在侯府乱成一锅粥。还有呢，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？侯府没下封口令？出事的时候，好多人都去围观了。等到下封口令的时候，该知道的都知道了。你婆婆又骂你了？她年纪大人糊涂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将孩子拉扯大，你的好日子还在后面。我知道，谢谢春香嫂。我来是想问问哪里买布匹，我打算给婆母还有孩子做一身能出门的新衣。瞧你干的好事，把人都吓坏了。能不能讲点理？我连话都没说。怎敢劳烦邱公公？侯爷折煞咱家了。陛下正在里面等候，侯爷快请进去。微臣参见陛下，陛下万福。平身。这些年，朕忽略了爱卿，爱卿心中可有怨恨？雷霆雨露皆是君恩。再一个，微臣身有残疾，已经不适合继续为朝廷出力，为陛下分忧。非也非也，老介福利志在千里。朕了解爱卿，对爱卿的能力从未有过怀疑。如今荆州反贼闹腾得越发厉害，以爱卿之见，
该当如何？微臣以为，朝廷应派一位老实稳重之臣前往荆州主持大局。爱卿和朕想到一处去了。那你说该派何人去合适？微臣以为可派兵部尚书前往荆州主持大局。兵部尚书另有差遣，除他之外，可有其他人选？爱卿不必有何顾虑，任何想法尽管说出来，朕保证绝不因言获罪。微臣愚钝，实在是想不出比兵部尚书更合适的人选。陛下不如召见朝中重臣，共商良策。爱卿为何推三阻四？莫非爱卿心中对朕依旧有怨恨，故而不愿意替朕分忧？微臣有罪，微臣不能替陛下分忧，实乃老妹昏聩，请陛下降罪。爱卿是宁愿受罚，也不肯替朕分忧，是吗？不敢，不敢，不敢！哼！朕有意让爱卿挂帅，前往荆州平息反贼，不知爱卿意下如何？微臣身体残缺，早已无法统兵上阵，求陛下收回成命，另派贤能。微臣愿替陛下出谋划策，筹谋荆州战事，请陛下三思。朕已经考虑得很清楚。满朝武将，唯有爱卿能让朕放心。爱卿不可再推辞，更不可辜负朕的信任。求求，发生了何事？启禀陛下，大事不好！朝中众文官这会儿正在宫门外聚集，妄想到太极宫请愿，请陛下视朝，还说什么？还说必须处死江明惠！放肆！反了他们！这是要逼宫吗？宣锦一味彻查，到底是谁带头串联？有没有皇子掺和在里面？都给朕查清楚！无论查到谁，都不许放过！宫门外上百朝臣，又该如何处置？赶走！统统赶走！打死你们一群废物！爱卿可有什么话说？微臣领旨。甚好，朕就知道爱卿乃是朝廷肱骨之臣。唉，国事艰难，然而朝臣不思为朕分忧，还处处跟朕对着干，真是岂有此理！真当朕老了看不动人头了吗？陛下要不要召见一二臣子，先让宫门外的朝臣散去？非得杀几个带头的，这帮臣子才知道害怕。锦衣卫呢？怎么还没行动？皇帝息怒，千万息怒！奴婢以为可下旨择日开大朝会，有话朝会上说。就算要弹劾江明惠，也该堂堂正正上奏。东宫有什么动静？启禀皇帝，东宫并无动静。没有动静，派人去瞧瞧。不，你亲自走一趟东宫，问赵景亨，朝臣聚集该当如何？将皇子们叫来，朕有话吩咐。选2位丞相，选兵部尚书。疯了，全疯了！一群狂人！朕当老皇帝的刀不够锋利吗？吩咐下去，自今日起，侯府闭门谢客，无论是谁求见，一律不见。区区几个乱贼，大军一到必打得屁滚尿。大哥风声鹤唳了。经营早已腐朽不堪，这次出征绝不能轻敌。传令下去，速速赶我大营！朝臣聚宫门，求老皇帝处死江明惠。老皇帝妥协，答应后日大朝会。闹吧，闹吧！大人似乎并不意外。林头似乎很关心朝政，想知道有哪些官员即将下大狱，能捞多少钱？林头放心，很快你们就拿笔横财，足够潇洒到年底。程吉言，对了，平江江侯起复挂帅，即将出征荆州，平息反贼。哦，外面很热闹吧？早说迟早逼宫。赵景恒参与没？没听说关于赵景恒的传闻。这么好的机会，赵景恒竟然置身事外。朝堂大事，我个狱卒哪里懂？于大人别给我找麻烦。哼，哪里是给你找麻烦，我是在给你机会。大人若在朝堂，定能借着逼宫搅风搅雨出风头吧？大错特错，当官非为出风头。眼下大好机会，林头可想抓？这机会不敢要，我还想长久活着。没出息，给你机会都不中用。老皇帝老了，随时变天，高高在上掌控生死，你真不稀罕。
哈哈哈！我可不想死在黎明前的黑夜中。我不傻，真有这好机会，能轮得到我？林头疑心太重，你我无怨，我为何害你？因为你看我不顺眼啊！荒谬！本官岂能同你计较？哪有那般小肚鸡肠？是不是小肚鸡肠，大人最清楚。不陪闲聊了，别惦记我手下。红石头死后，大家都怕得很。放肆！你竟敢污蔑本官！朕决议，命赵宏远挂帅出征荆州，户部兵部粟筹粮草，再备一笔钱，用作开帛费和边军犒赏。请陛下收回成命。朕心意已决，无需再谈。再有反对者，统统下诏狱。陛下不可！诸公皆是为国为民，纵然有过错，也该给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，岂能因言获罪？请陛下收回成命。谁胆敢求情，就和那帮人一起下诏狱。老贼！恭喜李大人，沉冤得雪。林头特意来送老夫，老夫承你的情。多谢李大人，应该老夫谢谢你才对。我什么都没做，哪里当得起李大人的谢？这次送来的人可不简单，是新晋王府二公子赵安和。听说因为睡了侯府二夫人的侄女，老皇帝大怒，直接扔进黑牢来体验生活了。等这位贵人来了后，你好生看顾。本官相信你的能力，一定能办好此事。承蒙大人看重，小的就怕办事不力，惹了贵人的厌弃。不会不会，你读过书，进退有度，说话贴心有趣。本官对你有信心，你对自己也要有信心。小的一定用心办差，尽心全力伺候好贵人，不令大人操心。在贵人面前少说多做，都记住了吗？拿不定主意的就来请示我。贵人的伙食每天都给盯死了，若是出了问题，我们所有人都吃不了兜着走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很好，现在可以松懈松懈，一会儿贵人到来，都给我打起精神。本公子是来坐牢的，尔等不必如此，照规矩办就是，无需特别关照。大牢在哪儿？前面带路。听二公子的。二少爷这边请。二公爷，地方到了，接下来你就住在这里，若有不满之处，还请告知一声。此地甚好，孙大人请转告皇爷爷，我一定会好好反省，不辜负他老人家的期望。还请告知我父王，我在这里很好，无需挂念。二公子放心，微臣一定将话带到。务必照顾好二公爷。压力太大了，我得去伙房亲自盯着二公爷的第一顿餐。不如我们现在就去见范铁山，请范铁山将照看二少爷的重任派给你，如何？我又不傻。赵安和住进了黑牢，是不是真的？于大人这是做什么？你先告诉我是不是真的？真的又如何？甚好甚好，赵成和府上可有派人伺候？没有，他们自始至终都没有派人来过。如此也好。敢问于大人为何如此兴奋？想知道吗？抓住我给你的机会，你什么都能知道。不识好歹！那个胡桂兰真是的，潘玉娘那么老实规矩的女人，非得整天逮着骂。那天把潘玉娘逼死了，看她一个老太婆怎么带潘小宝。天天骂，可不是嘛，我都看不下去了。要不你让潘玉娘学着强硬一点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行不行难说。好几天没见到你，黑牢最近有这么忙吗？总感觉京城乱糟糟的，锦衣卫3天2头上街，能吓死人。你在衙门当差，有没有什么内幕消息？我哪有什么内幕消息，全是道听途说。
就知道朝中众文官去宫门口请愿。有种不祥的预感。出了什么事儿？林头怎么回来了？赵安和突然发起脾气，将大牢内的物件都给砸了，那可都是真金白银买来的。发生了什么事？赵安和为什么突然发脾气？小的不知道啊，晚饭的时候还好好的，用过晚饭没多久就开始发脾气，厨子也没问题啊。你姓林，平江侯府那个林。小的给二公子请安。小的名叫林守安，同侯府一个里，不过已经出了5服，想来也是出了5服，否则侯府岂能同意你在黑牢当差？毕竟是谏言，有辱名声。读过书吗？略微读过2年书，认识几个字。难怪，进来陪本公子说会儿话，这不合规矩。你想到哪里去了？本公子不是那样的人，蠢货！本公子要什么样的人没有，岂能稀罕你？不进就不进吧，你是不是觉着本公子活该？小的不懂，公子为何有此想法？为父求情，此乃孝道，怎能说是活该？你真这么想？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私下里，大家都很钦佩二公子能在这个时候站出来。虽然结果不太好，但勇气可嘉。光用勇气有什么用？还不是落到这个地步。可有酒？有的，只是可能不太符合二公子的口味。不如等明日天亮，我去打一壶上等的酒水。无妨，本公子现在就想喝酒。我是不是显得很蠢？二公子心里烦，就多喝点酒，晚上好睡觉。本公子这2天都没睡好，换了环境，不适应实属正常。那些犯官有的来了半年都适应不了，整日哭哭啼啼，是吗？本公子和他们比起来，恐怕也没好多少。公子多虑了。进了黑牢还能镇定自若的人，凤毛麟角。说起来，黑牢最有趣的是黑牢丙区。公子可还记得，去年有个千面手竟摸进了公主府偷东西，死了吗？死了，斩立决。可惜了，这千面手是个有意思的人。本公子若是早知此人，定要亲自见一面。有事叫我，明儿到街上买几本新出的话本小说给二公子送去，带插画的那种。有什么办法让二公子能重视我？你天天接触二公子，你和本官说说，二公子到底喜欢什么？黑牢有黑牢的规矩，很多事情外面能做，在黑牢却不行。思来想去，小的认为或许可以从吃喝上面入手。你说的没错，黑牢能做的事情有限，唯有吃喝2字大有文章可做。本官听闻二公子喜好喝酒，此事当真？二公子偶尔喝酒。小林，此事若成，你就是大功臣。你下去吧，好生照顾二公子。诺。范城祖送的酒，皇孙要是死在黑牢，我们所有人都得被诛9族。